繁华喧嚣的街道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人们摩肩接踵，纷至沓来，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和谈笑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曲独特而喧闹的城市交响曲。突然间，一声惊叫打破了原本的嘈杂。呀，快瞧，天上那是啥玩意儿？众人纷纷仰头望去，只见天际有3个物体正以惊人的速度急速下坠。难不成是陨石坠落？人群中传来阵阵猜测声，大家都瞪大眼睛，试图看清这3个神秘物体的真面目，但由于距离太远，始终难以分辨。与此同时，在那座富丽堂皇、金碧辉煌的宫殿之中，一名身着道袍的老者正负手而立于高耸入云的观星台上，他目光如炬地凝视着天空中的异象，眉头微皱。手指迅速掐动起来。片刻之后，博士的脸色骤然一变，额头上甚至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他顾不上多做停留，脚步匆匆地朝着朝堂的方向疾驰而去。年轻的皇帝坐在金灿灿的龙椅上，居高临下地看着底下的文武百官们呈上的那一摞厚厚的奏折。废物，一群废物！蝗虫吃稻谷的问题都已经过去1个月了，竟然还没有得到解决。难道朕养着你们这群人，就是让你们来混日子的吗？皇上息怒啊！听到皇帝的怒斥，朝堂之上的百官们全都吓得战战兢兢，谁也不敢轻易开口。哼，息怒？你们叫朕如何息怒啊？短短1个月，已经丢失了10几座城池。将士们吃不饱饥不果腹，战斗力下降，百姓无米下锅，死伤无数。再不解决粮食问题，哼，要不了半个月，吴起国就要完了。启禀陛下，国师求见。国师？快请国师进来。是，陛下。国师一袭灰色布衣，头发发白，看起来有几分仙人之姿。臣参见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国师快请起。谢陛下，恭喜陛下，贺喜陛下。喜从何来？陛下，臣今日观天象，天象异常，3星降临吴起国，天佑吴起国呀！吴起国有救了。什么？3星降临吴起国？是，陛下，3星今日已经全部降临吴起国，1星降于京城，1星降于边关，1星降于封地。国师是有能力之人，就连他们所在的位置都算出来了。好，恭喜陛下，贺喜陛下！百官齐齐下跪。好，国师，你可有算出这3星姓甚名谁？朕好去迎接呀。臣并未算出来。如此，要如何得知哪3人才是这3星啊？皇帝有些着急，见到3星之事迫在眉睫。此3人乃天外来人，行为举止谈吐之间必定和咱们不同，陛下可以以此来辨别。好，既然如此，朕要亲自出马。退朝。恭送陛下。百官齐齐恭送皇帝退朝。廖云芳感觉自己的重力向下，直直往下降，砰的一声，重重地砸在地上。廖云芳感觉自己的重力向下，直直往下降，砰的一声，重重地砸在地上。一阵眩晕感传来，廖云芳扶额。我去，这么高摔下来，我居然没死。
俗话说得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廖云芳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四下打量着这荒草丛生的地方。也不知道这是哪里。哎，我的包居然也跟着掉下来了，正好可以问问雅涵和如妹的情况。他打开包包，拿出手机，又尝试着拨打徐雅涵和柳如妹的手机，都是无法接通的状态。居然没信号，这是什么鸟不拉屎的鬼地方？廖云芳四处望了望，发现这里连信号塔和电线都没有。这地方也太穷了吧，连条电线杆都没有。他边走边埋怨，走得满头大汗也没看到人。这里到底是哪里啊？苍天啊，你不会让我没摔死，反倒是走路累死了吧？我还要走多久才能见到人影？又走了许久，廖云芳终于看到了一户人家。这是茅草屋？茅草屋外坐着一位老爷爷和一位老奶奶。老爷爷、老奶奶，你们好，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闻言，两位老人家看向廖云芳，这一看不打紧，吓得老爷爷赶紧闭上了眼睛，嘴里说着：“非礼勿视，非礼勿视啊！”老奶奶也是震惊不已，她看到了什么？天哪，这个女子居然连衣裳都不好好穿，这穿的是什么衣裳哦？衣不蔽体的，怕是窑子里出来的吧？姑娘可是要去西北大营？西北大营？西北大营是什么地方？她好像没说过她要去西北大营吧？姑娘不是被派去西北大营的人吗？啊，我不是啊，我只是从飞机上掉下来，掉到这个地方的。这里又没有信号，所以我也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所以才问你们的。廖云芳所说的每个字，老奶奶都明白，但是连在一起，她就听不懂是何意。老头子，飞机是何物啊？你可曾听说过？还有信号又是何物？是信号弹吗？老爷爷还是闭着眼睛。我也不知飞机是何物啊，我也不知飞机是何物啊。听所未听，闻所未闻啊。信号，想必是信号弹了。你们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吗？信号也不知道？不知啊。天哪，这里到底是多穷？这两位老人家连飞机和信号是什么都不知道？不至于吧？他们都不用手机的吗？就算不用手机，那电话呢？有用电话总该知道什么是信号吧？你们不会连电话都没有吧？电话？电话又是何物啊？啊？不会吧，连电话都不知道？不应该啊，就算穷的用不上手机和电话，那总该听说过吧？这不合理，这里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廖云芳再看了看两位老人家的穿着打扮，不像是现代人的装扮，倒像是古时候的装扮。难道是赶上时髦穿越了？敢问老奶奶，今时是何年？原来是个傻子，连何年何月都不知道，怪不得穿成这副模样。也就只是傻子才能如此不知廉耻，可惜了这副好皮囊。如今是吴起国28年。老奶奶，这是什么国家？如今谁是皇帝啊？这里是吴起国，我们的国主是萧清泽。吴起国、萧清泽，都是没听说过的历史人物。谢谢老奶奶。不用谢。那个奶奶，你们家可有干净的衣物借我？衣物？
奶奶，您放心，我给银钱的，不会白拿你们的东西。廖云芳从手上摘下金手镯，递给老奶奶。奶奶，这是金手镯，就当是我跟你买衣物的银钱了。这是金镯子，呀，这太贵重了，一身一物要不了这么多钱。你要是不嫌弃，老婆子这里有2套以前穿过的衣裳，可以赠送给你。不嫌弃，不嫌弃，多谢老奶奶。你跟我来。廖云芳跟着老奶奶走进茅草屋。这是衣裳，你拿好。廖云芳跟着老奶奶走进茅草屋。这是衣裳，你拿好。多谢老奶奶。不用谢，你先去换一身衣裳吧。廖云芳很快就换好了一套衣裳，她还把自己的头发梳成了古代男子的发髻。廖云芳出来时宛如一位翩翩公子，风华绝代，那身崭新的衣裳将她的气质衬托得淋漓尽致。老奶奶，老爷爷，我叫廖云芳，谢谢你们送的衣裳。这变化也太大了，若不是这声音，我还真不敢认呢。刚刚还是美娇娘，只是换了身衣裳，就变成了一个公子，这也太像男子了。老爷爷终于缓缓把眼睛睁开。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了，这里也鲜少人来。你和我们相遇便是缘分，这里也鲜少人来。你和我们相遇便是缘分。老爷爷，你们为何不出去住呢？这里未免也太偏僻了些，而且人烟稀少，我走了那么久，就只见到你们这一户人家。这里清静，我们不喜欢太吵闹。老爷子叹了口气说道，心中却藏着无尽的苦涩。哪里是不喜欢太吵闹，而是被那群混账东西逼到搬走的。这里确实挺清静的。对了，我这里有些吃的东西，是从我老家带过来的。既然你们不收我的镯子，那就收下这点吃的吧。吃的？你要给我吃的？是啊，这个是从我老家带过来的士力架，你们试试。这黑乎乎的东西能吃吗？当然能吃了，这是从我老家带过来的，可好吃了。姑娘的老家？姑娘不是吴起国人士吗？不是，我是罪国人。啊，怪不得穿得如此奇怪。太好吃了，我活了一辈子，从来没吃过什么好吃的东西，有点甜脆脆的，太美味了。老爷爷，你不必吃得太急，不够的话我这还有呢。不，够了。老头子，我是太饿了，一时吃得有些着急，剩下的你就自个儿留着吧。我们呢，已经老了，就算是饿死了也没关系。如今吴起国处于粮食稀少的处境，你有吃的也要省着点吃。多谢爷爷提醒。敢问姑娘要去何处啊？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四海为家吧。他又不是吴起国的人，这里没有他的家，只能走一步算一步。要是能找到雅涵和如妹就最好。姑娘多保重。姑娘多保重。姑娘多保重。保重，老爷爷老奶奶。这女子当真是绝色呀，瞧瞧这脸蛋，再瞧瞧这身姿，哎呀，无一处不勾人魂呐。这要是成了咱们怡红院的头牌，还怕输给对面的宜春院吗？听说宜春院的蔷薇姑娘才情极好，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咱们这位姑娘虽然好看，但是未必会琴棋书画呀。京城那些公子少爷们都是奔着蔷薇姑娘去的，蔷薇姑娘虽卖艺不卖身，也还是不少人甘之如饴的往宜春院砸钱啊。哼，再有才情又如何？就冲咱们这个姑娘的样貌和身姿，还怕那些个男人不争先恐后的来呀？这姑娘闭着眼睛都这么漂亮，若是睁开眼睛，该是何等的绝色美人呢？兰姨啊，她怎么还没醒啊？等她醒了，让春桃过来伺候她。兰姨，春桃是伺候我的。伺候你的怎么了？整个怡红院都是我的，我要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你照做便是。是，兰姨。是，兰姨。行了，去把春桃叫进来。哼，是，兰姨。红杏愤愤离去。兰姨，您找我。春桃唯唯诺诺地走了进来。以后你就负责伺候床上这位，可要给我伺候好了。是，兰姨。在这守着吧，人醒了就来告知一声。是。交代好了春桃，兰姨才离开了房间。哇，好漂亮呀！徐雅涵缓缓睁开双眼，映入眼帘的是床架子。这是哪里啊？姑娘，你醒了。姑娘好美啊。你是谁？姑娘，奴婢春桃是兰姨派来服侍您的。姑娘，奴婢。再看看这房间，古香古色的，小丫头俨然是一副古代丫鬟的打扮。她这是飞机事故后穿了？还好有丫鬟服侍，证明她穿的还是个大户人家。还好有丫鬟服侍，证明她穿的还是个大户人家。如今是什么朝代？回姑娘，如今是公元28年，吴起国。吴起国？历史上怎么没有说过有这个国家？这是什么地方？姑娘，这里是怡红院。怡红院？是的，姑娘。这姑娘好生奇怪，怎么一惊一乍的？徐雅涵深吸了一口气，还以为是穿到了哪户大户人家当大小姐，没想到居然是调到妓院了。我去，这运气真是，一言难尽啊！你跟我说说这怡红院的局势吧。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是他爸教他的。好的，姑娘。咱们怡红院位于京城，和对面的宜春院是死对头。据说咱们兰姨和对面的交姨因为一个男人斗了10几年。咱们怡红院的头牌是红杏姑娘，不过依奴婢看，姑娘比红杏姑娘好看多了。这往后呀，怡红院的头牌肯定会换成姑娘的。我可不喜欢当这怡红院的头牌，要当也是要当这怡红院的股东。姑娘，股东是何意啊？股东就是老板的意思。兰姨，想当我怡红院的老板，真是好大的口气呀！兰姨推门而入。是，兰姨。春桃马上推到了一边。这位就是怡红院的老板娘，这粉打的都厚成墙了。还有，这是什么打扮呢？脖子上戴的大金链都快把她脖子压断了吧？这是生怕别人不知道她有钱，钱不能外露，这句话兰姨是没听说过吧？太招摇了，只会惹得一身腥。还有这衣服，花花绿绿的，和她这个年龄太不搭了。这样的装扮和搭配像极了现代的小丑。兰姨，
你想不想把对面的宜春院搞下台？我当然想了。怎么，你有法子？你若是能有法子让我这怡红院超过宜春院，老娘我就让你当我这怡红院的老板。我当然有办法，我不仅能让你的怡红院超越宜春院，还能让你怡红院成为全国最有名的怡红院。好，我就给你这个机会。好，我就给你这个机会。5天内，你若是办不到，就好好给我当着怡红院的头牌。好，兰姨有气魄，我就欣赏兰姨这种有气魄的人。那是，我兰姨可不比有些人就会在背后使坏。兰姨，请你把怡红院的姑娘都召集起来，我需要看看，才能给每个人安排适合的事情做。春桃，你去安排，把姑娘们都叫过来。是，兰姨。春桃恭敬地应道，然后退了出去。她的步伐轻盈，心中也充满了期待，不知道这位许姑娘会给怡红院带来怎样的变化呢？这化的都是什么妆？赶紧去卸了。姑娘们都看向兰姨，眼神中充满了犹豫。看老娘做甚？去卸了。这几日你们都听。兰姨突然顿住了，她转头看向徐雅涵。姑娘，我还不知道你的名讳呢。徐雅涵，我的名字。听到了，这几日你们都听许姑娘的安排。是，兰姨。说说吧，你们都叫什么名字？会些什么？奴家红杏，会弹琵琶。这腰也太细了，真怕掐断了。腰也太细了，真怕掐断了。奴家红英，会唱曲儿。红英的声音清脆悦耳，如同银铃般动听。奴家红柳，会跳舞。红柳的身姿轻盈优美，如同翩翩起舞的蝴蝶。奴家红玉，会跳舞。红玉的眼神中充满了自信。奴家红豆，会跳舞。红豆的声音温柔甜美，如同春日里的微风。奴家红梅，会弹古筝。红梅的气质高雅，如同傲雪凌霜的梅花。奴家红桃。这儿的姑娘名字都是红字开头的。徐雅涵微微皱起眉头，心中暗自思考着如何给这些姑娘们取一个更加独特的名字。行，我都知道了。我会教你们一些新的舞蹈和乐谱，保证你们可以一鸣惊人。但是你们的妆容也得改变一下。这时候要是有化妆品就好了，她包包里就带有。哎，她手上怎么多出了一盒粉饼？这不是她包包里的粉饼吗？这是金手指。哈哈，有金手指爽歪歪呀。 Yes， 我要赚钱，我要当富婆。姑娘，这妆容还能怎么改变啊？红杏好奇地问道。不就是打扮涂腮红吗？还能有什么不同？看我的，我给你化妆，你们谁先来？众位姑娘没有一个站出来的，主要是不相信徐雅涵有这个本事。还都愣着干嘛？兰姨气不打一处来。还都愣着干嘛？兰姨气不打一处来。许姑娘有劳了。红豆先站了出来，她的眼神中充满了勇气和决心。坐，你要跳舞，我帮你画个妖媚一点的妆容。好。红豆闭上眼睛，任由徐雅涵在她的脸上指点江山。她的心中充满了期待。睁开眼睛，我要给你画眼线。1刻钟后，搞定。这是红豆。哇，天哪，红豆好美。许姑娘，请你也帮我画吧。许姑娘，还有我。许姑娘。姑娘们争先恐后的要徐雅涵化妆，看到红豆的模样，姑娘们个个都心痒难耐。一个一个来，我只有一双手，一次只能画一个，就按照你们刚才说名字的顺序来画。好。
好了，妆都化好了，这几日你们就跟着我好好学习，5日后一定会让你们一鸣惊人。是，许姑娘。哎呀，好饿呀，有没有什么吃的？有的，还有一些粥可以喝。他心里暗暗叹气，自己平时都不舍得吃白米饭，最多也就喝点白粥而已。如今这大米的价格高得吓人，实在让人难以承受。这样没有饭吃的日子，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呢。那就来1碗白粥吧，不过记得给我加些肉。好吧，既然你想吃肉，那就给你加些肉吧。很快，白粥和肉就端了上来。徐雅涵吃得非常优雅，食不言，寝不语。她的举止如同一位高贵的公主，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优雅与从容。再来碗粥，这粥也太稀了，哪里吃得饱？姑娘，已经没有粥了。没有了？你们饿都不用吃的吗？徐姑娘，我们一日是吃2餐的，而且……说话就说话，不要话说一半吞吞吐吐的。是，姑娘有所不知，如今吴起国处于缺粮的状态。姑娘有所不知，如今吴起国处于缺粮的状态。我等能吃2餐米粥已经是很好了，许多人几日都吃不上1餐米粥的。红豆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无奈和悲伤。什么？你们吴起国连粥都吃不起？这么穷的吗？你们当我是3岁小孩那么好骗呢？姑娘，吴起国的稻田都被蝗虫吃了，百姓无米交税，也无米下锅。我等吃的都是去年的米粮，米价上涨到100两银子一斗，穷人家连买米的银钱都没有啊！100两银子一斗米，他不是明摆着抢钱吗？抢银行都没有这么厉害，为什么不打虫呢？把虫打了不就得了？打虫？你们不知道打虫？哦，也是，你们这里没有除虫剂。除虫剂又是何物？就是能把虫子杀死的药剂。姑娘真聪明，我等怎么就没想到呢？许姑娘，你可知道除虫剂的方子？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药师。妆也化好了，你们先去休息会儿，我一会儿再给你们排练吧。是，许姑娘。温泉池内，男子正在泡着温泉，宁静而美好。一声尖叫打破了这一份宁静。砰的一声，水花四溅，一个女子从天而降，砸进了他的怀里。两人四目相对，空气有一瞬的凝固。柳如妹懵了，她不是飞机事故吗？这么高掉下来，居然没死，还落在正在泡温泉的美男怀中。不过这男人长得也太帅了吧，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箭一般的眉毛斜斜飞入鬓角落下的几丝黑发中，英俊的面部轮廓完美的无可挑剔。萧清然一瞬不瞬地盯着柳如妹，这个女子碰到她居然不会不舒服。以往只要是女子碰到她，哪怕只是碰到手指头，她都会奇痒无比。智慧大师说过，一切有因皆有果，世间万物相生相克。她会在今年遇上那个可以治好她病的人，难道就是眼前这个美艳不可方物的女子？只有她碰到她的身体，她不会感到奇痒无比。王爷，你没事吧？王爷，你没事吧？转过去。是，王爷。起来。啊！你们是在拍戏吗？啊！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柳如妹刚起身，萧清然就流了鼻血。女子自水潭中站了起来，乌黑的长发湿漉漉地披在肩上。你怎么流鼻血了？你要捏住鼻翼才行。姑娘请自重。自重？嘿，她哪里不自重了？
她不过是想帮着男人止鼻血罢了。咦，这男人脸红啦？你不会还是个处男吧？你一个女子，怎能当着男子的面说出这种话？我说这种话有什么问题吗？你少见多怪，把头养好，我帮你止鼻血。他这该死的职业病。萧清然乖乖地把头养好，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何要听这个女子的话。柳如妹找准穴位按下去，萧清然的鼻血立马就止住了。好了，喂，你们剧组有没有衣服可以借我穿一下？云山，取套衣裳来。王爷，咱们王府没有女子穿的衣裳。那就取本王的衣裳来。是，王爷。柳如妹在心里吐槽，这两人演戏玩上瘾了吧？一口一个王爷，一口一个本王，长得好看点就真当自己是王爷了？喂，这里是什么地方啊？能不能把手机借我用下？我打个电话。这里是本王的封地。手机是什么？本王从未听说过这种机。喂，戏过了，演个戏，真把你自个儿当王爷了？演戏？本王乃吴起国的王爷，为何要演戏？戏精上身，没救了。王爷，衣裳拿来了。出去吧。是，王爷。云山麻溜地离开，他可不想打扰王爷的好事。他们府上都是清一色的男子，连只母猪都没有。给你，换上吧。等等，居然是干的，你是怎么做到的？他们两个明明都是一起在水里起来的呀，为什么这男的衣服是干的，他的就是湿漉漉的？本王有武功，运功即可。武功？王爷，轻功，内力。王爷，轻功，内力。再看看四周，没有导演，没有拍摄道具。My God！ 我的天哪，他穿越了！柳如妹心中暗自嘀咕：长得这么帅，没老婆，没天理呀！这女人半天不说话，一直盯着我做甚？姑娘，先换衣裳吧。啊，好。柳如妹回过神来，她还是先把身上的衣服换了，再攻略这位王爷吧。好了，王爷。这身衣裳虽不合身，但也暂且将就，待回府后再命人给你准备合适的衣物。你是去哪儿？回王府。啊？回王府？他是让我跟着一起去王府吗？这位王爷是不是看中她的美色，对她图谋不轨？他是拒绝呢，还是不拒绝呢？你先住在这边，王府没有丫鬟，明日本王再命人挑几个丫鬟来伺候你。多谢王爷。柳如妹微微俯身。你先歇息。好。柳如妹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也不知道云芳和雅涵跳到哪里去了。唉，既来之则安之。新的一天从远方渐渐地移了过来，柳如妹伸了伸懒腰，她还以为换了个地方会睡不着，没想到睡得还挺香。姑娘，你醒了吗？醒了，进来吧。奴婢小米见过姑娘。哎，快起来，别跪我，我可不想折寿。姑娘好美啊。谢谢夸奖，你也很可爱。哎，姑娘，我姓柳，名如妹，你可以叫我如妹姐姐。奴婢不敢。小丫头又跪了下去。哎呀，你先起来，别动不动就跪。我这儿啊，不兴这套。哦，是柳姑娘。啊，姑娘醒了。老奴是王府的管家云水。王爷命老奴给姑娘送东西过来。不知道姑娘可否方便呢？
管家50左右的年纪，脸上是和蔼可亲的笑容。听说王爷带了个女子回来，管家别提有多高兴了。他膝下无儿无女，王爷是他一手带大的，他早就把王爷当成是自己的孩子。方便，云管家辛苦了。哎，不辛苦，不辛苦。把东西抬进来。哎，不辛苦，不辛苦。把东西抬进来。门外等候的下人们把东西都抬了进来，足足有8大箱子。打开。金银珠宝、衣裳鞋子满目锒铛。柳如妹简单的看了一眼，表情如常，内心却暗道：果然是土皇帝啊，出手真阔绰。管家把柳如妹的表现看在眼里。这个姑娘是个沉得住气的人呐。姑娘啊，你看看这个院子还有什么缺的啊？老奴马上叫人去办。没什么缺的，东西够多了。哦，那好，那姑娘先用着。不够啊，再跟老奴说一声。哦，还有，进来。门外又进来4个小姑娘。姑娘啊，这几个丫鬟啊，是给姑娘使唤的。哈哈，你们几个还不赶快过来见过姑娘？奴婢见过姑娘。别怪我收不起，我这里用不上那么多人，你让他们回去吧。不要啊，姑娘，求姑娘饶命，求姑娘饶命。我又没要你们的命，你们先起来，有话好说。啊，姑娘有所不知，他们呀都是老奴买回来的。哎呀，若是被送回人牙子手里呀，那结局便是个死啊。求姑娘放奴婢们一条生路，留下奴婢们吧。有个丫鬟率先磕头，那声音咚咚咚的响，听得柳如妹的心揪疼揪疼的。别磕了，别磕了，我让你们都留下，还不行吗？多谢姑娘。先起来吧。几个人没人敢动，还是跪着。我让你们起来，如果不听，就别留下来了。姑娘啊，这个是这些丫鬟的卖身契啊，姑娘收好。好，来。柳如妹接过，拿到手上，一共是5张，小米的也在。那我就收下了，多谢管家的好意。哎，姑娘言重了，这是老奴啊应该做的啊。云管家看柳如妹是越看越满意，这姑娘是个心地善良的女子，配他们王爷正好。以后啊，你们几个要好好伺候姑娘啊，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既然你们都要留下来，那我柳如妹先给你们立条规矩，以后不准跪我，知道了吗？是，柳姑娘。你们都叫什么名字？都会些什么？你们都叫什么名字？都会些什么？自我介绍一下吧。奴婢小丫会做女工。奴婢小莲会洗衣做饭。奴婢小贝，奴婢力气大，会干粗活。奴婢小婢会洗衣做饭。他们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有没有识字的？就没有一个识字的吗？柳姑娘，奴婢识得几个字。小米站了出来，他父亲以前是说书先生，小时候他跟着父亲读过4书5经，若不是父亲得罪了人，他也不至于被卖掉。那太好了，以后这些金银珠宝就交给你管了。柳姑娘是让奴婢管账？是啊。多谢柳姑娘，小米定不会辜负姑娘对奴婢的信任。小丫可会梳头发？奴婢会。行，那你日后就跟在我身边帮我梳头吧。是，多谢柳姑娘。小碧和小莲就负责洗衣做饭吧。是，柳姑娘。至于小贝，你就帮小碧和小莲打下手吧。是，柳姑娘。行，
那你们先去熟悉一下王府，小米和小丫留下。是，柳姑娘。劳烦管家带一下他们了。啊，柳姑娘客气了。那老奴就先带他们下去了。好。柳姑娘，王爷对您可真好。天真的小丫看到屋内的东西十分羡慕，柳姑娘也太好命了，居然能被萧王爷看中。要知道萧王爷可是全国姑娘最想嫁的男人。萧王爷洁身自好，从来不踏足风月场所，王府更是连个通房丫鬟都没有。姑娘们都想嫁进王府，享受王爷的独宠，没想到被柳姑娘捷足先登了。把这些东西都清点一下，将来是要还给王爷的。小米，你来点仔细了。是，柳姑娘。小米虽然不知道姑娘为何会说将来要还给王爷的，但是作为一个合格的丫鬟，她是不会把心中的疑问问出来的。小丫，你帮我梳头吧。是，柳姑娘。姑娘要穿哪件衣裳？随便吧，你挑一件给我就行。好的，姑娘。姑娘生的白，就穿这件紫色的吧。行。挑好了衣裳，柳如妹坐到镜子面前，小丫的手很巧，很快就给柳如妹梳妆打扮好了。柳姑娘真美，小丫从未见过比柳姑娘还美的女子。嘴巴真甜。她自己平时也是爱打扮的人，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的，看着舒心。心情都会愉悦。只是可惜了她的实验室，她的实验室里有不少好东西，全是她研制的新药。她的实验室怎么出现在她面前了？是产生幻觉了吗？小丫，你有没有看到前面有什么东西？姑娘，前面是院子，有花草树木。花草树木？哦，是的，屋外的院子里的确种着花草树木。难道真的是幻觉？柳如妹又认真地看了一遍，想看看她的实验室还在不在。她的实验室还在啊。她的实验室是只有自己能看到的，难道是存在她神识的逆天空间？太好了，她的实验室也跟着过来了，里面可是她研制的新药，效果比市面上的好几倍。退烧药一吃下去2分钟就能退烧，在古代感冒发烧可是会死人的。小米还在清点东西，小丫看着屋外，谁都没有发现。姑娘现在要去见王爷吗？好啊。小米留下来继续清点，小丫跟着我吧。是，柳姑娘。你知道王爷现在在哪里吗？奴婢不知，但是咱们可以问府里的人呀。没错，小丫真聪明。小丫被夸得红了脸，柳姑娘看起来真和善，一点架子都没有，能跟到这样的主子是她的福气。小丫多大了？回姑娘，奴婢14了。14岁看起来就像是12岁的样子。你是怎么被卖的？奴婢家中还有4个弟弟妹妹，吃不起饭，小丫是长姐，要替家里分担。这是她的娘亲和爹爹说的。4个弟弟妹妹？是的，姑娘。那就是王爷带回来的姑娘吗？好美啊，好像天仙下凡。哇，这就是咱们未来的王妃娘娘吗？太美了！咱们王府终于要有女主人了。咱们王府终于有女人了。可不是嘛，王爷不近女色，王府一个女的都没有。嘿，哎呀，我都怀疑自己啊，是不是在寺庙里当差呀？下人们的议论声不小，柳如妹都听在耳里。未来王妃，这些人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她纯粹只是想睡他们家王爷而已，并不想当什么王妃娘娘啊，请问你们家王爷如今在何处？回姑娘，王爷去难民营了。难民营？是的，姑娘。好吧，那等他回来我再找他。柳姑娘，
你还没有用早膳呢，老奴先带你去用膳吧。云管家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行。柳姑娘，请。多谢云管家。柳如妹微笑着回应，然后大大方方地走了进去。来人，传膳。云管家对着门外的人高声喊道，他的声音洪亮，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厨房那边早就准备好了食物，管家这一喊，便有一群下人鱼贯而入。他们手中端着托盘，上面摆放着热气腾腾的饭菜。柳如妹吃的速度很快，不一会儿就把一碗粥和一碟小菜全部吃得精光。我吃好了，小丫，咱们出去走走。姑娘可是要坐马车呀？不了，我走路便可，多谢云管家的好意。柳如妹笑着拒绝了，这是她第一次来到古代，坐马车走马观花可就没意思了，还是走路好，可以慢慢地欣赏沿途的风景，感受这个古代世界的独特魅力。小丫，为何没有人卖吃的？柳姑娘不是吴起国的人吧？我不是。难怪。姑娘有所不知，吴起国现在是陷入困境了。小丫皱着眉头，神色有些黯然。哦，怎么说？他停下脚步，专注地看着小丫。蝗虫当道，农民种的庄稼、稻田都被蝗虫吃了，百姓颗粒无收，米价上涨到100两1斗，大家连自己吃饭都成问题了，哪里还有人卖吃的？蝗虫？就因为这个，大米涨到100两1斗，有没有搞错啊？柳如妹瞪大了眼睛，满脸的难以置信。在她的印象中，蝗虫灾害虽然严重，但也不至于让粮食价格涨到如此离谱的地步。是真的，姑娘，你是没见过地里那些蝗虫，密密麻麻的，可吓人了。就没人打农药吗？姑娘，何为农药？农药就是可以把虫杀死的药。哦？小丫似懂非懂的点点头，眼中露出一丝好奇。姑娘，行好，给口吃的吧。老婆子已经3天没吃过1粒米了。我身上没吃的东西。姑娘，求求你行好，给点银钱吧。这个我也不知道值多少银子，便给你吧。那耳环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看起来价值不菲。多谢姑娘，多谢姑娘。姑娘啊，行好吧，老头子我一家老小2天都没进1粒米了。姑娘，行好吧，我也2天没进过1粒米了。姑娘，行好吧，我的女儿快不行了，求求你，救救她吧，救救她！姑娘。嘈杂的声音在柳如妹耳边回响，吵得她头都要炸了。可还好？尚可。下次别再给东西了，治标不治本，难民千万，不是凭你一己之力就能救助的。可是我看他太可怜了，一时半会儿没忍住，就把耳环给他了。你作为一个王爷，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饿死不成，就没想过办法吗？放肆！你可知我们王爷？云山，退下。王爷，本王不是不救，而是救不了。为何救不了？你偌大的王府，难道没有存粮给他们吃？本王王府还真没有余粮。你撒谎！没有余粮，那我今天早上吃的粥是什么？是空气吗？柳如妹不信，她觉得萧清然是在找借口。男人的嘴，骗人的鬼。那是王府所剩无几的米煮的，偌大的王府，如今也只剩下2、3斗米而已。就连本王，也是2日才吃1碗粥。2日吃1碗粥？柳如妹有些不敢置信，她一个女子，一餐都得吃上1、2碗粥，
他一个大男人还要处理王府和国家的事务，2天才吃1碗，怎么受得了？好吧，看来是他误会这位王爷了。是。你们这里现在是在闹饥荒？是。萧清然沉重地点点头。因为蝗虫惹的祸？也不全是，有些地方干旱无水，庄稼种不活。种不活，自然就没米吃。如果我说有办法，你信吗？此话当真？你当真有法子？有，但是我需要一些东西制作农药。只要你有法子，不管你要什么，本王都会寻来。让你上刀山下火海也愿意。本王愿意。为了能拯救百姓，他愿意付出一切。逗你玩呢，不用你上刀山下火海，只要生姜即可。生姜？对，就是生姜。将老姜捣成姜泥，放入半升清水里，将其搅拌。放入半升清水里，将其搅拌。1个时辰后，过滤掉残渣就可以了。这么简单？是啊，天然农药的制作过程是非常简单的。还有一个法子，鸡吃蝗虫，可以把鸡放到田里去，让鸡吃蝗虫，双管齐下，效果更佳。好，本王马上让人去做。萧清然这才发现自己还抓着柳如妹的手，颇有些不自在地松开。抱歉，本王失态了。无妨，抱都抱过了。本王亲自去买姜，制作农药，你要不要同本王一起去？好啊，但是小丫还在下面呢。小丫就是今天管家带来王府的丫鬟。本王会让人知会她一声，让她先回王府。也好。走吧。王爷来了，民妇见过王爷。不必多礼，本王今日来是同你们买姜的。买姜？妇人有些疑惑。有多少本王都要了。好的，王爷。王爷请稍等，容民妇去田里除。妇人说着便准备去田里挖姜。娘，是王爷来了吗？一个姑娘从屋里跑了出来，穿着粗布衣裳，皮肤有些黑。娇儿见过王爷。免礼。谢王爷。娇儿一脸幸福，她站在那里就像一朵在寒风中盛开的小花。要不要去田里？也好。娇儿这才发现萧清然身边站着一个女子。好美。她是谁？为何站在王爷身边？她是谁？为何站在王爷身边？传闻王爷不是不近女色吗？娇儿看看柳如妹，再看看自己，自惭形秽。跟面前的这位姑娘比起来，她就像一个丑小鸭，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王爷，锄头拿好了。娇儿，跟娘去地里。是，娘。娇儿失魂落魄的从萧清然身旁走过。唉，难呐。她拿起锄头，用力的往地里挖生姜。生姜是长在地下的，没有被蝗虫吃掉，个头都挺大。好痛！娇儿，你怎么了？娘，我的脚。娇儿，我的娇儿，这可如何是好？妇人着急的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她的手颤抖着，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看看。柳如妹走了过来，蹲下查看娇儿的伤口。好疼，娘，我好疼。血管破裂了，得赶紧止血先。柳如妹说道。她迅速从衣兜里拿出了一瓶止血药和消毒水。此时其他人的目光都在娇儿的脚上，没人注意到柳如妹的动作。有点疼，你忍着点儿。疼，娘，我好疼。娇儿，娘的娇儿。血止住了。什么？妇人看向娇儿的脚，果真是不流血了。这么快？
血是暂时止住了，但是他的伤口太深了，必须及时做缝合手术。姑娘，何谓缝合手术啊？缝合手术就是用针线把他的伤口缝合起来，这样子会好得快些，而且不会留下太严重的疤痕。缝起来？对，伤口是可以缝的，就像你们缝衣服一样。几人还是头一次听说伤口可以缝，都不免有些不敢置信。还请姑娘出手相助，救救我的女儿。放心吧，先把她抬回屋里去。娇儿，娘背你回去。妇人不敢开口让王爷帮忙，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在她心中根深蒂固，自己的女儿只能自己背回去。她小心翼翼地蹲下身子，让娇儿趴在自己的身上。娘，娇儿，是不是很疼啊？不疼了，娘。脚上的疼比不上心里的疼。娇儿回想起自己方才的行为，心中满是懊悔。我要给娇儿做手术，你们先出去。姑娘，我能不能留下来陪着娇儿？姑娘，我能不能留下来陪着娇儿？不行。柳如妹一口回绝。有人在这里，她从实验室拿东西出来，总归是诸多不便的。出去吧。娇儿，娘出去了，你别怕啊，娘就在外面。我帮你打麻醉针，一会儿缝合伤口就不会疼。好，谢谢姑娘。柳如妹的手法娴熟，一番操作之下，很快就把娇儿的伤口给缝好了。姑娘，我女儿如何了？放心，手术很成功，3到5天就能恢复如初。3到5天就能恢复如初？这么快？多谢姑娘，还不知道恩人尊姓大名。我叫柳如妹，这是给你女儿消毒的药水，记得每天给她消毒2到3次，用这个药水在她伤口处轻轻擦拭即可。萧清然在心底细细品味，柳如妹，好名字啊，如花似玉，千娇百媚。多谢柳姑娘，不知道柳姑娘这药需要多少银钱？不用了。这可使不得，柳姑娘的药都是需要本钱的，我不能让姑娘亏本啊。你若真是想给，就用你家的姜换好了。刚好他们要来挖富人家的姜。好，我先进去看看娇儿，一会儿我再去给柳姑娘挖姜。去吧，她刚睡着，让她好好休息。哎，好的，柳姑娘。放心，她只是睡着了，不会有什么大碍的。我是担心娇儿脚上留了疤，将来会被夫家人嫌弃。古代的女子真是难啊，一条疤痕都要被嫌弃。柳如妹心中感慨万千。这有何难？过几天我给你1瓶祛疤膏就好了。哎呀，多谢柳姑娘。妇人喜极而泣，做事就要下跪。柳姑娘人美心善，等娇儿醒来，她一定要同娇儿好好说道，千万莫要做傻事去跟柳姑娘争。且不说娇儿比不上柳姑娘，王爷也不会要了娇儿的。一点小事儿，你别这样。多谢姑娘。妇人又回到地里继续除生姜，炽热的阳光洒在大地上，仿佛要将一切都烤焦。汗水如断了线的珠子般不断从妇人的额头滑落，打湿了她的衣裳，但她却毫无怨言地继续干活。柳姑娘，这些生姜够了吗？可否开始制作农药？可以先制作一些。大娘，这个生姜是可以做农药打虫的，你也可以学会了之后可以用来除害虫，之后你们的庄稼就会长得更好。这生姜还能打虫啊？柳姑娘，你懂得可真多。生姜的好处多着呢。生姜不仅能打虫，做菜能去腥，还能作为中药材。
柳如妹耐心地解释着，她希望能将自己所知道的知识传授给这些淳朴的百姓。这生姜还能做药呢？是啊，伤风感冒、寒性痛经都可以用。泡茶时，生姜洗净切片后放在杯中，加适量红糖，以开水冲泡。饮用后能起到驱寒暖胃的作用。熬汤时取少量生姜和大枣，清洗干净后放在锅中，加入适量水熬汤，有补气血的功效。我们现在要做的呢，就是把生姜捣碎，做成农药打虫。柳如妹详细地介绍着生姜的药用价值，她希望这些知识能帮助到妇人。走吧，做农药。萧清然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农药的成果了。柳如妹点点头，开始一步一步地操作起来。她的动作娴熟而专业，让人不禁佩服。妇人看得目不转睛，生怕错过了哪个步骤。好了，把这个撒在庄稼的蔬菜上或者禾苗上就可以了。让我去试试。她迫不及待地拿过农药，就往田里去了。这农药打了需要多久见效？2日内。其实解决蝗虫还有一个办法的，见效快，当天就能见效。哦，是何办法？世间万物生生不息，相生相克。蝗虫最大的克星就是蛙类，可以抓些蛙类扔到田里，让这些蛙类去抓蝗虫。还有鸡，鸡也是蝗虫的克星。农家许多人会养鸡，也可以抓几只鸡放到田里去养，这样蝗虫得以消灭，鸡也有吃食，一举两得。若是你说的法子有用，本王一定让人快马加鞭送信回京城。萧清然深知这些办法的重要性，他得让他的皇兄知道这些法子，让皇兄去找人办事。你别不信，若是不信的话，可以亲自试试。好，本王立马让人去做。云集，这件事交给你去做。萧清然对着空气说道。是，王爷。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随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云集是萧清然的暗卫，来无影去无踪。柳如妹只听到了声音，连个影子都没见到。这就是所谓的内力，好牛逼啊！王爷，能麻烦你告诉我药铺在哪里吗？你要去药铺做甚？可是哪里不舒服？不，我好得很，我就是想去药铺做点买卖。买卖？本王带你去。好吧。哎呀，难受死了。哈哈，这位爷和姑娘需要点什么？我们不买药。不买药？那可是问诊。不买药？那可是问诊。问诊在右边。我们不买药也不问诊，我们来找你们东家谈点生意。找我们东家？这……药童一听，顿时有些为难。他知道东家可不是轻易能见的，这不是他能拿主意的事儿。我们去见掌柜的先。好的，姑娘，我们徐掌柜就在柜台。柳如妹微微点头，然后与萧清然一起向柜台走去。柳如妹走上前，礼貌地喊了一声：“徐掌柜。”何事？他上下打量着他们，眼中闪烁着审视的目光。我这有上好的药，找你们东家谈点生意，不知掌柜的可否方便引荐一下？上好的药？对。让我先看看，何事我再给你们引荐东家。行。他将药品放在柜台上。这是消毒水和止血药，先清洗一遍伤口，预防感染，再倒上止血药，可以马上止血。他的眼神中充满了自信，对自己研制的药品有着十足的把握。你是说此药可以立马止血？他在药房多年，见过无数种止血药，但能立马止血的药却寥寥无几。
是，你可以让你们的大夫验验药。行，小李子，你过来，把这个药拿去给黄大夫试试，此药是否可以立马止血。是，掌柜的，小的这就去。小心翼翼地接过药，然后快步向诊堂走去。1刻钟后，一位老大夫快步流星地走了过来。徐掌柜，给你药的人呢？在哪里？带老夫见见。黄大夫，此药药效如何？黄大夫，此药药效如何？好，太好了！老夫今日接了一个伤患，腿被刀伤了，血流不止，本要放弃了，谁知道你让小李子带来的药堪称神药啊！此药一撒上，血立马就止住了。你快告诉老夫，这药的主人呢？老夫要亲自见见。此话当真？徐掌柜的本以为面前的姑娘只是夸大其词，未曾想竟然真有这种效果。老夫我还能瞎说不成啊？你快告诉我，给你药的人呢？在哪里？黄大夫有些着急地环视一周，他在寻找那个能研制出如此神奇药物的人。喏，就在你面前。这位姑娘说这药是她研制的。哦，姑娘，在下是这药铺的大夫，毕姓黄，字流元。毕姓黄，字流元。不知姑娘姓名，又是从何处啊？黄大夫你好，我叫柳如妹，是从家父和爷爷。不知柳姑娘的家父和爷爷是？他对这个姑娘的身世更加好奇了。家父和爷爷已经隐居，请恕晚辈不便相告。无妨，柳姑娘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小小年纪就有如此造诣，老夫佩服。对于比他有能力的人，黄大夫是很尊敬的，不分年龄。黄大夫谬赞了。黄大夫，这位姑娘说要将这药卖给咱们药铺，你觉得可行？行，太行了。徐掌柜，你可一定要将这药买下来，定然莫要错失良机。好，两位，在下这就替你们引荐东家，请跟我来吧。好。柳如妹和萧清然相视一笑，跟着徐掌柜向药房深处走去。小李子，你过来看着柜台。是，徐掌柜。柳如妹和萧清然跟着徐掌柜来到后院，跨过高高的门槛，踏入青石铺地的平整院落里，但觉清风阵阵，花香隐隐。但见一条红毡铺地的笔直甬道分开左右，直通庭院深处。徐掌柜的敲了敲门，小心翼翼地叫唤：“东家可在屋里？”“何事？”“东家，有位姑娘来咱们药铺卖药，是止血药，黄大夫已经用过了，效果极佳。小的和黄大夫认为此药可以为药铺所用。”“既然如此，那就买下来便是。”“柳姑娘想见东家，不知东家可见否？”“人呢？”“就在门外。”“进来吧。”“是，东家。”徐掌柜推门而入，恭恭敬敬地低着头站在一旁。见到这个男人的第一眼，柳如妹就想到了“公子世无双”这句话。好漂亮的眼睛。男人的眼睛是紫色的，就像紫色的宝石一样晶莹透亮。“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说，你的眼睛真好看。”“好看？”“你的眼睛是我见过最好看的眼睛了。”混血的眼睛都没有她的漂亮。“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有人说我眼睛好看，别人见到我就像是见到鬼一样害怕。”“那是他们没眼光，你的眼睛多好看，像紫色的宝石一样耀眼。”“对，是他们没眼光。”“你就是这药铺的东家？”“对，我是。你就是来卖药的姑娘？”“对，我是。”两人相视一笑，一旁的萧清然有些吃醋，这女人真不知道羞耻二字如何写，竟然一直盯着别的男人看。萧清然不自然地咳了几声，
你嗓子不舒服吗？无事。他哪里是嗓子不舒服，他是心里不舒服。哦，要是嗓子不舒服，我这有治嗓子的药，可以给你用。不用。不知这位是姑娘的？我如今住在她府上。暂住的。柳如妹在心里补充了一句，她本来就是要借势的，就没必要把他们之间的关系说出来。萧清然嘴角微微上扬，心情颇好。不错，这个答案他还算满意。这药你想以多少的价钱卖？东家认为呢？柳如妹还不清楚这个国家的银钱价值，让他开价，他开不出来。掌柜的，你来说。东家，小的认为此药应该给1瓶20两银子。不知柳姑娘意下如何？你觉得呢？可以吗？此价格还算公允。萧清然心里美滋滋的，故作矜持道：他怎么有种夫人让他做主的感觉呢？嘿嘿，甚好甚好。那就20两1瓶，咱们签个契约。今日这瓶算是赠品，明日我再送10瓶来。不知柳姑娘此药可有在其他药铺售卖？没有。姑娘，这药日后可是只有寄生堂有？不止，日后我自己也会开药铺的。什么？姑娘自个儿要开药铺？怎么，不行吗？吴起国有明文规定，女子不能开药铺，女子不能开药铺。这倒没有，只是女子抛头露面的不太好。有何不好？你不会想说女子就应当在家里3从4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吧？放屁！女子一样可以干一番大事业，而且女子不输男子。柳如妹可是现代女性，要她像古人一样3从4德，做梦。这女子不都是一直如此吗？哼，那是因为女子一直以来都被男子欺压，若是没有这份欺压，女子也能出人头地，封官拜爵。萧清然如何也想不出柳如妹为何会有这一番异想天开的言论。签契约吧。可以。紫藤也只当柳如妹是随口说说，没有当成一回事。好了，咱们走吧。徐掌柜，送送柳姑娘。是，东家。柳姑娘，请。出了药铺后，柳如妹走在大街上，看着这陌生的地方，心里倍感焦急，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柳姑娘，你怎么了？可是哪里不舒服？我想家了。想家？柳姑娘家住何方？本王送你回去。回去？回不去了。别哭了，天涯海角，本王都带你回家。你不明白，我回不去的，回不去的。我没有家了，我没有家了。莫哭了，你有家，日后王府便是你的家。萧清然把人抱进了怀里，有了依靠，柳如妹哭得更厉害了，似乎是要把心里的难受通通哭出来。哭了许久，柳如妹才停止，两只眼睛通红通红的，有些不好意思的从萧清然怀里退了出来。抱歉，我失态了，让你见笑了。无妨，只要你愿意，本王的怀抱永远为你敞开。不出意外的话，这个女人会成为他的王妃。哇，谁说咱们王爷是木头？这不是很会吗？只要你愿意，本王的怀抱永远为你敞开。听听，好感动。暗卫萧一在暗处说，习武之人听力是极好的。看这情形，咱们王府很快就要办喜事了吧？暗卫萧二说，我看快了，咱们王爷一表人才，洁身自好，多少女子中意咱们王爷，咱们王爷都不为所动。如今王爷心悦柳姑娘，柳姑娘
定不会拒绝咱们王爷的。暗卫萧三说：“这谁呀？大街上搂搂抱抱的，真不害臊。”有大妈看不下去了：“哎呀，就是，这女人也太不要脸了，一副狐妹子的模样，大街上就勾引男人。”对，胖女人朝着柳如妹的方向吐口水：“你干什么？凶什么凶？我就吐你怎么了？你自己不要脸，还怕被吐口水吗？我呸！”胖女人双手叉腰，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又吐了一口唾沫。她家男人就是被狐妹子勾的，几天都不回家。这么爱吐口水，干脆让你吐个够好了。咔嚓一声，柳如妹就把胖女人的下巴卸了。胖女人的哈喇子一直往下流，恶心极了。我去，她是怎么做到的？她的手法也太快了吧！萧一惊呆了。我靠，他一点内力都没有啊！我也想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萧二同样也很震惊。我也想知道。萧三也搞不懂。我做了什么？你不是挺喜欢吐口水的吗？我只是帮帮你，让你不用费力而已。哼，他柳如妹可不是任人欺负的主，他是救死扶伤的医生没错，但是谁让他不爽，他也不会让那个人好过。你不要脸，快给我动好！胖女人还没知道柳如妹的厉害，嘴巴还不饶人。就你这副态度，本姑娘可没那么好心。我们走。哼，走。胖女人还想追上去，被萧一拦住了去路。哼，我们未来的王妃也是你能吐口水的，找死！砰的一声，胖女人被萧一摔在地上。未来王妃？什么？那刚才那个男子是萧王爷了？我的天哪，我刚都说了些什么呀？要死啊！不是说萧王爷不近女色的吗？他在大街上和一个女人搂搂抱抱，我也不知道他就是萧王爷呀。咱们会不会被杀头啊？两个女人惊恐极了，虽然她们没有吐口水，但是她们说三道四了。哼，现在知道怕了。刚才说的时候不是挺能耐的？哎呀，求王爷饶命啊！民妇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民妇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王爷，求王爷饶命！求王爷饶命啊！两个女人吓得跪地求饶。以后看你们还敢不敢？他就是吓唬吓唬他们，让他们知道不是谁都可以议论的。不敢了，不敢了！民妇再也不敢了！骂两句逞一时之快，命都快搭进去了，哪里还敢有下次？滚吧！是，民妇这就滚。两人走时还不忘把胖女人一起带走，跑得飞快，生怕跑得慢了就要被杀头。经过2天漫长而艰辛的跋山涉水，廖云芳终于从那片仿佛无边无际的深山老林里走了出来。当他踏出山林，看着眼前熙熙攘攘的大街，那种重见人间烟火的感觉让他如获新生。他感觉自己仿佛从黑暗的深渊回到了光明的世界，每一个在大街上行走的人，在他眼中都像是希望的使者。这时他看到有一群人排着长长的队伍，也不知道在干嘛。他心想，索性去问问吧。哎，兄弟，你们这是在干嘛呢？兄弟啊，你是外地来的吧？是啊，我是从外地来的。难怪你不知道，军中现在招人，只要是个男的，肩能扛手能提就能从军，还能有粥吃呢。这不，排了这么长的队伍呢。你们这从军的条件这么低的吗？要是搁在现代，当兵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嗨，这不是军中缺人吗？咱们吴起国都丢了好几座城池了，将士们死的死，伤的伤，军中已经大量缺人了，所以这招兵买马的要求就降得十分低了。哦，原来如此。看来他传到的这个国家情况十分不好啊。
闹饥荒也就算了，还打仗，打仗也就算了，还打的是败仗。他不禁担心起来，自己不会才刚穿过来，这个国家就又被灭了吧？兄弟啊，我叫六子，是本地人，你呢？要不要一起去参军？廖云芳想了想，反正他现在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可以，我叫廖云芳。那我就唤你云芳兄了。好。有人晕倒了，有人晕倒了，还有口气。我看呐，应该是饿晕的，先带到一边去吧。唉，又是一个饿晕的。六子看着被抬走的人，叹息了一声，但是他也很无奈。砰，又倒下了一个。哎，又晕了一个。周围的人纷纷叹息。砰的一声，又有人倒下了，接二连三的人都被饿晕了。有人死了。原来是一个饿晕的人，因为身体太过虚弱，没能撑过去，就这样活活饿死了。什么？又有人死了吗？我要参军，我要去军营，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我可不想还没选上就先倒下了。一个年轻人焦急地喊道，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对生存的渴望。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对生存的渴望。我也是，我已经饿得快没力气了，再排下去我也得倒了。另一个人附和道，他的身体摇摇晃晃，仿佛下一秒就会倒下。肃静，肃静，别吵吵，别吵吵，一个一个的来啊！一个穿着兵装的男人拿着军棍大声喊道，试图制止他们的行为。大哥，我们都是老实本分的本地人，你就让我们都去军营吃顿饱饭，吃饱饭好一起上阵杀敌。对呀，大哥，我们都是本本分分的老实人，你这问那的，登记这个登记那个，浪费了不少时间。我们这些人饿死了，你们少了一个将士，就少杀一个敌人了，你们甘心吗？我不甘心，就这样活活饿死啊！我们不甘心啊！不甘心呐，不甘心啊！廖云芳跟着士兵一起来到所谓的西北大营，军营的样子和他在电视上看到的相差无几。你们4个人住在这里，自己先整理一下，1刻钟后出来吃饭。士兵说完就离开了。唉，脑抽了吧？云芳兄可是有烦心事儿。好巧，六子和他分到一个营帐，一起的还有柳絮和九云。唉，确实心烦，还是不能说的烦心事儿。云芳兄不妨同我说上一说，或许我能给你出出主意呢。六子这个人就是热心肠。不是什么大事儿，我已经缓过来了。这么快？云芳兄自我治愈的能力在下望尘莫及。你二人是熟人？柳絮答话。不是，我们刚认识的。哦，在下柳絮，日后还请几位兄弟多多关照。好说好说，我叫六子，咱们以后就是好兄弟了。我叫九云。我叫廖云芳。 4个人自报姓名，算是认识了。廖云芳先走到靠里面的床位，这个位置极好。云芳兄，你这包裹好生别致啊！六子指了指廖云芳的包，他从未见过这种包裹。六子指了指廖云芳的包，他从未见过这种包裹。这是我爹娘留给我的。就在此时，号角声响起，集合了，集合了，咱们快走！六子率先走出营帐，其他人紧跟其后。所有新人到这里集合。各位，我是西北大营的右先锋，站在我边上的是咱们西北大营的易将军。咱们当军人有军人的使命，那就是为百姓请命。在军中一切听指挥，军令如山。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流血流汗不流泪。如今敌人打到咱们国家，咱们是男人，是汉子，为了咱们的家人，为了咱们的家园，咱们誓死保卫国家。誓死保卫国家。男子汉大丈夫，
流血流汗不流泪，为人民，头可破，血可流，志不屈。易将军身为将军，气场强大，他一说话，底下的士兵更加士气大涨。为人民，头可破，血可流，志不屈。报！汉子急匆匆地飞奔而来。前方5万敌军已经抵达乌衣岭。什么？这么快就到乌衣岭了？他奶奶个熊！右先锋名叫右灵，是个暴脾气的。所有人先去吃饭，随时准备战斗。我刚趁机打听过了，咱们军中如今只有1万大军，对方有5万大军，也就是咱们这些人的战斗力要以1敌5才有胜算。六子不知从何处冒了出来。那咱们岂不是死定了？哎，我要多吃点，宁做饱死鬼也不做饿死鬼啊！还没上战场，九云似乎已经看到了死神在同他招手了。1万对5万，怎么打呀？打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别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这都还没有开始打呢，你就先咒自己死，会不晦气？就是，咱们不能灭自己的威风。可这不是明摆着的吗？5万对1万，那是足足多了4万人啊，不是400、4000人啊，这数量悬殊也太大了。九云是个实在人，他也是实话实说罢了。1对5也未必会输。哦，云芳兄可是有好计策。六子眼睛亮了亮，如果能活着，他也不想死。有，你们先吃，吃饱我再告诉你们。这人是谁呀？牛皮都吹上天了，1万人对5万人，他居然说他有办法打赢，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就在这吹牛，笑死我了。一个胖子笑得人仰马翻，很明显他不相信廖云芳有好计策，只当他是在吹牛皮。就是，看他那弱不禁风的模样，怕是连兵器都拿不起来，还敢说大话，也不怕把牛皮吹破了。你没办法，不代表别人也没办法。好啊，你要是有以1敌5的办法，我就把头剁下来给你当球踢。我要你的头干嘛？哼，这样吧，你要是有办法打赢，日后我胖虎就认你当老大，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对，你要是能击退敌军，我小夫也认你当老大。日后你让我往东，我绝对不往西；你让我站着，我绝对不坐下。哇哦，有点意思。胖虎和小夫都有，那静香和哆啦 A 梦呢？好啊，我要是把敌军击退了，你们就给我当小弟吧。他这个老大是当定了。行，没问题，大丈夫一言驷马难追，只要你能击退敌军，我们说到做到。好，那就一言为定。云芳兄，你真有办法呀？六子将信将疑。等会儿我去见易将军。哦，你是说新来的新兵蛋子里面说他有好方法能打胜仗？是的，将军，那小子一会儿会来见你。好，本将军就在这等着他。将军，门外有人求见。可是那位启禀将军，是他。让他进来。他易水寒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人有这个魄力。平方见过易将军。廖云芳的态度不卑不亢，没有下跪。他一个现代人，让他下跪着实有点难。都是兄弟，无需多礼。多谢将军。近看这位易将军真他妈的帅，很好，是他的菜。听闻你有打败敌军的法子，不妨说来听听。让我自己去就行了。你说什么？让你自己去？这是什么好法子呀？将军放心，云芳一人即可将5万大军击退，且日后绝对不敢再犯我国。大言不惭，你当本将军是傻子糊弄呢？易水寒愠怒，一人击退敌军5万大军，绝无可能。云芳绝无戏弄将军之意，云芳着实有能力可以令敌军退回去，
还请将军给云芳一个机会。莫非这个云芳真有本事？说说看，你一个人要如何可以击败敌军呢？荒唐，他是疯了不成？居然会被他眼里的真诚蛊惑了。我有秘密武器可以让他们滚回帝国去，我有秘密武器可以让他们滚回帝国去，且日后绝对不敢来犯。廖云芳的秘密武器可不得了，一架大炮动一下就能直接捣毁一座城。只不过他没想杀那么多人。拿来我看看。喏，此物叫做手榴弹。手榴弹？没听说过，有何用处啊？手榴弹可以炸死5米以内的所有敌人。就这小东西，可以炸死5米以内的敌人？是。就算是可以炸死5米以内的敌人，那敌人可是有5万人。你这手榴弹得有1万颗，才能让敌军全军覆没吧？谁说我要让敌军全军覆没了？那你说能让他们日后绝对不敢来犯，意思不就是全杀了吗？山人自有妙计，与其全杀了，不如吓一吓他们，让他们归降我国，让敌国成为我们的附属国，每年给咱们国家上缴粮食多好啊！干嘛要打打杀杀的呢？如今吴起国不是很缺粮吗？让敌国贡献一些不就完事了？你说的倒是轻巧，这可是打仗，不是闹着玩的。幼灵和其他人一样，不相信廖云芳说的话。我现在就去大头镇，你们在身后看着。胡闹！你一个人去，若是打草惊蛇了，你担得起责任吗？左峰不赞同廖云芳的提议。将军，千万不能让这个臭小子胡来呀！这小子是新来的，说不定是个奸细呢。哼，你这人怎么说话的？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我怎么就是奸细了？哼，我看你就是奸细，才会夸下海口说出这种话，铁定是要去传达消息的。左先锋可不怕廖云芳，他自小习武，又跟着将军南征北战，一般人是伤不到他的。你有证据吗？凡事都是讲证据的。你没有证据，单凭猜测就在这瞎逼逼。你说我是奸细，我还说你是卖国贼呢。来呀，互相伤害，谁不会啊？他可不是受气包，逆来顺受的。呸！你少在这胡说八道，再乱说我撕了你的嘴。娘们儿唧唧的，有种你撕一个试试。我撕了你！左峰的长相是有些阴柔，小时候就是因为这副长相被抓去卖给当地有特殊癖好的男人。那几年他痛不欲生，若不是被将军救下，只怕这世上已经没有左峰这个人了。那几年他痛不欲生，若不是被将军救下，只怕这世上已经没有左峰这个人了。他生平最讨厌别人说他是娘们儿了。左峰，莫要冲动。好了，左峰，这件事本将军自有定夺，你先出去。将军，怎么，本将军说的话已经不管用了是吗？小子，你给我等着！哎，我等着。哈哈，这军队中恐怕只有你才敢去招惹左峰啊！要知道，左峰可是军中出了名的猛将，犹如一头凶猛的老虎。我有什么好怕的？他要是敢对我动手动脚，到底鹿死谁手还很难说呢。好，真的如此吗？左峰的武艺可是相当的高强的。至于你，易水寒上下打量着廖云芳，只见他身材娇小玲珑，手臂纤细，双腿修长笔直。再看那张面庞，双腿修长笔直。再看那张面庞，白皙如雪，娇嫩的如同女子一般。丝毫内力皆无，又怎能战胜得了左峰呢？没有内力并不意味着我会输给他，若不信，大可一试。廖云芳嘴角微扬，流露出一抹自信的笑容。话音未落，只听到砰的一声巨响，易水寒面前的桌子应声而倒，原来是桌角被子弹击中。幼灵轻轻抚摸着桌腿，目光落在那个被武器穿透的孔洞上，他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好厉害的武器啊！那是当然了，
此枪一发，足以击毙一只猛虎。报！只见一名士兵神色匆匆地冲入营帐中。何事如此惊慌失措？启禀将军，5万敌军正朝着西北大营疾驰而来，看他们的架势，似乎是要前来宣战呐！他奶奶的熊，这些家伙如此拼命，难道是打算一路杀到我们老巢不成？将军，请允许末战前去一战，我有把握不损一兵一卒，便能击退敌军。好吧，你去吧。谢将军信任，云芳定当全力以赴，绝不负将军所托。易水寒面无表情，语气冷淡的点头作为回应。那末将就先告辞了。廖云芳向着易水寒和幼灵拱手抱拳行完礼之后，便转身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去吧。易水寒心里暗自思忖着，现在的情况已经糟糕透顶了，自己也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试试看了。将军，您难道真的相信他说的那些话吗？对方是5万大军，咱们不能再以以前的阵法来打了。对方是5万大军，咱们不能再以以前的阵法来打了。本将军让云芳独自一人前去，是想打对方一个出其不意，让敌军猜不透咱们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他一人前去，敌军有可能会以为前方有诈，从而不敢轻举妄动。如此一来，便给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准备了。还是将军想得周到。派几个人去盯着云芳，有任何情况随时来报。是，将军。末将告退。幼灵觉得他还是亲自去盯着廖云芳，绝不能让他坏了将军的大事。廖云芳和六子拉了一个横幅挡在路中间，前方来人乌压压的一片。你去看看前面写的什么。白色马匹上的男人正是敌国的首领叶红艳。是首领。是首领。首领发话，自然有人会去听话照做。横幅上写着：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命。哼，留下买路命，真是好大的口气。来啊，把那2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给我活捉来，本首领要将他们五马分尸。是，首领。想抓我，只怕你们没这个本事。随即抬起手，对着来人就是子弹伺候。廖云芳连开数枪，个个都被他一枪爆头。云芳兄弟，你好厉害啊！太厉害，这些人距离他们还有10几米呢，连廖云芳的身都没近到，就全被干倒下了。哼，小菜一碟。给我上100人。来活了。廖云芳丝毫不慌不忙的掏出几个手榴弹，砰砰砰的几声，把敌人炸得人仰马翻。啊！谁踩到我身上了？你们看着点儿，踩到我手了。哎呦，我看不清方向了。谁呀？这是谁的手？这是谁的断脚？敌人被炸得分不清东西南北，死伤惨重。六子已经不知该如何形容他此刻的心情了。撤回来！不准走！想走？问过姑奶奶手里的弹药了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廖云芳又连续开了几枪，敌人是一动都不敢动。岂有此理！毛头小儿实在太嚣张了。来呀，都给本将军上！把他给本首领踩扁了，给兄弟们报仇！踩扁他！踩扁他！哼，不知死活！踩扁他！踩扁他！哼，不知死活！廖云芳直接把手榴弹丢出去。哎呀，我的手断了！哎呦，我的腿没了！救命！我的眼睛瞎了！哎呀！你们踩到我的头了！哎呦我操！哎呦，别压着我呀！我的肠子都快被你们压出来了！
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武器？我看他不是人，是怪物。怪物啊！娘，我要回家，这里有怪物，太可怕了。哎，不打了，这还没开始打呢就落花流水了，这妖孽太厉害了，这怎么打啊？这敌军分不清东西南北，也不敢再上前，一动不是踩到这个就是踩到那个，都快被踩扁。怎么样，你们服不服？还打不打？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5万大军输给一个人，真是丢脸丢大发了。你们想打就打，不想打就不打，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那你还想如何呀？飞鹰首领现在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男子汉大丈夫能屈。我要你们国家给我们吴起国上缴1/10的粮食。你狮子大开口啊！难道真的太多了？好吧，那就再少点，那就1/20的粮食，1/30，可不能再少了，这是最低的底线。飞鹰首领没吱声。怎么，你们不乐意？好啊，要是不乐意，你们就都在这别回去了。别回去是什么意思？大家都心知肚明。本首领答应你。好，你们最好别耍赖，要是敢耍赖不送粮食来，我就亲自去要。若是我亲自去要，后果很严重的哦。行，那你们回去吧，3日后我要看到粮食，否则，哼！3日，这做不到啊！我等回到飞鹰国且需3日，还要筹集粮食，这一来一回，至少10日。哼，他可以拖延时间。10日，不行！廖云芳一口回绝，别以为他不知道飞鹰国打的小九九，10日等的黄花菜都凉透了。这行程就是要10日啊！5日内必须把粮食送到西北大营。这飞鹰首领有些为难，5日快马加鞭也没问题，但是他就是不想如此痛快的答应。你若是觉得为难，我便不为难你，我直接占了你的国家，把你们整个国家的粮食都拿了。哎呀，5日就5日，哎呀，5日就5日。行了，那你赶紧回去准备，我在西北大营等着你们。记住了，可别耍花样，不然我手里的弹药可是会生气的。知道了，咱们走。飞鹰首领灰溜溜的带着剩余的大军离开吴起国。我莫不是眼花了？幼灵在廖云芳20米后面看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幕，是这世道太玄幻了，还是廖云芳太妖孽了？他竟然真的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将5万大军击得溃不成军，此乃神人也。右先锋，您没有眼花，新来的小子真的将敌军打跑了。哎呀，右先锋，你打我脑袋做甚？他没做错什么事啊，怎的就被右先锋打了呢？小子是你叫的吗？日后要叫廖兄弟。小子是你叫的吗？日后要叫廖兄弟。不，应当叫廖大人。是，右先锋。右先锋，这廖大人真厉害，日后我定要同廖大人好好学习。一个人就能打败5万大军，他做梦都不敢这么做。没错，咱们军营的人都得向廖大人好好学习。柚子，收工了。好嘞，方哥。方哥？哈哈，方哥，你收小弟不呀？你看我够不够格给你当小弟？六子一脸的谄媚，若是能给廖云芳当小弟，他做梦都会笑醒。廖大人，收我！我是宁坤，我给你当小弟，日后公以差遣。廖大人，还有我是边金华，日后给你端茶递水。廖大人，我是陈伟林，我比他们都能干，日后你的衣裳、臭袜子全归我负责了。廖大人，
他怎么就莫名其妙的升级成廖大人了？去，一边去！你以为谁的脚都跟你一样臭呢？幼灵瞪着几个献殷勤的士兵，其实吧，他也想和廖云芳套近乎，但是他给廖云芳当小弟，好像有失身份了。云芳兄弟，你这仗打的实在是太精妙绝伦了。他看的连眼睛都不带眨的，生怕错过了什么好戏。右先锋过奖了。今日打了胜仗，今晚咱们可得好好喝上几杯。男人之间的友谊，无非就是喝酒喝出来的。你要找我喝酒？是啊，云芳兄弟可否赏脸？赏脸赏脸。廖云芳这人很喜欢喝酒，但是呢，他是又爱喝又菜，喝完就耍酒疯的那种。好，那就说定了。好，那就说定了。晚上咱们好好喝上一喝。没问题。廖大人，你还没答应收我们当小弟呢。眼看着廖大人就要被右先锋抢走了，几个士兵有些着急。你们是军人，军人都要听从将军的命令，你们又不是街头小混混，认什么大哥当什么小弟，成何体统啊！幼灵拿出他的3寸不烂之舌教训几个小兵，想跟他抢人，门儿都没有。右先锋，当兵的也不妨碍我们认大哥吧？不是说咱们都是兄弟们吗？那我们叫廖大人一声大哥也不为过吧？你，幼灵瞪着他，这是他大外甥，好歹要给他点面子。宁坤之所以在军中横，还不是幼灵给的勇气。你若是对我不好，我就告诉我娘。你若是对我不好，我就告诉我娘。这大外甥是被他连哄带骗到军营的，他姐姐差点拿刀把他给砍了。方大哥，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嫡亲兄长。方大哥，可别忘了还有我们呢。你们几个捣什么乱啊？明明是老子先要拜大哥的，懂不懂什么叫先来后到啊？六子怒目圆睁，凶神恶煞地吼道：你拜你的，我拜我的，有啥不行的？宁坤才不在乎什么先后顺序呢。就是，大哥想认谁当小弟，那得看各自的本事。好啊，既然如此，那咱们就比试一场，谁打赢了，谁就能给廖大人当小弟。来呀，打就打，谁怕谁呀？来，动手！我才不需要什么小弟呢，毕竟我已经有2个小弟了。啊，是谁啊？是啊，到底是谁呀？你们还记得胖虎和小夫吗？哎呀，早知道这样，我当时应该跟他们打赌的，真是便宜那2个家伙了。不行，我也要当云芳兄弟的小弟。我不管，你既然能收2个小弟，再多收1个又何妨呢？反正3个也是收，4个也是收嘛，就让我也当个小弟吧。陈伟玲立刻表示支持。还有我呢。毕金华见状，毫不示弱地紧跟着说道：大哥，你可不能丢下我不管呐！宁坤更是直接抱住了廖云芳的大腿，苦苦哀求着，简直不忍直视啊！幼灵实在难以相信，眼前这个人竟是他的大外甥，真是丢死人了。你先起来吧。一个大老爷们儿像个孩子似的抱着他的大腿，让他感觉十分怪异和别扭。不亲，就是不亲。刚才不是还说要认我做大哥吗？怎么连大哥的话都不听了？廖云芳暗自嘀咕，如果这个所谓的大哥能够变成大姐大，那就再好不过了。他特别痴迷于那些充满江湖恩怨情仇的电视剧。你答应做我大哥了？不然你觉得呢？还不快把手松开！我松开，我马上就松开！宁坤麻溜地站了起来，随后又跪了下去。大哥在上，请受小弟一拜！大哥在上，请受小弟一拜！你起来！这家伙想要他折寿呢。是，大哥让我起来我就起来，日后大哥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让我站着，我绝不坐着。靠啊！
居然被宁坤这小子捷足先登了，太不要脸了！大哥，还有我们几个呢，你不能厚此薄彼吧？你若是不收了我做小弟，我寝食难安啊，大哥！陈伟玲拿出他的3寸不烂之舌，加上和宁坤的不要脸，现学现卖，抱着廖云芳的另一条大腿。哎呀，别抱了，松开！你们几个我全收了。他可不想再被抱着大腿了。多谢大哥，多谢大哥，多谢大哥。好了，咱们得回去复命了。咱们回去吧。以后西北大营就是他廖云芳的家了。那手榴弹可是方哥自己做出来的？是我自己做出来的。你这不废话吗？那手榴弹不是老大做的，还能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吗？哎呦，你说话就说话，打我头作甚啊？那还不是因为你蠢？就是，问的都是废话。好了，你们几个别欺负陈伟玲。还是老大对我好。好的，老大。好的，老大。老大的话必须听。老大，我看到你还有一种拿在手上的武器，不是用丢的，是何物啊？宁坤就像一个好奇宝宝，一个问题接一个。你说的是这个吧？廖云芳把枪拿在手上。这是枪。幼灵替廖云芳回答。你是如何知道的？幼灵连续打了好几个喷嚏，是哪个兔崽子在背后念叨他？我就是知道，好歹我也是你舅舅，知道的比你多也不足为奇。其实他也就比宁坤大不了几岁，操的却是当爹又当娘的心。等我回去我就告诉我娘，说你私藏。啥？好啊，动不动就拿他娘出来压他，看来是太闲了。你们俩是什么关系？我知道，老大，宁坤是右先锋的大外甥，宁坤他娘是右先锋的亲姐姐。陈伟玲抢着说。哦，原来是这样。大哥，这枪是如何使的？可否教教小弟？教你们可以，但是你们得答应我，不能滥杀无辜，否则我绝不轻饶。大哥你放心，我宁坤发誓绝不会滥杀无辜，有违此事，天打五雷劈。我六子发誓绝对不会滥杀无辜，否则就让我日后生儿子没屁眼儿。我陈伟玲发誓，日后定不会滥杀无辜，有违此事，不得好死。我毕金华发誓，绝对不会滥杀无辜，有违此事，天诛地灭。古人还是比较相信这些的，廖云芳就暂且相信了。好，等有时间了，我就教你们怎么用枪。我不只会教你们用枪，还会教你们其他的。其他的？老大，你还要教我们扔手榴弹吗？这个嘛，再看吧。做手榴弹这种事儿，他还没想好要不要教他们。那老大，你还要教我们什么呀？六子满脸期待地问道。孙子兵法。廖云芳微微一笑，声音中带着一丝坚定和自信。既然这些人都是当兵的，将来要行军打仗，怎么能不深入学习一下孙子兵法呢？孙子兵法？难道是孙子学的兵法吗？毕金华一脸疑惑。孙子并不是你们所想的那个意思，这里的孙子是一个人的名字。哦，原来如此，居然还有人起名为孙子。你们可不要小瞧了这孙子兵法，他可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以后你们就会明白他的厉害了。他当真做到了，以一人之力对抗5万大军，不损一兵一卒，大获全胜。吩咐下去，让火头营的人准备米饭。大获全胜是该好好庆祝庆祝。左峰亦是不可思议，这种毫无悬念的仗，他们西北大营居然赢了，还赢得如此的干脆利落。将军，末将这就去火头营吩咐，定让廖云芳吃好喝好。日后你可莫要再与他起争执了。论武力的话，你能胜他一筹，但是此人是个有勇有谋之人。
你在他手上未必能讨到好处。末将明白。听闻廖云芳击退了敌人，是他们整个西北大营乃至整个吴起国的大英雄，左峰敬佩廖云芳都来不及，又怎会为难于他呢？再准备一下吧，咱们去迎接咱们西北大营的大英雄。祝我们的大英雄凯旋归来！廖云芳，廖云芳！此刻，廖云芳是他们所有人心目中的大英雄。他们原本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未曾想到峰回路转，敌军居然被廖云芳一个人击退了。廖云芳此次立了大功，本将军决定让廖云芳当军师。本将军决定让廖云芳当军师，各位可有异议？将军英明，我等并无异议。这个军师，廖云芳当之无愧。好，今晚为军师接风洗尘，火头营的饭菜可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你如今立了大功，可有什么要求？立功者理应论功行赏。廖云芳顺势提出了想拥有一个独立营帐的要求。她是个女的呀，和几个大男人住一起睡在地上还是很不妥的。准了。多谢将军。左峰，你去安排。是，将军。可还有其他要求？有，能不能让人给我烧桶洗澡水？来到这里，他已经3天没洗澡了，他都能闻到自己身上的酸臭味。可以，火头营的人立马去安排。是将军。军师先去稍作休息，晚上军种会替军师庆功的。好，多谢将军。尔等都散了吧。是将军。军中前些时日是不是送了一批女子来了？是的，将军。去挑2个姿色好的伺候军师。2个？怎么，你有意见？不是，末将是怕军师那副小身板吃不消。吃不吃得消是他自己的事情，你挑2个过去便是。是，将军。将军都这么说了，幼灵自然不会有意见。男人好色，英雄本色嘛，这天底下哪有不好色的男人？也就他们将军清心寡欲，30岁的男人还未尝过男女之事的美妙。西北大营一处营帐，里面有20-30个女子，穿得清凉，花枝招展。她们都是被发配到西北大营当军妓的。哎，外面好生热闹啊，是发生何事了？不知道呢。你们说，今日谁会让咱们去伺候？每天他们谈的最多的就是军中的男人，以此度日。我猜是胖虎，毕竟这军中他的力气大是数1数2的。我看啊，不止力气大吧。女子秒懂红衣女子的意思，毕竟她们已经都不是什么黄花大闺女了。红衣姐姐，你认为这军中谁最厉害？你是指哪方面的厉害呀？呀，红衣姐姐，你好不正经啊！正经？他们都是军妓，何谈正经？你还当自己是正经人家的女子呢？来了这儿，哪里还有正经人家的姑娘？来了这儿，哪里还有正经人家的姑娘？希望这次啊，不会叫到我去。我也不想去。姑娘们你一言我一语，在这里她们也没有名字，就以衣裳的颜色相互称呼。老天爷，你开开眼吧！姑娘们说话间，幼灵和看管他们的将士走了进来。今日要去伺候的是军师，你们谁愿意去，自己站出来。这些女子曾经都是官家小姐，个个都是容貌上乘的，各有各的美，让她选，她还真选不出来哪个好看。没人愿意去吗？军师骁勇善战，以1人之力击退5万大军，尔等能够去伺候军师，乃是3生有幸。若是伺候的好了，保不准会被军师留下，日后跟着军师一同回京也不一定。右先锋，
你说的可是真的？奴婢们还能再回京中吗？自然是真的。白衣女子眼睛亮了亮，站了出来。右先锋，奴婢愿意去。还有谁去？今晚军师营帐中要2个人去伺候。红衣女子咬咬牙。右先锋，奴婢去。你们2个跟我来。是，右先锋。是，右先锋。六子和宁坤像是门神似的站在外面把风，幼灵就当没看见。这几个家伙认了军师当老大，殷勤得很。你们2个进去吧，军师在里面沐浴，把人给我伺候好了。不可，他们不能进去。有何不可？老大在里面沐浴，任何人都不得踏进这里。宁坤，你是诚心和我过不去吧？军师一个大男人在里面沐浴，你们2个还在这里把风，你们俩是闲的没事干了是吧？大家都是男人，他还怕人看了不成？老大特意交代的，不管是谁来了，都要拦着，不能让他们进去。老大说了，不让进去就是不让进去。我是奉将军的命前来送人的，让我进去，送了人我就走。不可！说什么宁坤都不放人。宁坤，幼灵本就不是好脾气的人。你别那么大声，我听得见。行，那我就在这儿等着。本就是营帐，一点也不隔音，外面的说话声传进了廖云芳的耳朵里。他还真的是怕人家传进来看到他洗澡，他又不是真的男人，他是女扮男装的呀。邱先锋，进来吧。邱先锋，进来吧。幼灵瞪了宁坤一眼，带着2个美娇儿进了营帐。廖军师，这2位姑娘是将军派来伺候你的，你看可还行啊？这也太时髦了吧，古代就有这么穿了吗？还是说因为这里是架空的时代，女子的穿着就是这样的？长得不错。确实不错，2个姑娘的肤色都是白里透红的，红色衣服的女子看起来比较耀眼妖媚，白衣女子看起来比较清纯。军师喜欢就好，幼灵就先告退了。好，你先还是我先？红衣女子问白衣女子，他们此次的任务就是来伺候军师的。你先。军师，奴家红衣。红衣上前行了个礼，这军师长得也太好看了，雌雄莫辨呢。哦，你好。奴家替军师宽衣。我已经沐浴过了，不需要再宽衣沐浴。军师这是何意？红衣女子不明白。你脱衣裳做甚？别脱了。奴家不脱衣裳，要如何伺候军师啊？难道也要穿着衣裳？廖云芳嘴角抽了抽，傻眼了。若是不能被军师看上，他就没有机会回京了。想到这儿，红衣哭得更伤心了。别哭了，别哭了，哭了就不好看了。军师，唉，我真不用你们伺候，你们回去吧。不要啊，军师，你就留下奴婢吧。被送回去，等待着他的就是干不完的活和暗无天日的日子。他不想被送回去。白衣女子同样也不想被送回去，跪在廖云芳面前苦苦哀求。军师，留下奴家吧，奴家可以任由军师处置。怎么处置，他们心知肚明。廖云芳一个头2个大，留下他们干嘛？他又不是男人，做不了那档子事儿啊。哎，我真的不需要，你们别这样，起来好不好？求军师留下奴家吧，求军师留下奴家。他们除了求军师，已经别无他法了。好了好了，我让你们留下，你们先起来。多谢军师，多谢军师。只要能留在军师身边，他们就是有机会回京的。我先跟你们说好，
你们要留在我这可以，但是约法三章，不许接我身，明白吗？但是约法三章，不许接我身，明白吗？是，军师。是，军师。看来军师和将军一样不好女色，好在军师会怜香惜玉，没有将他们送回去。营帐外，六子和宁坤把他们说的话都听进去了。六子压低声音说：你说老大是不是不行啊？不然为何不让他们晋升啊？这话你敢不敢让老大听见？咱们老大肯定是不喜欢这儿的姑娘，才不让他们晋升的。这儿的姑娘是什么货色，军中的人心知肚明。白衣的肚子传出了不合时宜的声音，今日只吃了一碗白粥，她肚子有些许饿了。可是肚子饿了。廖云芳是知道吴起国现在缺粮的状况的，红衣和白衣窘迫的点点头。廖云芳拿出2条士力架，吃吧。这是给奴家吃的。奴家多谢军师。吃吧。白衣和红衣曾经都是大家闺秀，吃东西也是细嚼慢咽的，看美人吃东西也是十分赏心悦目的。吃完去收拾你们的东西搬进来，自己打地铺。是，奴家这就回去收拾东西。奴家告退。白衣心里也是美滋滋的，从那个营帐搬出来就是回京的第一步。等着吧，那些害他的人，他一定会以其之道还治其身的。军中为何会有女子？他刚来军中，还不清楚军营的奖惩制度。那是军纪。军纪？六子的声音拔高，廖云芳也听见了。原来是军纪，那就说得通为什么他们穿的那么少了。是啊，陛下体恤咱们常年在外打仗，所以每年都会送几十个女子过来。将军就定下了奖惩制度，每天咱们这儿都会有比试，得胜者都能去挑一个军纪伺候。几十个女子，军中的男人成千上万，他们受得住吗？受不住的就死了呗。宁坤说得风轻云淡，好似死一个女人无关紧要。廖云芳听了，心里挺不是滋味的。那你有没有呢？当然有了，只不过没成功罢了。几次啊？男人开黄腔实属正常。4次。宁坤睁着眼睛说瞎话，他是不会告诉六子自己1次都没成的，若是被人知道，那就太丢脸了。厉害。宁坤，你来西北大营多久了？3年了。那你同我说说这西北大营。六子眼睛放光，他早就听闻西北大营的将士们十分勇猛，尤其是大将军易水寒，战无不胜。好啊，那我同你说说咱们的大将军。咱们的大将军名叫易水寒，今年29岁，尚未娶妻，也没有妾室，不好女色。咱们军中的军纪，他是一个都没碰过。军中不少人都猜测他有龙阳之好。不能吧，咱们将军看着就是很厉害的，怎么会有龙阳之好呢？不要命了，你小声点。咱们大将军真有龙阳之好啊？8成是，否则如何解释他29岁了还没有碰过女人？廖云芳在里面听得点点头。古代男人3妻4妾，早的15岁都有通房了。这易水寒29岁没女人，可惜了。那依你之见，咱们大将军在军中可有中意的？依我看呢，大将军十有8九是看上我舅舅了。廖云芳吃了好大的瓜。大将军总是喜欢3更半夜喊我舅舅去他的营帐，很多时候都是整宿都在将军的营帐里。你说说，何事需要3更半夜的偷偷摸摸的谈？我可怜的舅舅啊，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失身给大将军。若是我娘知道了，她该有多伤心呢？我娘还在给我舅舅相看姑娘呢。易水寒站在身后，脸色铁青，他竟不知道半夜3更和右先锋商量紧急对策，居然被传自己有龙阳之好了。
也不知道我舅舅和大将军谁在上谁在下。你这么想知道，不如今晚亲自去本将军的营帐中瞧瞧，可好？宁坤听着这声音打了一个冷战，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将军，您怎么来了？怎么，本将军不能来这儿？当然不是。宁坤欲哭无泪，大将军的眼神也太可怕了吧！若是眼神能杀死人，他这会儿绝对死得透透的。六子低着头，屁都不敢放一个。本将军看你是吃得太撑了，闲得没事干，罚你去把全军营的袜子给洗一次，洗不完不准用膳。洗袜子？将军，你是开玩笑的吧？本将军从不开玩笑，本将军从不开玩笑。六子！宁坤想喊六子帮忙，六子可不给他这个机会。将军，末将突然想起来，军师交代末将去办仪式，末将先行告退。还不等易水寒开口，六子就一溜烟的跑了。不去洗袜子，还杵在这做甚？末将领命。廖云芳还在偷听，没想到易水寒掀了帘子进来。本将军会吃人吗？不，你不吃人，只是断袖。一想到宁坤说易水寒有龙阳之好，他就浮想联翩。作为现代少女，她是能接受男男相爱的。本将军没有龙阳之好。明白。现代有句话叫做解释就是掩饰，明白罢了。越描越黑，左右是个误会，越描越黑，左右是个误会，没必要同他多做解释，只要日后的夫人不要误会了就好。晚上军中为你庆功，别缺席了。好的。走了。易水寒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真可惜。为了给廖云芳庆功，易水寒安排了歌舞。易水寒坐在主位，廖云芳的位置挨着他，白衣和红衣就在他两边站着。跳舞的舞姬身姿摇曳，婀娜多姿。好，跳得好。今日的安排，军师可还满意？尚可，就是缺了点东西。哦，军师不妨说来听听。良辰美景，歌舞升平，独独没有酒，未免有些不解人意。此乃军营重地，不能饮酒。喝酒误事，几年前正是因为站岗的士兵喝了酒，微醺的，导致了敌军袭击都未能发现。不可饮酒吗？军师若真想饮酒，可等收回城池之后，回到京城，本将军同陛下讨要几坛好酒，定让军师喝个痛快。收回城池？将军的意思是咱们还要去打仗？是啊，蛮藩人抢占了吴起国8座城池，最可恨的是，他们连我国的老弱妇孺都不放过，见人就杀。若是不把蛮藩人打回蛮藩，他们定会再次攻打我国。本将军要先下手为强，不知军师对此有何见解？说是不想再去打仗，唯一统天下，百姓方能安居乐业。六子闻言双眼一亮，咱们老大是远大抱负的，我都能想到日后吴起国若是一统天下，咱们就是吴起国的大功臣了。到那时候我又买一大宅子，买一堆的丫鬟，让我娘住进去享福。我要光宗耀祖，3妻4妾。我要求娶心爱之人。陈伟玲的心爱之人是员外的女儿。她只是府里的一个下人，平儿从未嫌弃她。员外得知她和平儿私定终身，将她赶出了员外府，平儿也被员外关了起来。平儿，等着我，等我有了战功，定回去娶你。军师可有妙计？自然是有的，但是能不能先好好欣赏美人跳舞，好好吃饭？是本将军太着急了，
军师喜欢看，便慢慢的看，多吃一些。易水寒也知道一统六国之事急不得，他还得写信给陛下，有些事儿他必须说得详细些。左峰端了一杯茶，走到廖云芳所在之处。军师，左峰在这以茶代酒，向将军赔个不是，希望军师对于左峰近日的辱骂行为可以既往不咎。左峰这个人能屈能伸。嗨，好说好说，我也没有往心里去。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以后大家都是兄弟。军师就是军师，此等气度是我等楷模。军师大气，左峰先干为敬。左峰端起茶杯，一饮而尽。军师，俺叫志远，是个大老粗，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但是咱敬重你，俺在这里以茶代酒敬你一杯。好，喝。廖云芳回到自己的营帐后，直接就躺床上了。虽然没有现代的舒服，但是这已经是2日来睡得他最舒服的地方了。军师，可需要奴家暖床？红衣走上前问。廖云芳被吓得一个机灵，坐起了身。不，我不需要你们给我暖床，你们自个儿打地铺去。是，军师。白衣在红衣身后诺诺的应声。军师为何不让他们伺候？莫不是嫌弃他二人？也是，他们这种残花败柳，谁会在意呢？我看你们的行为举止、言谈方面像是大户人家的，为何会落得如此一言难尽的地步？唉，因为家父贪污受贿，借额数多，陛下一气之下，将家中男眷全部流放，女眷全部充当军妓。这倒像是皇帝的一派作风。电视上不是常常有演吗？哪个大臣犯了滔天大罪，诛九族？白衣，你呢？奴家是被人算计了。被人算计了？怎么说？说来听听。是，奴家原本是家中嫡女，父亲听信小人之言，宠妾灭妻。奴家娘亲一蹶不振，在奴家18岁时便仙逝了。姨娘上位，被抬为正妻。奴家原本以为姨娘是个好的，不曾想她狼子野心。只因为奴家从小和尚书家的公子有婚约在身，她便怀恨在心，不想让奴家好过。奴家的妹妹和尚书家的公子有染，两人狼狈为奸，暗度陈仓，陷害奴家与家丁有染。父亲要将奴家打死，奴家的好妹妹向父亲求情，说奴家水性杨花，应该先给陛下送到军中。奴家就是因此沦落至此的。白衣恨不得杀了那对母女和那个负心汉，他不过是不愿意婚前失贞于他，他便伙同妹妹这样对他，让他背上水性杨花的骂名和恨。也就是说，你们都不是自愿的？自然不是自愿的，但是奴家们也别无选择。陛下的旨意谁敢不从？抗旨的下场便是杀无赦。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还有一丝报仇的希望，死了可就什么都没有了。你想报仇？奴家想，做梦都想，只是来到了这军中，能活到几时都不知。这话怎么说？他们还会杀了你们不成？奴家们每天都要给好几个将军轮流暖床，前些时日就有姐妹死在了榻上。军中的男人个个如狼似虎，有些还喜欢打人，姐妹们不死也残。你怎么什么都说？若是被人知道你在军师这嚼舌根，可没你好果子吃啊！军师也是男人，他们哪有资格说这些话？无妨，你们想离开这里吗？或者说，你们想不想改变现状？军师可愿意带奴家们离开西北大营吗？他们的机会来了。他们还以为让军师带他们离开西北大营还需要大费周章，未曾想军师先开口了。你们愿意跟着我的话，我可以带你们走。跟将军要2个女人，将军应该不会不答应的吧？只是你们就这样回去，只怕处境不会比在西北大营好。一个罪臣之女，
又是在西北大营当了军妓，古人的唾沫星子都能把他们淹死。要回京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你们都是罪臣之女，若是贸然回去，只怕会被有心人拿出来大做文章，届时你们的处境只会雪上加霜。回京之际，只有你们戴罪立功，让皇上下旨高调的请你们回京，到那时候你们也有底气。求军师指点，求军师指点。白衣和红衣跪了下去。起来说话，我不喜欢别人跪我，记住了。是，军师。让你们去打仗，你们可愿意？让你们去打仗，你们可愿意？什么？军师是说让奴家去打仗？奴家们只是女子，如何能上战场打仗？女子为何不能打仗？花木兰从军，穆桂英挂帅，哪一个不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花木兰和穆桂英是谁啊？好吧，你们都不知道，不过没关系，你们只要知道她们都是女子就可以了。女子也是可以有一番大作为的。可是奴家只会绣花、洗衣裳，根本不懂得如何打仗，整军功谈何容易啊！这个你们不用操心，我可以给你们特训。吴起国要一统天下，能人异士少不得。多谢军师。有了军师这句话，红衣和白衣就如同吃了定心丸。好了，时候也不早了，你们自行去休息吧。困意袭来，他只想睡觉。是，军师。是，军师。看到廖云芳盖上被子后，红衣和白衣才去找角落休息。廖云芳美美的睡到了日上三竿。这一觉睡得真舒服啊！白衣和红衣早早就起来等着了，应该说是兴奋的一夜都没睡。军师，醒了，奴家这就去给你准备漱口水。有劳了。军师，奴家伺候你穿衣。伺候我穿衣就不必了，我自己来就行了。是，军师。白衣站在原地未动。廖云芳简单的整理好衣服后，红衣就从外面进来了。军师，可以漱口了。好。老大，吃饭了。未见人先闻声，宁坤那欢快的声音传了进来。老大，我刚去火头营给你提饭来了，还热乎着呢，快来尝尝。宁坤把食盒放在桌上。什么味道？好臭啊！宁坤，你洗澡了吗？老大，我还没洗漱呢。将军罚我洗袜子，我洗好袜子就去火头营给你拿饭菜了，所以我还未进食。快夸我，快夸我！我这个小弟是不是特别称心意？呵呵，我谢谢你哦，怪不得身上一股味儿呢。宁坤送来的饭菜，他不是不敢吃了，他怕熏死。既然你还没吃，那这些饭菜就留给你吃好了。给我吃？老大，还是你对我最好了。你就在这慢慢吃吧，我去找将军商量点事。你就在这慢慢吃吧，我去找将军商量点事。好的，老大，你先去忙吧。白衣和红衣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宁坤，心想怎么会有这样的傻子。走吧，你们跟我一块去。是，军师。是，军师。廖云芳去过易水寒的营帐，不用人带，他也知道怎么走。他和他的营帐隔得不远，片刻时辰就走到了。见过军师。将军可在？在，将军正在用膳。正在用膳啊？正在用膳好，那我进去了。哦，好。将军正用膳呢，正好我也还没吃，不介意再多个人吧？为什么说在呢？因为左峰和幼灵都在。无妨，坐吧，一起。既然军师要在这用膳，那属下就去火头营吃了。左峰自觉地离开。属下也去火头营吧。军师、将军，你们慢慢吃啊。左峰，你等等我。幼灵站起身，也出了营帐。是他们自己走的，
我可没有感人啊。哎，你们俩吃了没？要不坐下来一块吃？军师，奴家们吃过了的。其实他们还没吃，但是不敢表现出来。行吧，那咱们吃。将军，我有事同你说。何事？我想让军中的女子一起去打仗。你说什么？你疯了吗？我当然没疯。没疯，你在这儿风言风语的。我是认真的。说，你们两个给军师灌了什么迷魂汤，让军师如此替你们说话？你们安的什么心？将军饶命！来人啊，把这两个乱嚼舌根的长舌妇拖出去，乱棍打死！不要啊！将军饶命！将军饶命啊！见过将军，军师。把这两个娼妇给本将军抓起来，乱棍打死！是将军。将军饶命啊！红衣和白衣都被吓坏了，大仇未报，他们就要命丧黄泉了，真是不公。慢着，易将军，他们两人并未犯错，你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将人处死，未免太过草率了。他们胆敢蛊惑军师，就是罪该万死。他们没有蛊惑我，你是不是觉得女子天生就该低男子一等？难道不是吗？哼，笑话！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同样能做。相反的是，女人能生孩子，你们做男人的能吗？口口声声说女子不如男，那生你们养你们给了你们生命的母亲呢？那生你们养你们给了你们生命的母亲呢？在你们这些人的眼中，是不是一文不值？廖云芳同样身为女子，是不会愿意女子被人看低的。哼，廖云芳，你别仗着自己有几分本事，就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天下无敌，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是你太过偏激。为了这两个贱人，你说本将军偏激？易水寒和大多数男人一样，看不起这些军妓，所以他也从来都不会去碰这些女人，他觉得脏。你骂谁贱人呢？这里的女人没有一个是心甘情愿的。若不是皇上下旨不得抗旨，谁愿意做军妓？同样是爹生娘养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冥顽不灵。我说再多也没用，不如我们打赌，你给我1个月的时间，1个月后，我的女兵和你的男兵对打，若是我的女兵胜了，你就让他们一起上战场挣军功；若是输了，我任你处置。有人笑场了，真不怪他，是军师夸下的海口太好笑了。打赌可以，但是你不能给他们武器。好，一言为定。我还有一个要求。说。这1个月，军中的将士有需求都不可以找他们。什么需求，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好，本将军就答应你这个要求。营帐外的一群女子感激地喊道：奴家们见过军师。军师和将军的打赌他们都听见了，军师是第一个会替他们着想的人，他们不能辜负军师的期望。我跟将军打的赌你们都听见了吧？回军师，听见了。好，既然听到了，我也不再多说。留给你们的时日不多，只有1个月的时间。这1个月我会给你们进行特训，特训会很苦，也会受伤。如果不想参与的，你们现在就可以退出。不，我们不退出。好，现在回去准备，把你们的头发盘起来，跟我去跑步。让他们跑步是廖云芳让他们锻炼体质的第一步。是，军师。六子和毕金华、陈伟玲、胖虎、小夫等人面面相觑。宁坤呢？毕金华问了一句。不知道啊，他被将军罚洗袜子了，一夜都未曾回营帐。走，找他去，他肯定还不知道军师和将军打赌的事情。快走，快走！宁坤此时正在廖云芳的营帐里吃得正欢呢。京城，距离国师所说吴起国3星降临已经过去5日了。这几日，为了寻找拯救吴起国之人，皇帝带着身边的公公微服出巡。
寻找了5日，还是毫无头绪。小李子，你说这人会藏在哪儿呢？怎么咱们就是找不到呢？京城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能找的地方他们都去过了，还是一无所获。奴才不知。小李子低着头，小声回答：快！怡红院和宜春院打擂台了，这下可有好戏看喽！快走，慢了就没位置了。这怡红院和宜春院，哼，一听名字就不是什么正经人家去的地方。爷说的是，咱们可是要去瞧瞧。走，瞧去。朕得去看看他的子民是如何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挥金如土的。是，爷。宾客们围坐在华丽的桌旁品茶谈笑，而舞台上女子们犹如燕子般轻盈地飞舞，她们的舞姿优雅，长袖飘飘，似翩翩起舞的蝴蝶，让人目不暇接。奴婢听说怡红院新来了一个姑娘，每天都在教她们唱曲和跳舞，也不知能练出什么花样来。依奴婢看，她们不过是在做无谓的挣扎罢了。全京城有谁不知咱们蔷薇姑娘能歌善舞，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唉，咱们姑娘生得真美。走吧，该下去了。客人们应该也等得着急了。是，姑娘。是蔷薇姑娘来了。原本还热闹喧嚣的场所，因为蔷薇的到来，所有人的目光都朝她看去。蔷薇姑娘好美！一日不见，蔷薇姑娘又美上几分了。让各位客官久等了，蔷薇在这儿同各位客官赔个不是。为了聊表歉意，蔷薇献舞一曲，还望各位客官莫要生蔷薇的气呀。嘿，蔷薇姑娘不必自责，能见到蔷薇姑娘曼妙的舞姿，是我等的荣幸。蔷薇献丑了。蔷薇跳舞的腰肢纤细的仿佛一握即断，却又有着不可思议的韧性，每一次舞动都像是在挑战着物理的极限。底下的男人的眼睛都不带眨的，生怕错过了花魁精彩绝伦的舞姿，好，交姨，等会儿让蔷薇陪我喝几杯。好，一会儿啊，我安排蔷薇先上邓公子那儿去喝几杯。先，本公子给的银票还不够多吗？你竟然还要让蔷薇去陪其他人？哎呦，邓公子，你又不是不知道蔷薇的规矩，一个客人只陪半个时辰，且不卖身。本公子天天来捧他的场，就不能为本公子破例一次？还请邓公子莫要让我为难，尚书府的那位也要蔷薇过去，我可得罪不起呀。你的意思是，尚书府的你得罪不起，本公子你都得罪得起是吗？哎呦，邓公子，这你可就太冤枉我了。哪次你来，我不是把蔷薇第一个安排给你的？邓禄普想了想，哪次你来，我不是把蔷薇第一个安排给你的？邓禄普想了想，好像是这么回事。每次他来，蔷薇去的第一个房间就是他的。啊，这倒也是。罢了，本公子就不为难你了。嘿，多谢邓公子，一会儿啊，我一定让蔷薇和邓公子多喝几杯。邓兄，咱们去怡红院。本公子不去，怡红院的姑娘哪有蔷薇姑娘好看呀？不是啊，怡红院有新花样，而且新来的姑娘比蔷薇姑娘还要美上几分呢。刘俊基，此话当真？怡红院新来的姑娘当真比蔷薇姑娘还美？邓禄普在蔷薇身上砸的银子也够多的了，碰又不让碰，他都烦死了。要不是看蔷薇漂亮，他早就走了。我还能骗你不成？快去看看。哎，走。怡红院的姑娘们居然当街跳起了街舞，和往日他们所看的那种柔柔软软的舞姿不同。这跳的是什么舞啊？看着就好带劲儿的感觉。不知从未见过。怡红院的姑娘全换了吗？怎么都是新面孔？
比以前那些姑娘漂亮多了。这兰姨是下了血本啊！那个打鼓的怎么还戴着面纱呀？不会是长得丑不敢见人吧？看身段应该是位美人，好想让她把面纱摘下来。是的，徐雅涵戴了面纱，这也是一种营销手段。戴着面纱可以给人一种神秘感。再跳一段，再跳一段。那就再来一段肚皮舞。徐雅涵一打响指，就有另外一批姑娘出来了。这次怡红院的舞蹈如同一场视觉的盛宴，让人沉醉其中无法自拔。伤风败俗，不知廉耻，这穿的还不如别穿了。哎呦呦，狐妹子就是狐妹子，穿着肚兜也敢出来，他们怎么不干脆别穿了？女人们都愤怒地骂着，没看到他们的夫君眼睛都看直了吗？这些个狐狸精，平时在青楼里面勾引男人还不够，竟然跑到街上，在大庭广众之下跳这种伤风败俗的舞蹈，在大庭广众之下跳这种伤风败俗的舞蹈。呸，真不要脸，他们怎么不在大街上接客？夫君，咱们回去吧。回什么回？没看到我看得正尽兴呢吗？要回你自己回去，别在这碍我眼。看什么看？回家去，不就是扭几下腰？想看，老娘回家跳给你看，看个够去。哎呦，夫人，疼！你先放手，我不看就是了。哼，谅你也不敢看。哎，是，夫人，他们哪有你好看呀？在为夫心中，夫人最美。还有啊，你刚才可是说了回家跳舞给我看的，你说话可要算数啊。哼，跳就跳，我说话算话。哎，好，走，咱们回家去。一个公子哥手里拿着折扇。这个刘文真给咱们男子丢脸，你看他那怕媳妇的样子，被他媳妇揪着耳朵，屁都不敢放一个，还笑嘻嘻的让他媳妇回去跳舞给他看。可不是嘛，也就刘文才会把孔如意那个母老虎当成宝。怎么走了？哎，怎么不继续跳了？哎，我还没看够呢，别走呀，回来。各位公子，咱们姑娘也是要吃饭的呀。要吃饭就要银子啊，没银子谁给你白跳？这女人是怡红院的兰姨，若不是听着这熟悉的声音，焦姨压根就没认出来，这模样变化也太大了。焦姨，你说这个女人是怡红院的兰姨，她看着怎么好似少了10几岁？是她，她的声音就算化成灰我都能听得出来。那些跳舞的是不是还是怡红院原来的姑娘？应当是的。哎，那个戴面纱的女子是谁呀？哦，会不会就是新来的？红豆他们的妆容是不是就是她给画的？也太漂亮了吧！跳舞的姑娘个个都美得像画里走出来的妖精一样。不知道。哎，不就是要银子吗？拿去，给爷再跳一段。兰姨笑眯眯地看了一眼银票，好家伙，一出手就是100两。邓公子阔绰，里面请。里面呢，姑娘们有更精彩的绝活等着呢。邓公子，你这张银票只能一个人进去。什么意思？本公子给了你100两，你还要拦着本公子的朋友？你们怡红院的门槛什么时候这么高了？100两只能进一个人。邓公子有所不知，姑娘们近日为了给公子们表演，做了不少新衣裳，这银子花的也就多了。这都是徐雅涵给出的馊主意，说什么每人进去都要先买票，就是先给银子才让进去，这样会让人家觉得怡红院高端大气上档次。哎呀，邓罗婆，你不会连区100两银子都出不起吧？啊，哼，要是出不起，
逛什么青楼，喝什么花酒啊？不如回去陪你的小娇妻呀！啊！尚书的儿子尚志勇和邓禄普打小就不对付，什么事情都要比。哼，谁说本公子没钱？不就是100两吗？给你，本公子再多给你50两，一共给你250两。走，咱们进去。邓禄普又从怀里掏出一张银票，哎，拿着。徐雅涵不地道的笑了，还真是250。这是本公子和朋友的门票钱，400两，拿好了。好啊，我倒是不知道，这些人这么有银子，哼，几百两花出去都不带眨眼睛的，啊，哼，那些老东西不是说府里没银子吗？要他们把银子拿出来捐赠物资，一个个的跟我哭穷，哼，我看是只有在我面前穷罢了。哼，我看是只有在我面前穷罢了。皇帝生气了，就要有人倒霉了。爷，咱们可要进去。去？怎么不去？不去看看，怎么知道那些老东西的儿子是怎么挥霍无度的？哼，也不知道平时里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吴启国现日今日的地步，这些个老东西的责任少不了。萧清泽真是要气死了。二位看着面生啊，许是少来吧。萧清泽没和兰姨多话。公子今日可来对了，公子今日可来对了，怡红院今日有重头戏，保证您呐玩得尽兴。萧清泽的声音冷冷清清的，听出了喜怒哀乐。嘿嘿，怡红院的姑娘不错呀。确实不错，我看中间那个女子腰最软，爷今晚就点她。左边那个姑娘也不错，前面2团肉软软的，我喜欢。右边那个我要了，那双腿白得发亮，我都能想到他晚上的腿怎么缠着我了，光是想想我这兄弟就膨胀了。欢迎各位来到怡天堂。只见徐雅涵穿着一身深蓝色旗袍。欢迎各位来到怡天堂。只见徐雅涵穿着一身深蓝色旗袍，凹凸有致，高高竖起的衣领尽显纤细的脖颈似露非露，盘旋扭结而成的花扣两两相扣，玉宇环修，摇曳风情。200高高岔开的缝隙里，白皙的双腿若隐若现，女人的万种风情顷刻间摇曳无尽。我要她，我要她！哎呀，此乃人间尤物啊！这女的我要了，谁都别和我争。今日来这怡红院真的是来对了。邓禄普，你说你要就是你的了吗？本公子也要她。柳俊基，你诚心和我过不去是吧？柳俊基，你诚心和我过不去是吧？在怡春院和我抢蔷薇，如今在这怡红院又要和我争，那就看看谁抢到美人归啊！我出1000两，我出1500两。兰姨高兴坏了，她就知道徐雅涵是个摇钱树。各位稍安勿躁，我是这儿的新东家，不卖身呢。想睡老娘？老娘是你们这些种马能随便睡的吗？要也是她挑男人，而不是等着被人挑。她可是很挑剔的，一般男人可入不了她的眼。新东家还是个美艳无双的女人。姑娘，在下是太守之子邓禄普。姑娘的通身气质一看就不是烟花女子，敢问姑娘芳名？好，太守之子，官儿子，不错，是个有钱的能仔。小女子徐雅涵。不卑不亢，令邓禄普又多看中了几分。以往的姑娘听到她的身份，那双眼睛都贴在她身上了。
许姑娘好名字，芳名好听，人更美。在下是尚书之子柳俊基。尚书之子，那个说要出1500两税货的男人，又是一只待宰的肥羊，很好。不过这男人也够骚包的，穿得花花绿绿的，像只花孔雀，审美真差劲。柳公子谬赞了，跟古人说话就是麻烦，咬文嚼字，说话文绉绉的。萧清泽不动声色，很好，一个太守之子，一个尚书之子，看来这两人身家都十分雄厚啊。萧清泽越想越气，他要抄了这两个老东西的家。承蒙各位客官赏脸，我们怡红院现在不仅有姑娘，还有其他的新鲜玩意儿，想必各位都已经看到了，这些都是供客官玩的乐子。许姑娘，这些桌子椅子有何不同之处啊？这边的叫做卡座，座椅是软垫做的，软软的，不似平常的座椅硬邦邦的，你们可以坐下试试。本公子试试。本少爷也来试试。还有不少人也都坐在卡座上。这卡座软软的，坐在上头还挺舒服的嘞。赶明儿啊，本少爷也做一张放在家里用。徐雅涵脑光一亮，赚钱的商机又来了，他可以和木匠合作卖皮沙发呀。滕公子眼光可真好，这卡座是小女子设计的，在咱们吴起国是独一份。公子若是喜欢，小女子可以替公子和木匠搭个线，他就赚个中间价好了。不过要卖多少钱合适呢？那就有劳许姑娘了。许姑娘，我也要做一套。好的，柳公子，回头我和木匠说一声，这里有骰子，公子们可以和姑娘们一起玩摇骰子，输的人喝酒，我和姑娘们给公子等人示范一次。红豆、红杏、红樱，过来。许姑娘，坐下，给各位爷们示范一下咱们这个摇骰子喝酒的玩法。是，许姑娘。第一落座之后，骰子就开始摇起来了。徐雅涵先喊6个6，接着是红杏7个6，红豆喊8个6。红英看了看自己骰盅里的骰子，并没有6。开你。各位瞧，刚好是8个6，红英输了，喝酒。好。愿赌服输，许姑娘说了，他们是要卖酒的，这赌喝酒就要用碗喝，如此卖出去的酒才多，日后还会给楼里的姑娘提成，酒卖出去的越多，楼里的姑娘提成就越多。红英姑娘豪气呀！这可是一碗酒，不是一小杯，男人看红英的眼神都不同了。好了，继续吧。9个6，胜算应该是挺大的。开你。红英只有8个6哦，喝酒吧。红英认输，又倒了一碗酒。红英认输，又倒了一碗酒，一口闷喝了下去，但是喝得太急，被呛到了。红英，没事吧？没事儿，继续吧。2碗酒对红英来说还不至于醉了，那就继续。10个6。红杏看了看自己的骰盅，不敢再加6。开你。加起来刚好是10个6哦。红杏喝酒。红杏认栽，倒了一碗酒喝了下去。继续。骰盅再次摇起来。9个6。10个6。11个6。轮到红英，红英不信有那么多6。轮到红英，红英不信有那么多6。我不信我11个6，开你。有12个6，多了一个呢。罚酒，红英这次要喝2碗。红英撇撇嘴，委屈巴巴地朝着人群中的男人们看过去。我来替红英姑娘喝了。多谢公子，公子请坐，
红英给公子倒酒。男人坐到了红英身边，红英倒完酒，顺势坐在男人腿上。公子，红英喂你。好。哦，公子好坏啊！娇滴滴的声音令男人更加欢喜了。娇滴滴的声音令男人更加欢喜了。哪位公子愿意替红豆摇骰子吗？我来替红杏姑娘。一位高高瘦瘦的男人坐到红杏身旁。公子啊，可要帮奴家好好出气呀！好，本公子帮你出气。有哪位公子愿意替红豆？我替红豆姑娘。一个身穿紫衣的男子坐到了红豆身边，红豆同样也是坐到他腿上。好哥哥，加油！各位公子都是聪明人，想来已经会玩了。那我就先撤退一会儿，你们玩的尽兴。许姑娘有事先忙着。各位，这边还有几桌，想让姑娘陪着玩的，可以找妈妈点姑娘过来陪；想玩其他的，可以同我再看看别的。好。想喝酒的男人就去找兰姨了，想找其他乐子的就继续跟着徐雅涵走。各位，这是牌九。平日里公子们去赌场都是赌场的人掷骰子，公子们可想自己体验牌抓在自己手里的感觉。想，我来试试。我也来。还有我。少爷们看着这新鲜的玩意儿，都想试一试。我同各位讲一下规则，每个人2张牌，2张牌面加起来是8点赔率加1倍，2张牌面加起来是8点赔率加1倍，9点赔率加2倍，2张牌面一样的赔率是3倍。若是0点算庄家赢，由我们的美女发牌，这第一局就算是试牌，赢的算各位的，输的算我们的。边上的公子们都可以站队下注。许姑娘真大方。公子们对徐雅涵的好感度再次上升。徐雅涵笑笑，冲着发牌的美人说：好了，发牌吧。是，许姑娘。庄家6点，各位请开牌。嘿嘿，我是9点。我是5点。哈哈，我是8点。我是5点。哈哈，我是8点。5点输，但是我们东家说了，输的算我们的，所以这一局不用你们的银子。8点赔率加1倍，9点赔率加2倍。红薯赔银子。嘿嘿，本公子手气不错，一开局就赚了60两。来，你们跟着本公子下注，本公子让你们赚个盆满钵满。黑衣男子赚了2倍的银子，心里乐呵呵，自己拿牌的感觉果然比去赌场掷骰子赌大小有趣多了。好了，想玩的继续玩，咱们还有其他的乐子。徐雅涵带着剩下的公子哥来到4方桌前面。这个呢是麻将。徐雅涵带着剩下的公子哥来到4方桌前面。这个呢是麻将，还有纸牌，这种玩法比较多，公子哥们可以让姑娘们作陪，边玩边学。哎，不如许姑娘陪我们玩几把如何？邓公子相邀，雅涵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呵呵，和本姑娘搓麻将，你们可真勇敢。本姑娘3岁开始玩麻将，你们的钱袋子可要小心了。邓禄普和柳俊基、徐雅涵都落了座，还有一个位置没人。徐雅涵看了看站着的萧清泽，好帅的男人，刚才怎么没注意到？公子，这麻将需要4人才能玩，公子有兴趣玩玩吗？公子，这麻将需要4人才能玩，公子有兴趣玩玩吗？好啊，那就玩玩。小李子瞪大了双眼，要命了！皇上拒赌，若是被朝臣知晓，可不得了。皇上怎么就答应了呢？小李子幽怨地看了徐雅涵一眼，徐雅涵装作没看到，心里腹诽：切，不想让你家主子赌博，那来妓院做什么？
来看猴戏呢？柳俊基疑惑地看着萧清泽，这男子有些熟悉啊。不知这位公子如何称呼？我姓黄，叫我黄公子即可。好，黄公子，先拿2张牌，轮流拿，一个人拿够13张牌，拿完我再给几位详细说说这麻将如何打。各位公子都是第一次玩，这前面3把就算试水，咱们就玩小一点，10两银子起步，如何？才10两银子，这也太少了吧？哎，柳公子，10两银子不少了，这麻将翻倍可不是1、2倍的。咱们打国标麻将，国标麻将翻值最大的翻种是88番，分别是大3元、大4喜、13幺、4杠、连7对、9连宝灯、绿1色，共7个翻种。咱们打10两银子，88番可是要输880两银子的。这么多？皇帝皱眉。这么多？皇帝皱眉，他手里没有那么多银子，但是有些心痒痒，若是能赢几把，就有几千两了。也不是每把都这么多，也有2番的、4番的。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说再多也不如自己上手实践。如果都没有其他异议的话，咱们就开始吧。徐雅涵已经手痒了，有些迫不及待的要赚钱。行，那便开始吧。徐雅涵一边打一边讲解，毫无疑问，徐雅涵连赢3场。各位公子可学会了？若是还不行也没有关系，咱们再试几把水。男人是不能被质疑不行的，尤其是被漂亮好看的女人质疑。不需要再试水了，开始吧。萧清泽先开口，他已经学得差不多了。你们2位呢？我也没异议，可以正式开始了。我也没有异议。好，既然如此，那咱们就正式开始。凑上门的肥羊，不宰白不宰。银票银票，我来了。好，搓麻将开始了。东风，横1万，发财，1条2万，杠4万，碰白板，碰8条杠2筒。桌上只有麻将的碰撞声和几个人的出牌声。糊了。爷爷，咱们可没银子了，不能再打了。若是没银子给，被赶出去就丢人了。把这儿给我砸了！敢问大人，为何砸场子？为何砸场子？他问我为何砸场子？你笑死本大人了！本大人看你这个怡红院，他就是不舒服，还想砸就砸。他是这儿的县太爷，上面还有人，平时少不了仗势欺人。不过呢，你今晚若是能陪本大人，这本大人倒是可以考虑考虑，砸得轻一点儿。长得这么丑，还敢肖想老娘？老娘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啊！徐雅涵一巴掌招呼过去。哎呀呵，来呀，把这个不知死活的女人给本大人拿下！哼，想抓我？把这个不知死活的女人给本大人拿下！哼，想抓我？尽管来试试。上！把他给本大人抓到府上去，本大人享用完了，就让你们也尝尝滋味。你敢打官兵？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活得不耐烦了。我看吃了雄心豹子胆的人是你，区一个县太爷也敢到我这儿来撒野，你也不去打听好了，我背后撑腰的人是谁，就敢来找我的麻烦。我看你的乌纱帽是不想要了。玩心理战术，徐雅涵比谁都在行。他背后没人，但是糊弄一下这个县太爷还是没问题的。
姑娘，有话好好说嘛。姑娘，有话好好说嘛。哼，现在知道怕了，晚了。来呀，把这位县太爷给我丢出去！眼睛这么不好使，花了喂狗。别！姑娘，是下官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姑娘，还请姑娘原谅下官这一回啊。哼，跟本姑娘斗，你斗得过我吗你？好，原谅你？本姑娘怎么原谅你？你看我这场子被你砸得像什么样？姑娘，这都是下官的错啊，都是下官的错。怡红院的损失就由下官来赔，还望姑娘海涵，莫要跟下官计较。那你说说看，你这顶乌纱帽值多少钱？这个……哼，怎么，县太爷还没有想好？还是说县太爷认为自己这顶乌纱帽不值钱？敢砸本姑娘的场子，今天不让你大出血，本姑娘就不叫徐雅涵。姑娘觉得这个数可好啊？县太爷比了一个2字，徐雅涵摇摇头，比了一只手，他要5000两。县太爷脸色微变，5万两啊？5万两？我去！姑娘，这5万两会不会太多了呀？哦，太多了呀，那就把县太爷丢出去吧。别，都是自家人，别伤和气嘛。徐姑娘，这5万两下官出了，你千万别和下官计较。今日的事就此了了，你说可好啊？5万两银子，很好。区一个县太爷都有5万两银子，这应该还不是县太爷的全部家当。他这个皇帝当的，国库只剩下1500两，岂有此理！等他回宫，就把县太爷的乌纱帽摘了。拿来。徐姑娘，下官没有带这么多的银票出门啊。那就让你的人赶紧回去取。今日不把银子交出来，其中的后果你自己负责。徐雅涵威胁人也是一套一套的。煮熟的鸭子可不能飞走了，是，下官这就让人回去取。总算是解决了，5万两保住他的乌纱帽，值了。让各位受惊了。为了聊表歉意，今日各位的酒水全部免单。许姑娘大气，不愧是当东家的人，这气度就是和旁人不同啊。是啊，许姑娘不仅貌美如霜，更是女中豪杰。徐雅涵的这波操作赚足了这些男人的好感。之后他们若是想要找乐子，第一个想到的必然就是怡红院。大家都玩去吧，酒喝尽兴了，姑娘们可要把公子们伺候好了，切莫要让公子们扫了兴致。是，许姑娘。好了，黄公子、邓公子、柳公子，咱们继续。不了，我该回去了。萧清泽冷笑：太守、县太爷、尚书，等着被抽家吧。黄公子如此着急回府，可是家中有悍妻。徐雅涵趁机打听他的婚姻状况。这男的长得一表人才，相貌堂堂，脖子以下全是腿，一看就是那方面强的。并未，在下并未娶妻。皇帝的妻子是一国之母，是皇后，那些嫔妃都只能算是妾，他还没有皇后；那些嫔妃都只能算是妾，他还没有皇后，那就是没有娶妻。那黄公子可否赏脸陪我走走？机会是自己创造的。许姑娘相邀，是在下的荣幸。邓禄普和柳俊基不愿自讨无趣，自行离开了。许姑娘，这是做甚？一个女子带着一个男子去闺房，其中的含义无需多说。
我想请公子喝酒。喝酒壮胆，才好干坏事。许姑娘，我不会娶你。啊？谁要你娶啊？我可没打算嫁人，我自己能挣银子，嫁人做甚？许姑娘此言差矣。自古以来，没有哪个女子是不嫁人的。不嫁人，当老姑娘可是会被笑话的。不嫁人，当老姑娘可是会被笑话的。笑话？我才不在乎其他人的想法，其他人的想法和我有何关系？若是其他人的想法我都要去在意，我不是要累死气死了？其他人的看法可以不用在意吗？可以呀，哼，为何不可以？只要自己问心无愧，其他无关紧要的人理那么多做甚？人生无常，人生短短几十载，为何不让自己活得自在些，开心些呢？徐雅涵的话使萧清泽茅塞顿开，豁然开朗。许姑娘豁达通透，许姑娘豁达通透。萧清泽还是第一次遇到如此与众不同的女子，貌美如花，聪慧狡黠，好像把她接进宫中也不错。徐雅涵丝毫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人盯上了。来，坐这儿。来这儿怎么能不喝酒呢？我和你说，我们怡红院的酒可好喝了，你不喝是一大损失。哦，是吗？那我可要好好品尝品尝。那肯定要好好品尝品尝，保证让你回味无穷。徐雅涵拿起酒坛子就往桌上的酒杯倒酒。啊，干杯！干杯！啊，干杯！干杯！喝到最后，徐雅涵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喝了多少杯酒，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抱到床上的。等到徐雅涵睡醒时，已经是日上三竿了。萧清泽早已经离开回宫去了。啊，水。许姑娘，水来了。春桃端了一杯水来到床前，徐雅涵咕噜一口喝了下去。还要？他的嗓子都快痛死了。都是那个男人，他都说不要再来了，他还不听，像头饿狼一样，把他吃得连骨头都不剩。啊，禽兽！害他下不来床，不是禽兽是什么？啊，禽兽！害他下不来床，不是禽兽是什么？许姑娘，你还好吗？没事，本姑娘好得很。对了，县太爷昨晚有没有拿银子来？差点就把这茬忘了。拿了，兰姨替你收下了。许姑娘可以去找兰姨要。兰姨肯定不敢私吞许姑娘的银子，不过许姑娘也太狠了，拿了县太爷的银子，还是让人摘了他的乌纱帽，还把县太爷的家给抄了。这件事儿传得沸沸扬扬的，都在说许姑娘大有来头。啊，拿了就好。可知昨日营业额如何？奴婢不知，但是奴婢知道楼里还有好多人还在赌，一夜都未曾归家。知道了。姑娘可要洗漱？要。水送进来后，春桃就服侍徐雅涵洗澡，给她搓背。徐雅涵是懂得享受的人，做人就要活在当下，及时行乐。有人伺候，她乐意至极。那个男人也太野蛮了，难怪许姑娘哭得那么大声。定然是被欺负惨了。不过许姑娘这么美，哪个男人能把持得住？许姑娘，可需要准备避子汤？要，帮我准备。昨天零距离接触4次，保不准就中奖了。他还没准备好生崽崽。是，奴婢帮姑娘更衣，稍后就将避子汤送来。好，洗了个澡，浑身都舒服了。春桃，你们楼里有没有那个药？哪个药？就是伤了耐力的药。就是伤了耐力的药。臭男人，一点都不疼惜他是出京人士，只顾着自己舒坦。啊，有，奴婢这就去取。顺便叫兰姨来一趟我房里，
我就不出去了。好的，许姑娘可还有事吩咐奴婢？没有了，你先下去吧。是，奴婢告退。皇宫内，陛下可是着凉了，奴才这就去宣太医。小李子站在御书房里伺候。不必。这个时辰了，想必那只小野猫已经醒来了吧？徐雅涵可不就是只小野猫吗？萧清泽嘴角勾起一抹笑。陛下笑了。萧清泽嘴角勾起一抹笑。陛下笑了。看来陛下很满意昨儿的那位姑娘。陛下至今尚无子嗣，许姑娘若是争气，怀上龙翼，将来也能母凭子贵呀。陛下可要将许姑娘接进宫中。要，你去传朕旨意，徐雅涵封为常在，5日后进宫。以徐雅涵的性子，他要是进宫，这皇宫一定非常热闹。是，皇上。皇上，边关来信了。门外的侍卫通传。快传。传。末将见过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送信的是易水寒手下的兵。平身。谢万岁。平身。谢万岁。皇上，边关告急，此一战大获全胜，战士无一人受伤。你说什么？皇帝不淡定了，猛地站了起来。大获全胜，他莫不是出现幻听了？皇上，西北大营此战大获全胜，军中战士无一人受伤。大获全胜好啊，大获全胜好啊！你说军中战士无一人受伤？启禀陛下，这多亏了军师。军师？西北大营何时有了军师？陛下，西北大营这位军师可不得了，是5日前来到西北大营的新兵，他仅凭一己之力就将5万大军打跑了。凭一己之力打败5万敌军，还是5日前去的西北大营？难道这人就是国师说的天外来人？是的，陛下。不仅如此，军师还和他们谈了条件，要飞鹰成为咱们吴起国的附属国，5日后上缴1/10的粮食给吴起国，否则就要去攻打飞鹰国。算算日子，今天已是第5日了，想必飞鹰国的使者今日就会抵达皇宫。什么？萧清泽太震惊了，这打赢了不说，还把飞鹰国一国全收了。陛下，末将还有一事禀告。说。末将还有一事禀告。说。军师同将军夸下海口，亲自训练女兵，1个月内让女兵和老兵对打，女兵赢了就让他们随同去打仗。女兵？哪儿来的女兵？是军中的军妓。国师曾说过，这天外来人和他们有所不同，这天外来人要提拔女兵，就让他去。允了，让军师折腾去吧。是，陛下。陛下，还有一事。哦，还有何事？速速说来。军师说，想要再无战争，百姓安居乐业，百姓安居乐业，唯有陛下一统6国，成为一国霸主。想想都震撼，激动人心。日后尔等要听从军师安排。是，陛下。皇上只是答应了，太好了，日后我们吴起国一定能成为最强的国家。报！侍卫慌慌张张，跌跌撞撞地跪下。说。启禀陛下，宫外有人声称是飞鹰国使者，前来求见陛下。来了，真来了！这飞鹰国的使者真的来了，是真的。这
飞鹰国的使者真的来了？是真的，不是做梦啊！你可听清楚了？听清楚了，陛下。他们说是来给吴起国送粮食的，身后是浩浩荡荡的车队，奴才看着约莫有上万担。立马通传，接见飞鹰国使者。是，陛下。陛下，那许姑娘那边可还去？唉，暂且先搁着吧。是，陛下。龙颜大悦，皇帝就连走路都是带风的。皇帝在大殿接待飞鹰国使臣。我等参见国主，国主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不必多礼。赐座。多谢国主。使者远道而来，辛苦了。可不是辛苦吗？他们日赶夜赶，才能在约定的时间赶到吴起国，但是他们是有苦难言呐。西北大营那个兵太可怕了，他们就怕慢一点就会被他们给团灭了。啊，不辛苦，不辛苦。飞鹰国和吴起国能够两国交好，是我国的荣幸。我等此次前来，除了送上1万担粮食之外，还有一事。1万担粮食，不错呀，朕很满意。使者但说无妨。看在这1万担粮食的份上，只要不是太过分，他都愿意满足。啊，我国公主貌美如花。啊，我国公主貌美如花，现如今已经到了婚配的年龄。为了两国交好，特将公主献给军师，还请陛下做主。飞鹰国的七公主是公主里最美的，只可惜出身不好，才会被当作棋子前来和亲。使者把一旁女子的头纱摘下，萧清泽倒吸了一口凉气。飞鹰国管这大麻花子脸叫美若天仙，他若是做主把飞鹰国的公主赐婚给军师，军师会不会吓死？使者觉察到萧清泽的眼神不对，才发现人不对。怎么是你？公主呢？嬷嬷跪下求饶。国主饶命！嬷嬷跪下求饶。国主饶命！大人饶命啊！七公主呢？七公主去哪儿了？大人，是七公主点了老奴的穴道，老奴什么都不知道，求大人饶了老奴。七公主不愿和亲，是被绑来的，但是七公主狡诈，到了吴起国就偷梁换柱，自己逃了。既然你们公主不愿和亲，那和亲之事就此作罢。亲事作罢，万万不可。若是此事办不好，他的国主肯定要削了他的脑袋。国主，我等一定将七公主找回来。使者无需多说，此事等军师回京后再议。此事等军师回京后再议。是，陛下。使者心里把七公主骂了个遍，也不知道七公主跑哪里去了，真是一点都不让人省心。远在天边之外的封地，晌午，太阳火辣辣的，柳如妹在山上寻找红薯和土豆。找到了。这就是红薯？对，这就是长在土地里的红薯，1亩地的产量可达到5000到15000斤。这么多？这可比稻谷的产量高出10几20倍。这个红薯可是好东西。长期吃红薯的好处通常是补充营养，促进消化，改善便秘，不过也不能多吃，吃得过多可能容易出现胀气现象，适量即可。如此说来，这红薯还真是好东西。啊，真热，真想来杯冰奶茶呀！啊，古代真不好，没空调，没风扇，也没有奶茶、炸鸡、薯条。本王帮你。我自己来就好了。本王来。柳如妹的手被烫得不像话，想要挣开，萧清然却抓得更牢固了。放
手！不想放。你堂堂一个王爷，跟着耍流氓呢！本王只同你耍流氓。男女授受不亲，你没听过吗？古人不是最注重细节了吗？他这是闹哪样？难道真看上他了？他才不要和别的女人共侍一夫呢。本王会负责。负责？负责你个头啊！负责你个头啊！我不想嫁你。为何？萧清然仪表堂堂，又是王爷，爱慕他的女子比比皆是，他不懂为何柳如妹会拒绝。我这人善妒，绝不和别的女人共侍一夫。我的男人此生只能有我一个女人，我不求荣华富贵，只求一生一世一双人。你是王爷，将来必定妻妾成群，所以不是我的良人。一生一世一双人？对，王爷如果做不到，就不要来招惹我。若是本王能做到呢？你是不是就愿意嫁给本王，做本王的王妃？他的怪疾只有他能治，除了他不会有其他的女人。那个……柳如妹没想到会是这个答案。柳如妹没想到会是这个答案，她还没准备好嫁人，而且她和萧清然认识才几天时间而已，谈婚论嫁还为时尚早。本王不管你答不答应，你都是本王的王妃。我若是不嫁你，还能强迫我不成？本王还真能强迫你。人家是王爷，他要是用强，他孤身一人好像还真有些难。本王已经说了可以做到一生一世一双人，你为何还吞吞吐吐不愿意？有问题就问，夫子说过，不懂就要问。你和我才认识几天，就让我嫁给你？我只知道你是王爷，连你今年几岁，有什么喜好，家中还有多少亲人都不知道，我怎么嫁给你？这有何难？本王告诉你便是。本王今年28，没有什么特别喜好。本王有一个兄长是当今圣上，还有一个妹妹已经嫁人，母后住在宫中，王府上上下下108人，这如此，你可满意？柳如妹无语。行吧，大直男一个没跑了，他明明就不是这个意思。我就这样跟你说吧，咱们先处一段时间，彼此了解。如果觉得合适，咱们再说成亲的事。如果相处一段时间不合适，咱们就天各一方，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看如何？哼，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想的倒是挺美。这辈子柳如妹都不可能逃出他的手掌心。10天，本王给你10天适应，10天后成亲。10天太少了，至少2个月。2个月的时间足够他在古代站稳脚跟了，先争取点时间。20日，本王给你20日的时间考虑。20日，他可以回京把婚事办得隆重些，届时请母后主持大局。我谢谢你啊，又给我加了10日，1个半月总行了吧？萧清然被气笑了，还有人拿婚事同他讨价还价。1个月。不能再多了。行吧，给你1个月试用期表现。哦吼，柳姑娘答应王爷了，1个月后他们王府里就有女主人了，大喜大喜呀！柳姑娘，奴婢找到红薯了，你看看是不是？柳姑娘，奴婢找到红薯了，你看看是不是？是，这个就是红薯，我们小米真厉害。小米被夸得有些羞涩，柳姑娘就喜欢调侃她。柳姑娘，奴才也找着了。好，找到后把它挖出来。今儿个我给你们露一手，这红薯的吃法可多了。咱们今天吃烤红薯、蒸红薯、炸红薯。哇，多谢柳姑娘。听到有的吃，大家都非常兴奋。本王竟不知你还会做饭。所以说啊，我们才认识几天，彼此都不了解。你看，你连我会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都不知道，扎心了。你可以告诉本王。告诉你就没意思了。
扎心了。你可以告诉本王。告诉你就没意思了，你要自己去发掘，自己去感受，这是我对你的考验。想要娶她哪有那么容易，必须过关斩将，令她满意了，她才会同意这门婚事。好，本王自己发掘。我对你还有一个考验。你说。帮我找2个人。找人？对。什么人？我的2个好友，一个名叫廖云芳，一个名叫徐雅涵。可有什么特征？漂亮，3不3？他们3个都是大美人，以前在学校时就是公认的3朵金花，难分上下的那种。在本王眼里，你比任何人都漂亮。你也好看。你也好看。来而不往非礼也。萧清然眼睛亮了亮，心里美滋滋的。小一、小二，吩咐下去找人。王爷，柳姑娘可有画像？没有。敢问柳姑娘的这2位好友身上可还有其他信息啊？性别女，皆是24岁，身高1.68米，美。没了？萧一傻眼了，这可如何找？只有这些。去请天机阁阁主。王爷？他们王爷和天机阁阁主可是对头，如今王爷却要为了柳姑娘去请天机阁阁主。王爷对柳姑娘是真宠。红颜祸水啊！去办便是。是王爷。王爷。救命啊！救命啊！有没有人啊？柳如媚等人正准备打道回府，突然听到有人呼救的声音。啊，你们有没有听到有人在喊救命？好像在那边。看看去。该死的职业病，有人呼救，他的脚就不听使唤。救命啊！救命啊！有没有人啊？是个姑娘的声音。有人来了！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快救救我！阿丽娜在陷阱里面大声喊道：“在这里，萧三，快救人！”是，柳姑娘。萧三飞身而下，把陷阱里的姑娘救了上来。阿丽娜，多谢公子救命之恩。阿丽娜，你不是雾气国的人。阿丽娜，你不是雾气国的人。说，你是做什么的？为何来这儿？萧清然挥剑指着阿丽娜，他们吴起国没有这种姓氏，倒像是飞鹰国那边的。阿丽娜吓得脸都白了。公子饶命，我是逃婚出来了。萧清然眉眼间尽是冰冷。逃婚？逃到吴起国来？你糊弄谁呢？说，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飞鹰国的七公主。阿丽娜的冷汗淋湿了后背，这个男人的眼神太可怕了。公主？逃婚？是，我父王让我来和亲，我不想被当作棋子送出去，所以逃了。我相信他说的。柳如媚大学时的辅修是心理学。我相信他说的。柳如媚大学时的辅修是心理学，一个人有没有说谎，从他的神情、语气、动作都能看得出。这个阿丽娜所说的都是实话。把剑收起来，你看看把人家吓的。王爷，此人不审审吗？不必了。萧三傻眼了。王爷呀，你变了。王爷，这可是飞鹰国的公主。本王知道，听柳姑娘的。日后柳姑娘的话就是本王的原话，她说的你们照办即可。是，王爷。王爷，原来他是吴起国的王爷。多谢刘姐姐相救，刘姐姐和王爷郎才女貌，真般配。你逃婚后可有何打算？这还用打算？定是要将她送回京城中和亲的。你没听到，她不是自愿的吗？你没听到，她不是自愿的吗？她是公主，作为公主就有公主的使命，即使不是自愿的，也要为飞鹰国的百姓着想。她这么一逃婚，可有想过会因此连累皇室，甚至是连累整个国家？
那就要让她嫁给一个素未谋面的男人，为了皇室，为了家族，放弃自己的幸福吗？是，这是她生在皇家的使命。使命？哼，你可知我为何会来到这里？为何？因为我和阿丽娜一样，都是逃婚出来的。我父亲要我联姻，我不愿意，所以逃了。照你这么说，我该回家听从我父亲的话，为了家族回去联姻了。你是逃婚出来的？没错，两国交好可以有其他的办法，而不是用公主作为交换。我和你三观不合，咱们不合适。我和你三观不合，咱们不合适。试用期到此结束。等等，本王不知你是逃婚出来的，不就是逃婚吗？这婚逃得好。阿琳娜公主，你这婚逃了便逃了，本王给你做主，日后本王会向皇兄讨个人情。想到柳如妹差点就和别的男人成亲，她就要发狂了。多谢王爷，多谢柳姑娘。阿丽娜知道，若是没有柳姑娘，她今日定会被送回京城和亲。怎么了？你没事吧？我的腿好像断了。我看看。柳如妹掀开她的腿，先看了看，又摸了摸。没事，断了。我帮你接回去即可。柳如妹说的轻描淡写，就好像是吃饭一样简单，就好像是吃饭一样简单。还能接回去？可以，但是需要手术。你暂时不要自行移动。小三，你将公主背回去。是，柳姑娘。媚儿，本王如此处置，你可满意？王爷，你的气势呢？你刚才说要强取柳姑娘的气势去哪儿了？那个红薯，你得找人移植。如何种植，你得去找农民。媚儿不会吗？我又不是神仙，什么都会。在本王心中，媚儿就是天上的仙女下凡。嘴贫。你们王爷对柳姐姐真好。她跑什么？柳如妹觉得萧三莫名其妙。不知道，可能羊年风范了。小三知道你这么损吗？小三知道你这么损吗？哼，能逗媚儿开心是她的荣幸。本王都这么依你心意了，你要不要做本王的王妃？我都说了，1个月的试用期，你现在只是我的试用期男票。男票是什么？就是我试用期间的男人。哦，本王是你的男人。不跟你说话了。媚儿，你逃不出本王的手掌心，等着做本王的王妃吧。回到王府，柳如妹就给阿丽娜做了接骨手术。接骨非常成功，接下来的1个月你要多注意。多谢柳姑娘，多谢柳姑娘。阿丽娜看着自己的腿，不知被什么东西绑着。柳如妹看出了阿丽娜的疑问。这是石膏，可以限制骨折部位的活动，起到快速消肿、缓解疼痛、减轻进一步损伤以及促进骨折愈合的。这个大陆还没有这种手法。柳姑娘，你真厉害！我也看过几本医书，只是书上只有一些文字。哦，你看过医书？因为母妃身子不好，我想学医医治母妃。只是天不随人愿，母妃还不等我学有所成，就已经撒手人寰。宫里不是有太医吗？我母妃是个洗脚婢，没有强大的后盾，又没有父皇的宠爱。太医院的人都是见人下菜碟的。母妃生下我之后，身子骨就受损了，前2年便撒手人寰了。自古帝皇多薄情。人体穴位你可懂？略知1、2。背来我听听。阿丽娜先是一愣，而后反应过来，柳姑娘是在考她。是，穴位指的是数穴。人体数穴有很多，大体可分为
经外奇穴、经穴和阿是穴三类。一、经外奇穴是不属于14经穴的一些穴位，因为其有奇效，所以被称为奇穴，也因为其在14经以外，所以称为经外奇穴。奇穴有具体的穴名、具体的位置，但是没有经脉归属，比如头部的四神聪、太阳穴、印堂等，手部的十宣、外劳宫、八邪穴等，腿部的胆囊穴、阑尾穴、七眼穴等，腿部的胆囊穴、阑尾穴、七眼穴等。二、经穴，凡归属于12经脉与任督二脉的穴位，称为14经穴，简称经穴。这些穴位都有确定的名称、确定的位置和确定的经脉归属，如肺经的鱼际穴、胃经的足三里穴、肝经的太冲穴、大肠经的合谷穴、肾经的涌泉穴等。经穴是穴位的主要部分。三、阿是穴，这类穴位一般都是随病而定，多位于病变的附近，也可在与其距离较远的部位，没有固定的位置和名称。阿是穴的位置按压之后痛感非常明显，名字也因此而来。按压痛处，病人会啊的一声，所以被称为阿是穴。背得很熟悉。背得很熟悉。光会背还不行，你得熟悉人体的每一个穴位。你可知人体一共有多少个穴位？人体周身约有52个单穴、309个双穴、50个经外奇穴，共720个穴位。每一个穴位你都清楚在哪里吗？我知道一些，有一些不知道。穴位，学名腧穴，主要指人体经络线上特殊点区部位。中医可以通过针灸或者推拿、点按、艾灸，刺激相应的经络点治疗疾病。部分穴位并不在经络上，但对其的刺激亦可产生疗效。涉及的经脉有任脉、督脉、足太阳经、手太阳经、手少阳经、足少阳经、足阳明经、足阳明经。经脉上于头面，不包括经外奇穴。头部还有非常多腧穴，比如常用的承浆、人中、神庭、百会、风府、哑门都在头部，还有风池、天柱、脘骨、翳风、地仓、颊车、耳门、太阳、上关、下关也在头面部。若是行医，必须清楚每一个穴位，稍有不慎，极有可能会引起重创。柳如妹对于人体构造早已滚瓜烂熟，她从3岁起就被爷爷抓去学医了。我若是收你为徒，你可愿意？阿丽娜愿意。阿丽娜拜见师傅。别跪，我刚给你的腿做了手术，可别折腾。是，师傅。给你的改口费，好好看，过几日我会考考你。这可是他的学习笔记，里面的内容十分珍贵。多谢师傅。你先休息，这段时间你行动不便，我会让小贝过来照顾你。多谢师傅。我先出去，你自个儿休息。好，恭送师傅。柳姑娘好。柳姑娘好。你们王爷现在何处？回姑娘话，王爷正在书房处理事务，敢问姑娘是否需要前去拜见王爷？不必了，带我去厨房吧。之前答应过要亲自动手做一顿红薯餐。侍从领命后，带着柳如妹穿过重重回廊，左拐右绕，足足行了半刻钟有余，终于抵达厨房门口。左拐右绕，足足行了半刻钟有余，终于抵达厨房门口。柳姑娘，厨房到了。谢谢。哎呀，柳姑娘，您这不是折煞奴才了吗？哪有主子跟下人说谢字的道理啊？眼前这位柳姑娘真是太客气了，一点架子也没有呢。见过柳姑娘。你们好啊，今天挖回来的红薯放在哪儿了？柳姑娘，这边。好嘞，那你们帮我把这些红薯都清洗干净哦，然后一筐拿过来蒸熟，
一筐丢进火堆里烤成烤红薯，还有一筐要削掉皮切成条状，用来炸地瓜条吃。知道了，柳姑娘。你们3个负责洗菜啊，你们仨负责削皮儿，你们仨负责削皮儿啊，你们仨，对，你们3个负责切块，你们3个负责生火。厨房的管事有条不紊地开始分配工作。偌大的厨房里，放眼望去，竟然全都是男子，甚至连一个婆子都看不到踪影。柳如妹信手拈起一把菜刀，正准备开始削果皮的时候，却把一旁负责管理厨房事务的管事吓得不轻。哎呦，柳姑娘，万万使不得呀！您可是金贵之躯呀，怎么能干这种粗活累活啊？啊！哎，我来啊！快，把刀放下，让小人来替您效劳。无妨，我和你们一同劳作便是。只见柳如妹二话不说，抄起刀子便开始熟练地削起皮来，其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就连一旁负责管事的人也不禁看呆了眼。柳姑娘这手法真是绝妙至极呀！你们看，这把刀仿佛在她手中有了生命一样啊！半个时辰过后，香气扑鼻的红薯大餐终于大功告成了。哇，好香啊！小馋猫是不是肚子饿了？来，先吃点。啊，姑娘，这可万万使不得呀！乖，张嘴。啊，姑娘，你还怕我下毒不成？不是的，姑娘。既然不是，那就张嘴吧。啊，怎么样？好吃吗？真好吃啊！奴婢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啊！好吃啊，一会儿多吃点。我记得你上次同我说过，你家中还有其他人，一会儿拿个食盒装点，带回去给家里人尝尝。啊，多谢柳姑娘。去吧。小米高高兴兴地去找盒子装红薯去了。我装一盘带走，剩下的你们给府里的人分了吧。若是有剩下的，就给那些难民送些去。好，姑娘心善呐。书房，云山对着正在书房看书的人说：王爷，柳姑娘来了。日后柳姑娘来了，无需通传，直接让她进来即可。还有这王府，她想去哪就去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无需问过本王。是，王爷。王爷可真宠柳姑娘，万年铁树开花就是不一样，妥妥的宠妻狂魔。菜忙吗？不是，你来找本王可以何事？给你送吃的来，喏，红薯大餐，尝尝。好，媚儿陪本王一起吃。好。正好他也还没吃，云山悄悄地退了出去。主子要培养感情，他在就不合适了。瞧瞧他多有眼力劲儿。这红薯好香。瞧瞧他多有眼力劲儿。这红薯好香。不仅香还甜啊！好吃吗？好吃。媚儿喂的就算是毒药也是甜的。油嘴滑舌。再喂一块。张嘴啊！媚儿，我这2只眼睛有些不舒服，你帮我看看。眼睛不舒服？怎么不舒服？我看看。眼睛痒得厉害。行，我给你看看。柳如妹凑近萧清然，两人的鼻尖只差2-3公分便会撞到一起。红血丝重，有些充血，睡眠不足导致的，没什么大问题。我给你滴点眼药水，再按摩一下。还有，切记不要用手去揉。用手去揉会加重病情的。听你的。去罗汉床上躺着。好。
萧清然走到罗汉床上，乖乖躺好，睁开眼睛，向下看，再向左看，向右看。好了，有没有感觉舒服多了？啊，好多了，媚儿真厉害。手都酸死了。我帮你揉揉，媚儿的手真软。萧清然见柳如媚没有拒绝，就开始得寸进尺了，手不安分地搂过她纤细的腰肢。媚儿的腰真细。媚儿，你这样笑，本王会把持不住的。怎么把持不住啊？是这样吗？他的呼吸突然微微变重，意味深长地看向柳如媚。怎么了？哎，我来鬼水了。媚儿，你可别把本王玩坏了。有我在，坏不了。那我走了。你这个没良心的，把本王的火燎起来就走。嗯哼，拜拜。柳如媚大摇大摆地走出去，萧清然颇为无奈。柳如媚啊，柳如媚，你今日如此戏弄本王，本王将来可是会让你加倍还回来的。聊完就跑的柳如媚心情大好，一路哼着歌回到自己的院子。柳如媚回到院子时，小碧正在打扫卫生。小碧，帮我烧杯1桶洗澡水，我要沐浴。是，柳姑娘，奴婢这就去准备。小贝呢？怎么没看到他人？小贝呢？怎么没看到他人？灰姑娘，小贝这会儿应该在后院。行，那你去后院叫他。我在东院有位客人，你同小贝说一声，让他先去东院那边伺候着。是，姑娘。小碧有些庆幸，幸好姑娘不是让她去伺候别人，分出去伺候别人还不知道能不能再回来。柳姑娘为人和善，不会为难下人，他们都更想伺候柳姑娘。柳如媚洗完澡就去睡觉了，这一觉睡到自然醒。小米，进来。姑娘，你醒了。小米呢？灰姑娘，小米昨夜一夜未归。一夜未归？这不像是小米的作风啊！你可知小米家住何处？奴婢知道。你可知小米家住何处？奴婢知道，奴婢家和小米家离得挺近的。那你带我走一趟。是，柳姑娘。柳如媚简单的洗漱好，穿好衣裳，跟着小碧前往小米家。小米家住在一个胡同里，胡同里面很挤，而且还散发着一股浓浓的臭味。柳姑娘，这边是贫民区，你忍一忍。不碍事，走吧。大哥，你快看，有个美娇娘。这个女子可不得了啊！她头上那玉钗就价值1000两，那身上穿的是他妈云锦，我告诉你。哎，估摸着这女子来头不小啊，应该是非富即贵呀，我琢磨着。哎，你小子啊，可别去招惹人家啊！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给咱们惹一身祸。是，老大。柳姑娘的心态可真好。姑娘，前面就是小米家了。小碧敲了敲小米家的门。米小米，你在家吗？柳姑娘来了。随后吱呀一声，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个小女孩，大约只有7岁左右。仙女姐姐，你是来找我姐姐的吗？小嘴巴真甜，我是来找你小米姐姐的，她在不在家呀？小米姐姐在家养伤。养伤？她怎么了？昨儿个晚上，小米姐姐带回来一盒红薯，姐姐分了大伯家3个，大伯还想要，姐姐不肯，大伯母就打姐姐，打完之后还把红薯全都拿走了。你个贱蹄子，胡说八道什么呢？一个5大3粗的妇人冲了出来。大伯母，你对我做什么呀？小狗摔得好
就是擦破点皮嘛。你矫情什么？当自己是千金大小姐呢？还不给我滚去砍柴！妇人骂骂咧咧的，没有一点愧疚之意。小狗起来，没事吧？你是谁？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家事，别在这多管闲事儿。你是这丫头的大伯母，就是你打的小米。我是小米的大伯母，我是她的长辈，我就打她了，怎么着吧？怎么着？怎么着？小米有爹有娘，你只是她的大伯母，小米就算是有什么错，也轮不到你来打。就她那病得快死的病秧子母亲，连下床都快下不了了，还怎么管教小米？小小年纪不学好，敢偷主家的东西回来吃。我这是在教她好好做人，免得将来被主人家打死。小米会不会被主人家打死，那是小米和我这个主人家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仙女姐姐，我姐姐没有偷东西，姐姐说红薯是主人家给的，没有偷东西。仙女姐姐，仙女姐姐，你一定要相信我姐姐，我姐姐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姐姐了，我姐姐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姐姐了。小狗生怕柳如妹对小米生出不好的印象，一个劲儿的替姐姐说好话。小狗，你别着急，我知道你姐姐没有偷东西，因为那个红薯是我给你姐姐带回来的。那就好，那就好。带我去看看你姐姐。仙女姐姐，跟我来。小狗把柳如妹带到小米的住处。姐姐，你快看，谁来了？啊，柳姑娘。这就是你这个大伯母打的。这么可爱的一张脸，她也下得去手。柳姑娘，对不住，奴婢昨日本应该回府的，但是昨夜母亲病情加重，小米不得不留下来照顾母亲，烦请姑娘原谅奴婢，烦请姑娘原谅奴婢。她只是一个奴隶，随意离开主家是要被罚的。先看看你的脸，然后再去看看你母亲，疼吗？怎么能不疼呢？柳姑娘，小米不疼的。傻丫头，疼就哭出来。小米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哭吧，哭吧，哭出来就好了。小米真幸运，能得柳姑娘的喜爱，日后柳姑娘肯定会多照顾小米一家的。奴婢让柳姑娘见笑了。不会，难受就要发泄出来，不然的话憋久了会生病了。多谢姑娘。我先给你涂点药，一会儿就能消肿了。母亲，这是女儿的主子柳姑娘，她来看看你。柳姑娘，快请坐。自己人，不必客气。我先给你把把脉。柳姑娘是女大夫。那就有劳柳姑娘了。柳如妹细细把着小米娘亲的脉象。你这咳嗽有10年了吧？夜里咳得比白天厉害。是的，姑娘，我这咳嗽是生小狗时落下的病根，一直就没好过。生小狗时落下的病根？那小狗10岁了？是的，仙女姐姐，小狗已经10岁了。是的，仙女姐姐，小狗已经10岁了。看着就不像10岁的样子，等会儿我给你瞧瞧。都怪我，是我拖累了她们姐妹2人。有时我在想，就这样去了也好，就不会成为她们姐妹的负担。母亲，你别这样说，如果你走了，我们姐妹2人就成了没爹没娘的孩子了，您忍心吗？为了我们姐妹2人，您一定不能有轻生的念头。
小米，把窗户打开，空气流通，对你娘的咳嗽有好处。啊，好的，姑娘。你这咳嗽拖得太久了，想要根治需要一些时间。还有，你的身子太虚弱了。得好好补一补才行。我晓得，不是他不想治，而是家里没银子治病。小毕，我记得王爷不是给我拿了一根百年人参吗？你去将它取来，给小米的母亲用。你就留在家中照顾你的母亲。王府里有小毕和小丫他们，且放宽心，在家照顾你母亲即可。小米多谢姑娘厚爱。他真的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才能跟到柳姑娘这么好的主子。百年人参，那可是好东西呀！那个快死的病样子，哪里配得上用这么好的药材？小米的大伯母探头探脑，被柳如妹看了个正着。这个女人有前科，若是将人参拿到小米家中来，只怕今晚就会给小米的大伯母偷盗了去。算了，还是暂且将你母亲接到王府安置吧。过些时日，我会买宅子开医馆，届时再将你母亲搬到医馆去。姑娘要开医馆吗？是啊。仙女姐姐，小狗可不可以去你的医馆做工？小狗会洗衣做饭，还会劈柴，小狗可以不要工钱，只要每天给小狗一碗粥喝就可以了。小狗已经10岁了，可以帮衬家里了。小狗上过学堂没有？仙女姐姐，小狗未曾上过学堂，小狗不上学的，上学堂需要花很多的银子，小狗家中没有多余的银子。那仙女姐姐供你上学堂识字，待到学成之后，便来仙女姐姐的医馆当个女大夫如何？小狗啊，快些谢谢柳姑娘。小狗多谢仙女姐姐救命之恩。快起身说话吧。说你真心想要感谢我，到了学堂之后便要用心读书。另外，你这个名字实在不妥，去了学堂还叫这个名字，难免会遭人嘲笑。那就请柳姑娘给我妹妹赐个名字吧。让我想想，小米，你爹爹姓甚名谁啊？回禀柳姑娘，奴婢的爹爹姓韩，就叫韩新瑶，可好？韩新瑶。一旁的小狗眨着灵动的大眼睛，嘴里轻轻念叨着这个名字。真好听，娘，小狗想要这个名字。既然如此，那从今天起，你便叫韩新瑶吧。谢谢娘。不过，你可别忘了感谢这位给你取名字的姑娘啊！新瑶知道了。新瑶多谢姑娘赐名，新瑶去了学堂一定会好好学习，将来长大后也要像姑娘一样有才华，帮姑娘做很多很多事情。好，新瑶，加油。新瑶会的。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吵闹声，原来是一个与小米大伯母长得十分相像的小女孩，正拉着小米大伯母的手，嚷嚷着也要上学堂改名字呢。上什么学堂？家里连饭都快吃不上了，哪里还有闲钱供你读书啊？再说了，某儿这个名字不是挺好的吗？改它干啥？都说贱名好养活，你一个小丫头片子知道啥？少废话，赶紧给老娘上山去挖点野菜回来。要是饿着你弟弟，看我怎么收拾你。简单收拾一下，跟我先去王府住一段时间。你娘的身子太虚弱，而且这咳嗽拖太久了，要好好调理才行。回了王府，我再开药给你去抓，不够银子先同我拿，之后在你的月银里面扣。是，奴婢谢过柳姑娘。柳姑娘这么说，肯定是不想让她有太大的负担。光是那一颗百年人参，就不是她的月银可以抵扣得了的。去收拾吧。好。
小女姐姐，你可以帮猫儿取个名字吗？猫儿也想要有个好听的名字。要死了你！我让你去挖野菜你不听，改什么名字啊？这是我女儿，你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猫儿，以后你就叫茉莉，茉莉象征着坚韧、顽强和自信。多谢小女姐姐，茉莉很喜欢这个名字。别磨蹭了，再不快点天就要黑了，赶紧跟我一起去挖些野菜回来。云水，本王不是说过吗？柳姑娘是本王未来的王妃，她做什么带什么人回来都无需向本王通告。只要不是带野男人回来，她想带多少人回来都行。是，王爷，小的明白。今日挖了多少红薯了？禀王爷，今日王府上下除了老和少都上山去了，挖了大约80筐红薯，留下4筐给农户种植，剩下的都蒸起来，拿到难民营去分了。是，王爷。先下去吧。属下告退。萧清然去到柳如妹的院子，姑娘，可要唤王爷进来。让他进来吧。小婢打开房门，行了一礼。奴婢见过王爷。免礼。媚儿不会生本王的气吧？谢王爷。王爷，柳姑娘请王爷进去。萧清然进了房，小婢贴心地把门关上。媚儿，本王不是故意的。知道，下次你可不许这样喽。不会了，本王保证没有下次。本王下次来你这儿一定让人通传。好。你怎么来了？想媚儿了。不是昨天才见过面吗？媚儿，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媚儿，本王等不了1个月了。媚儿，本王等不了1个月了。3日后大婚可好？不好，你堂堂一个王爷，怎么能出尔反尔？说好的1个月就1个月。媚儿，本王真拿你没办法。萧清然把头埋在柳如妹的香肩上，像瘾君子一样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又在她的脖子上轻咬着。你属狗的吗？这天底下也就媚儿你敢这样同本王说话了。这天底下也就只有你能这样抱着我了。说情话谁不会啊？媚儿只能本王一个人抱。你可不许碰其他人，我这人有洁癖，你若是不干净了，我就不要你了。柳如妹是不会和别的女人共用一个男人的。本王发誓，此生只有1个女人，以前是，以后亦是如此。以前是？你以前没有过通房吗？电视上不是说古代男人15岁开始就有通房了吗？你不会有什么隐疾吧？媚儿，本王有没有隐疾你不清楚吗？还是说媚儿想再感受一下？某处烫得惊人，柳如妹想躲，萧清然不让她躲，把人抱得更紧了。本王可有隐疾，媚儿感受到了吗？我还以为你早就有通房了。没有，本王身心干净，媚儿可满意？满意？那有没有奖励？你要什么奖励？本王想要媚儿亲一下。他抱住她的脖颈，把唇贴了上去。得到回应的萧清然吻逐渐激烈起来，耳畔的呼吸也逐渐变重，手心的滚烫让他一阵颤栗，喉间忍不住轻喘出声。咱们继续。继续什么？当然是继续亲亲了。他重新堵住她的唇，蹂躏着红唇，吻得更重。他呼吸沉沉，吮着她红唇的力道又重又野蛮。
就等咱们成亲，届时你可不能躲。成亲，夫妻同房，合乎情理。这几日相处下来，柳如妹对萧清然是有好感的。妹儿，再帮我按摩眼周可好？好，你去躺着，不准再对我动手动脚了。放心，妹儿不同意，本王不会乱来，本王会等妹儿准备好的。这还差不多，躺好。萧清然吃了甜头，乖乖的躺好，享受着柳如妹给她眼睛按摩的时刻。柳如妹认认真真的给她做了一个眼部护理。西北大营，这几日你们的任务完成的很好，今天开始负重前行，把你们脚下的沙包绑在腿上。每个人的脚下都有2个沙包，每一个沙包都有10斤重。军师，这要怎么走啊？怎么走？照常走，我会同你们一起。今天我要教你们一段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不放弃就是最好的坚持。现在开始，跑起来！廖云芳在前面带头，他当年也是这样过来的，差点他就当上国家特种兵。军师今日在做什么呢？回禀大人，军师今日还是带着那群女兵跑步去了，只不过今日让他们每个人的双腿上都绑上了沙带。哦，是吗？这些女兵能够坚持6日，已经是出乎了易水寒的意料之外。是，军师又给他们上课。左峰每天都会去偷看，看看军师是如何训练这些女兵的。今日说了什么？说来听听。连续几日，军师每天都给这些女兵长士气。第1天，他是这样说的：有翅膀就该去振翅高飞，有梦想就要去追逐。一个人可以一无所获，却不能没有梦；可以一次次摔倒，却不能一蹶不振。能够傲视风雨的人，必是生命的强者。好不好都是自己，行不行也是自己的。生活里谁都不是谁的谁，你的事自己做，你的路自己走，你的事自己做，你的路自己走。生命中靠天靠地都不如靠自己。努力是一种生活态度，与年龄无关。所以无论什么时候，千万不可放纵自己，给自己找懒散和拖延的借口。对自己严格一点，时间长了，努力便成为了一种心理习惯，一种生活的方式。生活里没有容易2字，可能你一时犯了懒，觉得舒服惬意，久了你就会发现，偷懒只会让你越来越累。也许你此刻怕麻烦，不愿走出舒适区，等到麻烦找上门来，你只能手忙脚乱。多一些当下的付出，将来就会少很多无谓的麻烦。或许你已经累得筋疲力尽，或许你总是看不到命运的回馈，甚至你已经有过1000次放弃的念头，但还是请你再等一等，命运的拐点始终会来到，世界不会辜负一个努力的人。男人能做的，我们女人同样能做。给自己一点时间和信心，相信你们会看到全新的自己。不愧是军师，每天说的话都不带重复的，而且都能振奋人心。还不赶紧去训练？若是真让那些女子给打败了，你们的脸可就丢大了。到时候别说是本将军带出来的兵，本将军丢不起这个人。易水寒非常期待廖云芳此次训练能给他带来多大的惊喜。将军，您就这么信任军师，有本事把那些女人训练成合格的士兵啊？你觉得军师这个人会拿军事开玩笑吗？那倒不会。那便是了，军师这个人不打没有把握的仗。你们若是谁敢输了，就给本将军洗1个月的袜子去。末将这就去让他们加强训练，绝对不给您丢脸。大哥，快看，好多女人！
一群强盗拿着刀下山去抢劫，不曾想看到这么多女人。大哥，咱们艳福不浅啊，刚抢了2个美娇娘，这会儿又有这么多美娇娘。大哥，把他们都抢回山上，给我们当婆娘吧。说话的男人高高瘦瘦的，看得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没有婆娘，冬天怪冷的嘞，有了婆娘就不一样了。有句话说得好，老婆孩子热炕头，他也想过个暖暖的冬天。虽然现在还是夏天，但是不影响他提前找婆娘啊。大哥，上嘛！上，怎么不上？都抢回去！这么多女人，兄弟们一起分了。是，大哥。有了大哥的命令，土匪们把廖云芳等人团团围住。哟，大哥，你看，这儿还有一个小白脸。二当家的就喜欢这样的，抓回去正好送给二当家。他们的二当家有龙娘之后，不喜女子，只好男子。这小白脸肯定合二当家的胃口。廖云芳脸色沉了沉，其他人吓得嗷嗷叫。是土匪！你们是乖乖跟我们上山去，还是要我们用强的？你们是乖乖跟我们上山去，还是要我们用强的？乖乖的自己跟我们上山，还能少吃些苦头。我们若是2样都不选呢？臭小子，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大哥的名号。哼，你大哥什么名号？说来听听。我们老大的名号可是混世魔王程晶晶。混世魔王程晶晶。哼，太搞笑了吧，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先是有胖虎和小夫，现在又有混世魔王。你笑什么？大哥，他笑话你，冲他！嘿，岂有此理，居然敢笑话我！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让你逞英雄，想英雄救美，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吃我一斧！廖云芳当胸一脚，狠狠地踢向迎面扑来的程晶晶，将他踢得倒飞出去。疼死我了！哇，军师好厉害！上，把他给我拿下，抓回去，抽筋扒皮。上，敢上我们大哥，让他瞧瞧咱们的厉害。高寿南等人手里拿着棍子朝廖云芳挥去，只见廖云芳又猛然一个回旋，单腿横扫，将一左一右逼来的2个黑衣人鞭扫倒地。哎呦，哎呦！还要抓我去抽筋扒皮吗？不敢了，不敢了，好汉饶命啊！请神容易送神难，你现在不抓我上山，我偏要跟你们上去。走，带我上山去。他要去看看这些人祸害了多少良家少女。好汉，你上山做啥？我上山做什么？还需要向你说明？不用不用，好汉，我这就带你上山。还不快扶我起来！是，大哥，小子这就来。一众小弟战战兢兢地把土匪头子扶了起来。放开我！放开我！你们这群臭不要脸的强盗！公子救我！一阵女声传进了廖云芳的耳朵。廖云芳跟随着声音的方向看去，发现有2个女子被他们用绳子捆绑了起来。怎么回事啊？这个这2个婆娘是俺们要抢上山当婆娘的。把人放了。不能放。刚才老大可是说了，那个丫鬟是要许给他当婆娘的，若是放了，他可就没婆娘了。啪的一声，廖云芳赏了他一个耳光子。你打我干什么？打的就是你，放不放人？不放，那是给我做婆娘的，不能放。哟呵，你还挺有志气啊！不能放。哟呵，你还挺有志气啊！再问你一次，放不放？廖云芳又抽了他一个耳刮子，
我让你嘚瑟，这么嘚瑟，问过老娘同意没有？在老娘面前有你嘚瑟的份儿吗？放！早这么听话不就好了吗？非得让人扇你2个耳刮子你才舒服。廖云芳擦了擦自己的手，嚣张至极。小女子叶莺莺，多谢公子的救命之恩。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姑娘不必多礼。叶莺莺长得有几分姿色，也难怪会被这些土匪看上了。公子救命之恩，小女子无以为报，唯有以身相许。啥？还有什么以身相许？一桩小事而已，姑娘不必如此。不是小事，公子救了我就是我的恩公，莺莺愿意以身相许，侍奉公子左右。廖云芳无语，古代的女子为何总是喜欢以身相许呢？我不缺女人。我们军师不缺女人，你还是省点心吧。红衣站了出来，军师是他们的，绝对不能被这个半路出来的女子给抢走了。这些不会全都是你的女人吧？对，是我的。叶莺莺有些退缩，这些女人少说也有30个。土匪个个羡慕地看着廖云芳，这后院都能跟皇帝比了吧？而且还个个都貌美如花，羡慕、嫉妒、恨呐！我爹是城主，只要你把他们都休了，后院只留我一人。我爹没有儿子，只有我一个女儿。事后我爹要是走了，我就让他把城主之位转给你，但是你的后院必须只有我一个女人。啥？这脑回路够奇葩的，这是在咒他爹呢，还是在咒他爹呢？我对城主之位不感兴趣。那你对什么感兴趣？我对银子感兴趣。我爹的库房有几10万两银子，还有不少的古玩字画，只要你休了他们，娶了我，将来我爹的财产全是你的。廖云芳真想替叶莺莺的爹管教一下这个不孝女，她要是有这么个女儿，她非得气死不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到底要怎样才肯娶我？我直接跟你说了吧，我不可能娶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她一个女人，娶什么妻呀？叶莺莺有些受挫，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有人拒绝她。喂，戏看够了还不带路上山，是不是又想被揍？好汉，我这就带路。角落里一群女人蜷缩着，吓得瑟瑟发抖。这些强盗、土匪不是人，他们都是恶魔，是魔鬼。把那个穿白衣服的女人给我拉过来。不要！姐姐救我！姐姐救我！姐姐，求求你们放过我妹妹吧！放过你妹妹，那就拿你来抵数。不要！对，让我姐姐去，我姐姐身子曼妙，比我好看多了，你们抓她去抵数吧。希儿，你说什么？你是我姐姐，你得保护我。姐姐？哼，你当我是姐姐吗？有你这么做妹妹的吗？爹娘都说了，我是妹妹，你是姐姐，你要保护我，照顾我，让着我。原来是姐妹花，三哥，不如把这2个姐妹花一同宠幸了。对，三哥，一起宠幸了，姐妹花多有意思啊！这当姐姐的丰满些，这当妹妹的，看起来弱不禁风，但是别有一番风味啊！那就听你们的，一起宠幸了吧！三哥威武！魔鬼，你们这些魔鬼！不要抓我！你们抓我姐姐！姐姐，你快求求他们，让他们不要抓我！姐姐，你怎么可以看着我被欺负而无动于衷？希儿失望地看着子衣，子衣闭上眼睛，不去看希儿，也不想再听到她的声音。不要撕我的衣裳！姐姐，救我！哭
吧，叫吧，叫的声音越大越好。除了那个死去的女子，其他人都被高寿男带了出来。你们都回家去吧。回家？我们可以回家了？对，你们没听错，回家去吧。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啊，快走啊！你们为什么不走？哼，能回去又如何？我们已经是残花败柳了，就算回去了，等待着我们的会不会是另一个地狱呢？他们被糟蹋了，回去后夫君肯定不会再和往常一样对待他们，还有婆婆，指不定要如何骂他们。可是不回去，我们又能去哪里？他们迷茫了。我要回去，我的一双儿女都还在等着我回去，就算回去会被戳脊梁骨，我也要回去。我也是，我的儿子才5个月，我不能让他没了娘。我的女儿才3岁，家中还有妾室，我要是不回去，那妾室肯定要欺负我女儿。我要回去。家中有孩子的都表示要回家中，明知道是深渊泥潭，为了孩子也心甘情愿地跳下去，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人群中又走了七七八八，剩下的人还处在这儿，不回家吗？从我们被掳上山的那一刻开始，我们便没有家了。姐姐，我想回家，你能不能扶我一把？不能。你能不能扶我一把？不能。姐姐，我可是你异母同胞双生妹妹啊，为何你要这么狠心？这女子心也太硬了吧，她妹妹都这样了，当姐姐的还不愿意扶一把。军师，你说是吧？凡事不能看表面，不能听信别人的一面之词就给人定罪。军师说的是。平儿惊讶地看着廖云芳，深褐色的眸子目光清澈。姐姐，别叫我，从今日起你我不再是姐妹。姐姐，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是双生女，你这么说，难道要连爹娘都不认了吗？你无需拿爹娘来压我，爹娘眼中只有你，我只是多余的。姐姐，你怎么能这么说爹娘？娘亲生你我2人时大出血，险些丧命，你和我都是爹娘的女儿啊！若是娘亲听到这句话，她该多伤心。姐姐，你怎么可以？姐姐，你怎么不说话了？我们一起回家好不好？回到家中，我要让爹娘狠狠地惩罚你。凭什么我被糟蹋了，而你却完好无缺？今日得恩公所救，是平儿之荣幸，平儿无以为报，唯有以身相许，常伴恩公左右，请恩公成全。说完，平儿还行了一礼。他就这么招女人喜欢吗？个个都要对他以身相许。先来后到，懂不懂？这男人是我先看上的，你想以身相许，我不答应。众女兵一致表示不通过。姐姐，你怎能如此？自古以来，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爹娘健在，你这样做，这爹娘何在啊？你眼里还有爹娘吗？你真是要寒了爹娘的心，做个不仁不义之人吗？希儿说这话，叶莺莺不爱听了。你这人怎么说话的？你姐姐争取自己的幸福，怎么就不仁不义了？爹娘在家肯定很担心，姐姐连家都不回，还要自己私定终身，不是不仁不义是什么？
这女人不是善茬，说话茶里茶气的，好一朵盛世白莲花。左一句姐姐不对，右一句姐姐不对，句句话表明都在败坏她姐姐的名声。姑娘，我不收人，你回家去吧。是啊，姐姐，爹娘肯定急坏了，咱们回家吧。平儿不是死缠烂打之人，被拒绝了一次，她没有勇气再去求人家，她只能回家了。姑娘，我不收人，你回家去吧。是啊，姐姐，爹娘肯定急坏了，咱们回家吧。平儿不是死缠烂打之人，被拒绝了一次，她没有勇气再去求人家，她只能回家了。恩公，你可不可以送我回家？我害怕再遇到其他土匪。一会儿我让其他人送你回家。啊，其他人？哪有其他人？恩公，你不会是让这些强盗送我回家吧？叶莺莺颤抖地指着这些强盗。当然不是了。啊，那就好，那就好。不过这儿还有其他人吗？大哥，我腿麻了。你给我老实点儿，别耍花招，不然我让你脑袋开花。好汉，有话好好说，我只是腿麻了，没想做什么。戏看够了就出来，别再躲躲藏藏的，别再躲躲藏藏的。躲在草丛里的宁坤问道：“老大是在叫我们吗？他是发现我们了吗？”毕金华挠挠头：“没有吧，咱们都跟着他6天了，他都没发现。难不成除了咱们几个跟着老大外，还有别人跟着老大吗？”哎，这可说不定。咱们想来偷师，军中肯定有人和咱们想法一样，偷偷跟着老大。小夫应声附和：“没错，肯定是这样。他们当不上老大的小弟，就想偷师，真不要脸。”老大不愧是老大，一个土匪窝，轻轻松松就被他一个人端了。你们几个要准备在草丛里面躲多久？还不出来吗？是不是要我亲自去请你们？廖云芳看着草丛的方向：“完了，老大发现我们了。”他是怎么发现我们的？别废话了，都被发现了，还不赶紧出去？六子，你把这位叶小姐送回城主府。毕金华，你把这2位姑娘送回家去。剩下的小夫和胖虎送回家去。宁坤、陈伟玲，你们俩跟着我，把这群土匪带到军营里去。廖云芳井然有序地安排着。是老大，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兄弟们，老大又给我们派活了，都好好干。老大，恩公，你不送我回家吗？不了，我有其他的事情要办，我得给这些土匪找个去处。那好吧，恩公，你忙完一定要来看莹莹，莹莹在家中等着你。回去吧，柚子，送他们回去。是，老大。什么人敢闯西北大营？什么人敢闯西北大营？舅舅，是我们。宁坤，怎么是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舅舅，这些都是老大带回来的俘虏，军师带回来的。这些都是什么人？土匪。你这出去跑个步，还把土匪窝给端了？是他们不长眼，自己撞到我的枪口下了。程晶晶悔不当初，今日出门没看黄历，才会遇上这尊大佛。这些人你带回来要如何处置啊？把他们送到战场上去打仗。这些人强抢民女，直接杀太便宜他们了。军中可没有多余的粮食给他们吃的。宁坤，你带人去他们的窝。宁坤，你带人去他们的窝。他们是土匪，肯定藏有余粮。好的，老大，这件事交给我，我一定办得妥妥帖帖的。有人想跑？逃跑门都没有，几个逃跑的人都应声倒地。还有要跑的吗？跑啊！谁敢当逃兵，那就只有死路一条。难道不当逃兵就不用死了吗？上了战场不一样也是要死吗？哼，你以为你有的选吗？上战场死了，我们就善待你们家人，给你们发阵亡抚恤金。如果不上战场，我现在就解决了你们。
带走，看着他们，谁敢逃走，直接杀了。左峰，左峰，你去安排一下这些人。是，军师。将军，末将这就去安排。你们先回各自的营帐休息。是，军师。军师，一路辛苦了。作为吴起国的军人，为国效力是我的职责所在。军师一会儿可还有事要办？没事了，你有事儿？哦，找军师想聊聊天嘛。行，一会儿我去找你，我先回去洗漱。好。廖云芳回到自己的营帐，营帐外有守卫。劳烦小哥叫人帮我准备一桶洗澡水，我要沐浴。是，军师，末将这就让人准备。待士兵将水准备好，廖云芳褪去身上的衣裳，舒舒服服地泡进水里。泡澡的感觉真好，一身的疲惫都消失了。将军。哦，军师来了，坐。好。军师来到军中也有数日，一切可还习惯？习惯了。可有十足的把握？我这人从来不说大话。这一统六国说起来容易，但是治理起来很难呀。确实如此，这就要看咱们的皇帝了。若是有朝一日一统六国，就要统一货币，统一语言，统一文字。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军师真是个人才啊！易水寒对廖云芳的赞赏又多了几分。此人是上天派来的吧？坏了！军师没事吧？军师，你可闻到了血腥味儿？靠，这易水寒的鼻子是属狗的吗？这么灵敏？要死！大姨妈什么时候来不好，偏偏这个时候来，这下他该怎么解释？有吗？我怎么没闻到？这血腥味儿好像是从你身上传出来的。军师，你是哪里受伤了吗？没，我没受伤。军师怕是自己受了伤也浑然不知啊。这血腥味儿就是从军师身上传来的。你我都是男子，军师若是不介意，我替你检查一番。不用了。都是男人，你怕什么呀？都是男人，你怕什么呀？将军，你别乱来啊！我可没有龙阳之好的。廖云芳，本将军可没有龙阳之好，本将军是在关心你的身体。我一个大男人，你关心我的身体做什么？来人，让宁坤那个混蛋再滚去洗袜子去。这都是宁坤那个混蛋传出来的谣言。门外的守卫怕触霉头，不敢进来，在外面应了一声：是，将军。本将军让军医给你瞧瞧，这总行了吧？不必了，我真没受伤，不用麻烦军医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军师，你莫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本将军？你这话我可不爱听了，你什么意思啊？这口气当我是犯人了？再说了，谁没点秘密？你大惊小怪干什么？廖云芳决定先发制人，胡搅蛮缠。还是说将军看上我了？将军，我做错什么了？又让我去洗袜子。出去！易水寒瞪着宁坤这个始作俑者，要不是看在他是幼龄外甥的份上，他早就削他了。等会儿把你的外袍留下。哦，你们，将军太不是东西了，居然扯了老大的衣裳。眼睛往哪儿看呢？没往哪儿看。老大有的，他也有啊，有什么好看的？真的不用请军医看看吗？真不用了，多谢将军好意。今日就到此为止吧，我想回去休息了。下次再和将军探讨一统六国之事。廖云芳不等易水寒拒绝，脚底生烟，飞快地跑了出去。军师是那里受伤了，所以不敢让人看，怕有损名声。难不成是这几日和那些女子纵欲过度了？不行，他得去敲打敲打一番。军师那个小身板
可不能被那些女子榨干了。太痛了，廖云芳痛到在床上打滚。门外的六子听到后冲了进来。老大，你怎么了？出去，别进来，在门外守着，不准任何人进来。在门外守着，不准任何人进来。老大，你没事吧？我没事，老毛病了。你出去守着，不许任何人进来。那老大，我出去了，你要是有事就叫我。好。廖云芳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浑身冰冷，四肢痉挛，嘶哑的嗓子里不禁发出阵阵痛苦的呻吟，在床上痛苦地翻滚着。怎么办呀？老大听起来好痛苦啊！六子再也待不住了，飞快地跑了出去，直奔易水寒的营帐。将军，不好了，老大出事了！军师怎么了？老大在房中嗷嗷大哭又呕吐。换军医了吗？老大在房中嗷嗷大哭又呕吐。换军医了吗？还未换军医，老大不让人进去啊。他说不让人进去，你就不换军医了吗？若是军师真的出了什么事，你担得起吗？立刻马上的去换军医过去。是将军。六子不禁一阵后怕，飞一般的速度跑去找军医。易水寒加快了脚步往廖云芳的营帐去，他掀开布帘，一股浓重的血腥味传来。军师真的受伤了？军师，你怎么样了？你出去。你都这样了，为何还如此固执？你躺好了，我已经命六子去请军医了。来了，军医来了。六子气喘吁吁，军医也是喘着气。来了，军医来了。六子气喘吁吁，军医也是喘着气。快给军师看看。军师，让老夫给你把把脉。我没事，我不需要看病，你们都回去，我再忍忍就好了。给他把脉。你们俩出去，让军医留下。不出去，我就不看。我们出去，老李，你务必要治好军师。老李定当竭尽所能。老李认认真真的把着脉。这脉象不对呀，军师，你烦请李大夫替元芳保守秘密。所以军师，你真的是？是，没错。军师放心，老李我会替你保守这个秘密。无论军师是男儿身还是女儿身，他救了整个西北大营，这是事实。他是个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老李决定守口如瓶。军师，你如今恐怕需要有个信得过的人在身旁伺候，最好此人还是女子。我晓得。劳烦李大夫让六子帮我把红衣叫进来。好。李大夫走到门外。六子，去喊红衣过来。叫红衣过来做甚？叫你去你便去，别问那么多。好，我这就去。军师换红衣做甚？哦，军师让红衣过来伺候。军师得的是什么病啊？严不严重？可能治好？军师他是旧疾复发，血流不止，流个5、6日自然就会停了。流血流5、6日还能活命吗？能活。这个军师的体质和咱们不同，你是说军师的体质异于常人？是。这几日你多观察一下。红衣听闻军师出事儿了，也是着急忙慌的一路跑过去。李大夫，红衣来了。六子气喘吁吁的，他这一晚上就没停歇过。红衣见过将军。啊，不必多礼。进去吧，军师有事交代你。是，李大夫。将军，夜深了，先回去歇息吧，
军中大小事务还需要将军主持大局。军师这里有老夫和红衣即可。好，你在此候着。红衣看到虚弱的军师，心痛不已。军师，你可还好？红衣，我能信任你吗？红衣扑通一声跪了下去。没有军师，就没有红衣的今天。是军师给了红衣新生，红衣此生绝对不会背叛军师，红衣此生绝对不会背叛军师，有违此事，天诛地灭。你请富儿过来，我有话跟你说。是，军师。我来癸水了。军师来癸水了？红衣是女子，她自然知道来癸水了是何意，她的内心久久不能平复。军师，你……我是女子。军师是想让红衣代替军师来癸水吗？红衣真聪明。和聪明人说话就是简单，一点就通。那红衣先替军师处理一下。有劳红衣了。这是红衣该做的。这几日我不便出去，你带着女兵去跑步，还是绑上沙袋，锻炼不能落下。你们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自己不努力，谁也帮不了。是，军师，红衣明白，红衣一定不会辜负军师的信任。王爷，表小姐来了。表小姐？妹儿别误会，那是我母后的远房亲戚，我们之间清清白白，我喜欢的只有妹儿一人。哦，这样，那一会儿我要是做了什么，你可别心疼。不会，别的女人靠近不了本王的身。表哥，一个身穿粉红色衣裙的女子欢快地叫唤着。表哥，她是你的客人吗？她是本王未来的王妃。燕儿看姐姐面生得很，不知姐姐是哪家千金？我呀，就是一个乡下女子。乡下女子，乡下女子，区区一个乡下女子，怎能当得了未来王妃的头衔？那你认为，这个王妃应该由谁来当？你吗？表哥身份尊贵，自然是要一个身份配得上的女子当王妃。我爹可是城主，身份当然比你这个乡下野丫头强多了。听见了吗？他想当你的王妃呢。想当本王王妃的人不止他一个，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出本王的眼。表哥，你怎么能这么说燕儿？说得好，奖励你。光天化日之下如此轻浮，光天化日之下如此轻浮，不知廉耻。这就不知廉耻了？那你这个看的人叫什么？下流，还是下贱？表哥，他骂我，你可要为燕儿做主啊！未来王妃说你两句是看得起你，别给脸不要脸，哭哭啼啼的，看着就心烦。表哥，好好的食欲都被你破坏了，还不滚出去！许燕儿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恶狠狠地瞪了柳如妹一眼，离开了。表现不错，你这张嘴我很满意。本王还能让你很满意？王爷，你变了。王爷，你变了，我再也不是你最得力的手下了。为了哄未来的王妃高兴，王爷已经变得残暴不仁了。要不咱们回房里亲个够？妹儿这是在邀请本王。你说是便是。你就不怕擦枪走火？你邀请本王，本王可未必能把持得住。你听听，你听听，王爷，你自个儿听听，这些狼虎之词是我们一个大男人能随便听的吗？哎呀，王爷呀，你跟王妃要亲热，赶紧回房里去吧。
可怜一下我们这些还没讨媳妇的人，行不行？我不怕。柳如梅，这是什么？看萧清然手里的红色时，柳如梅懵了，她的大姨妈怎么来了？完了。这个，那个，我之前是为了试探你，所以才撒了一个小小的谎言。这可是我亲自挑选的伴侣，无论如何都要忍耐下去，既不能大骂，更要宠爱有加，否则一旦把人家吓跑了，可如何是好？毕竟能寻觅到如此佳人实属不易，自然要倍加珍惜，宠溺无边。罢了。其实此事我能助你一臂之力，一直憋着总归不妥，一直憋着总归不妥。好妹儿，那就麻烦你帮帮我吧。好。好妹儿，为了庆祝我们都能填饱肚子，今晚街头有举办灯会哦，想不想一同去观赏一番？好啊。夜幕逐渐笼罩大地，仿佛一块巨大的黑色绒布缓缓铺开，灯火如明珠夜放光华，映照之中，高大巍峨的市前殿宛如一座晶莹剔透的珠宫贝阙。好生热闹啊！表哥怎么会带这样的野丫头出来呢？这时，一名身着绿衣的女子走过来，好奇地问道：“呀，王爷身边的那位姑娘，你可认得？”我跟她曾打过一次交道。哦，看着倒是挺眼生的呢。不知道这位姑娘出自哪家府邸啊？哼，什么名门望族都算不上，不过是个从乡下来的粗俗丫头而已。我看着也不像是乡下来的呀。人们不由得惊叹，柳如妹今夜犹如仙子下凡一般，她那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如瀑布般随意地垂落在香肩之上。就是乡下来的，她可是亲口对我说的呢。冷吗？还好。夜晚的确有些凉意，不过有本王搂着你，就不会那么冷了。夜晚的确有些凉意，不过有本王搂着你，就不会那么冷了。想抱我就直说嘛，何必这么拐弯抹角呢？哼，还是媚儿了解我，什么都逃不过媚儿的法眼。哎，那边好热闹呀，他们在干什么呢？应该是在举行诗会吧。咱们一起去看看，好不好？好，既然你想去，那本王便陪你一同前去观赏一番。然而这一幕却让一旁的徐燕儿心生嫉妒，脸色变得十分难看，简直快要酸死了。这个贱人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勾引表哥，还与他搂搂抱抱，真是不知羞耻，不成体统。各位，今日这诗会是庆祝咱们有了粮食可吃而举办的，咱们今日就以粮食为题作诗，好不好啊？当然了，这比试啊是有彩头的，斩获今日诗会头筹者可以获得我们城主支持的白银500两。这个诗会正是城主大力支持的。哇，有白银500两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500两够他们花几辈子了。对于穷书生来说，500两银子是不小的诱惑。今日这场比试由我们城主来当裁判，我现在宣布比赛正式开始。我来一首插秧歌。田父跑秧田父接，小儿拔秧大儿插。力士兜鍪缩是甲，欲从头上施到甲。换取招餐歇半煞，低头折腰止不达。秧根未劳时未扎，照管鹅儿与雏鸭。宋公子好才情啊！可还有人比试啊？我来一首。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
待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哎呀呀，不愧是中了秀才的吴秀才呀，好诗啊！还有比试的吗？有，我听到王爷身边的这位姑娘说，吴公子和宋公子的诗句一般，他的诗比两位强。柳如妹有些不悦，这个徐燕儿是要跟他过不去，想让他出丑呢。看看身旁的男人，他心里默念一句：啊，蓝颜祸水啊！这位姑娘既然说你的诗比宋某人和吴秀才的都好，不如让咱们大伙听听看。好啊，那我就献丑了。好啊，那我就献丑了。作诗之前，我有话要问大家。姑娘请问，大伙都听着。好，那我就问了，各位可知我们吃的粮食是怎么来的？这谁不知道？当然是土里种出来的呀。公子说的对，没错，粮食是从土里种出来的。那么是谁种的呢？是农民伯伯种的。我们吃的粮食饱含着农民伯伯的血汗。今天这首诗是为所有农民而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好好好！人群中不知道是谁带头鼓起了掌，鼓掌声震耳欲聋。这首诗虽然短小精炼，但是意蕴深远，耐人寻味。它告诫我们，颗颗粮食饱含着农民伯伯的血汗，要倍加珍惜。民以食为天是一种美德，我们应该将这种美德发扬光大，真正做到爱惜粮食，人人有责。还有没有人要和这位请问姑娘如何称呼啊？柳如妹。好，还有没有人要同柳姑娘比试的呀？台下无一人吭声。柳如妹这千古绝句一出，谁还比得上？还有没有人啊？有没有？后面的？好，没有人的话，我宣布，此次比试获胜者是柳如梅柳姑娘啊！恭喜柳姑娘！哈哈哈。多谢。看到柳如妹大出风头，徐燕儿气坏了。徐燕儿气坏了，早就把今日萧清然的警告抛之脑后。不就是会做几句诗罢了，有什么可得意的？不过是个乡下来的野丫头。按照你的意思，是说会作诗的都是贱人了？跟姐斗，你还嫩了点儿，小样，姐就让你成为全部读书人的公敌。这不是城主的女儿徐燕儿吗？真是胸大无脑，什么话都说呀。可不是，空有一张花瓶脸。他呀，就是看到柳姑娘站在王爷身边，故意找事儿。你们还不知道吧？这个徐燕儿喜欢王爷，但是王爷不喜欢她，她这是对柳姑娘生出恨意了。要是我也不会喜欢上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大家你一言我一句的讽刺徐燕儿，丝毫不给城主面子，丝毫不给城主面子。城主黑着脸，他今日的脸面都被丢尽了。你这个逆女，还不滚回府去？还杵在这儿干嘛？还嫌不够丢人是吗？爹，他们骂我，你不帮我也就算了，怎么还帮着外人凶我？徐燕儿，你竟然胆敢对本王未来的王妃多次口出狂言，言语不敬，难道真的认为本王会一直容忍你这种无理行为吗？要不是因为看在母后的面子上，本王早就下令将你重重责罚了。从今往后，如果再让本王听闻你有任何诋毁未来王妃之举，本王必定会毫不留情地将你送进大牢受苦。表哥，既然你称呼我为表哥，那么以后再见到妹儿时候，
要尊称一声表嫂才行。如果做不到，那就不必再喊我表哥了。这句话简直就是杀人不见血，直戳人心窝子呀。柳如妹心中却是暗自窃喜不已，老天爷真是眷顾她呢，竟然送给她这么一个绝世珍宝般的男子。这个男人她是非嫁不可了。王爷啊，请您先息怒吧，这一切都是徐某教导无妨所致啊，以至于我这个忤逆不孝的女儿竟然口出狂言，大放厥词。哼，既然这样，那就看在母后的份上，今天暂且饶恕她一次罢了。不过希望城主大人回到家之后能够好生管教一下令爱。遵命，遵命。徐某感激涕零，谢过王爷开恩。回家以后必定会对小女严加管束，严加训导，请王爷尽管放心便是。愣在这里干什么？难道还觉得不够丢脸吗？赶快把这个忤逆不孝的丫头给我带回府去，关禁闭10天。爹爹！徐燕儿气得直跺脚。带走。站在本王身旁的这位佳人，乃是本王深爱之人，同时也是即将到来的萧王妃。你们这些人最好给本王睁大眼睛仔细瞧着，如果谁敢对未来的王妃有一丝一毫的不敬，那么休怪本王手下无情。王爷和柳姑娘真是佳偶天成，天造地设呀！柳姑娘同王爷一样心怀天下，忧国忧民，实乃我等之福啊！在此，我等恭祝王爷与柳姑娘新婚快乐，百年好合，举案齐眉。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一阵惊呼声：“不好了，不好了，有人晕倒了！”原本喧闹的人群瞬间变得骚动不安起来。诸位请不要再围在此处，这样会影响病人呼吸新鲜空气。我爹到底咋回事啊？令尊所得之症乃羊癫疯。柳如妹毫不隐瞒，据实以告。在场诸人皆是头一回听闻羊癫疯此种病症。可是有什么医治之法吗？此类病症的发作通常与日常心境疲惫、情绪起伏不定、压抑焦虑以及易怒等因素相关。当前最佳疗法莫过于药物治疗。此外还需注意，让老人家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避免过度操劳及发怒。唉，我爹治病需要用哪些药材呢？男子无奈地叹息一声，家中兄弟众多，不久前正因父亲隐居于谁家而发生争执，不巧被父亲听闻，致使其情绪产生波动。我这里有已经配置好的现成药丸，你拿回去后直接让令尊服下就行了。多谢柳姑娘。哎呀，柳姑娘真是宅心仁厚啊！王爷能寻觅到这样一位好姑娘，实在是太幸运了。谁说不是呢？柳姑娘不仅容貌姣好，心地还如此善良。你们知道就好，也不看看这位王妃可是我千挑万选才定下的。这个需要每日分成3次，让你父亲服下。多谢柳姑娘，若不是有你相助，家父恐怕……不必客气，分内之事罢了。如今该交代的事情都已经交代清楚，那我们便先走一步喽。言罢，他转头看向萧清然，不如我们四处走走，散散心如何？甚好。妹儿，等回到京城后，与本王一同前去拜见母后和皇兄可好？好。柳如妹轻点颔首，表示同意。毕竟丑媳妇儿总是要见公婆的嘛。你们这些不知羞耻的狐狸精，成天的卖弄风骚，勾引男人。我家男人已经整整5天没有归家了，简直就是个爱见刀的负心汉呢。原来是一名女子瘫坐在地上，毫无形象的撒泼打滚，
与此同时，另一个声音也传入耳中：可恶，今天真是倒霉透顶了，又输光了，真扫兴，遇到这种事情。输了银子的男人心情本就极差，听到哭声更是烦躁不堪，于是对着地上撒泼的女人破口大骂道：哪来的疯婆子，在这里嚎啕大哭，像办丧事一样。林洛成那个家伙跑哪儿去了？快叫他过来把这个倒霉女人领走。听说他这几日一直留宿在红豆姑娘那里呢。什么？竟有这样的事儿？你夫君在楼上呢，要哭就到楼上哭去吧，别在这儿吵吵闹闹的，妨碍我们打麻将。就是，我们可没闲工夫看你演戏。其他人也跟着起哄，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样子。林洛成，你这个该死的家伙，我辛辛苦苦在家里照顾一家老小，而你却在这里寻欢作乐，放荡不羁。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还有没有良心呢？林洛成，你给我滚出来！林洛成，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周围的人目睹这一幕，纷纷投来嘲笑和讥讽的目光。洛成，快把你那疯婆子老婆带走吧，别在这儿影响大家的兴致。就是，要我说，这种婆娘就该休了。长得这般丑陋，换成是我也下不去嘴。你在这里闹什么你啊？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看看现在你是什么一副鬼样子啊！赶紧给我滚回家去！赶紧给我滚回家去！我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难道不是因为给你生下了一对儿女吗？没嫁给你以前，我也是个年轻貌美的姑娘啊。可自从嫁到你们家来，整天忙前忙后的操持家务，才会变成现在这副惨状。想到自己所受的委屈和苦楚，女人心里感到无比酸楚。这时徐雅涵缓步走来，眼神中透着一丝冷漠。瞧瞧你现在这副样子，任谁看了都会觉得扫兴至极。若还妄想你那薄情寡义的夫君能够回心转意，除非你彻底改头换面。想要做出改变，又岂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呢？别怕，我可以帮助你。哼，你会有这么好的心肠吗？哼，你说的没错，我可不是什么良善之人。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赔本的生意我是绝对不会做的。不过今天嘛，我倒是可以不收你一分钱。那位身材丰腴的女士仍然显得有些迟疑不决。我并不要收取您的任何费用呀，尝试一下又有何不可呢？至少不会比您目前的状况更糟糕了嘛。那好吧，我暂时先相信你吧。去换上一身新衣服吧，你身上这套实在是太过陈旧了，与你并不相称。春桃，带他下去换一换衣服，帮他挑选一件黑色的，这样会显得苗条些。等换好后再出来，我会在大厅里帮他梳妆打扮。遵命，许姑娘，奴婢马上带她去更换衣物。徐雅涵心中盘算着，只有让所有人亲眼目睹这个胖女人所发生的惊人变化。一炷香后，徐雅涵嘴角微微上扬，流露出一抹自信的笑容。好了，你可以看看了。胖女人凝视着铜镜中的自己，不禁瞪大了双眼，满脸难以置信地喃喃自语道：这真的是我吗？镜中的影像如梦幻般美丽动人，甚至比她年少时更胜一筹。转过身去，让你的夫君好好欣赏一下。林洛成呆呆地望着眼前的女子，嘴巴微张，结结巴巴地吐出一句话：
林洛成呆呆地望着眼前的女子，嘴巴微张，结结巴巴地吐出一句话：“这是我家娘子。”哼，就让你们尽情地惊讶去吧，被震撼的目瞪口呆吧。不是你娘子，还能是谁呢？许姑娘这双巧手真是神乎其技呀，竟然能把一个平凡无奇的女人变成如此倾国倾城的大美女。是啊，你们瞧林洛成那副痴呆模样，眼睛都看直了。要是我家婆娘也能变得这般美艳动人，我肯定也会像她一样盯着看个不停。还不赶紧带着你家相公回家呀？相公，我们一起回家去吧。这一次，男子一改往日的冷漠态度，并没有给他摆脸色看，而是满脸笑容，满心欢喜。好啊，娘子，咱们这就回家。胖夫人终于如愿以偿，成功地把自己的相公带回了家。庄严巍峨、气势恢宏的皇宫内殿里，一片静谧祥和。皇帝正襟危坐于龙椅之上，专心致志地审批着堆积如山的奏折公文。陛下，夜色已深，请您歇息片刻吧。不知今晚要宠幸哪位贵妃娘娘呢？今晚就不必翻牌子了，都拿下去吧。即使翻了牌子，他也未曾宠幸过任何一个嫔妃，都是走走过场罢了。遵命。就在此时，一个念头突然闪过皇帝脑海：徐雅涵。也罢，明日还是出宫一趟，去探望探望。至于入宫之事，先暂缓再说吧。庄家7点，通杀！发牌的荷官高声喊道。随着这声呼喊，周围传来一阵叹息声。唉，怎么又输了？李文兄，你这2日手气真是不佳啊。可不是嘛，这2日我都快输了1万两银子了。皇帝一听到1万两这个数字，顿时来了兴趣。他暗自心想，究竟是哪家的纨绔子弟如此奢侈浪费呢？输了就是输了，本公子家里有的是钱。李文，你可真够神气的，听说你们家卖米赚得盆满钵满的呢。的确，在吴起国，由于大米产量稀少，因此价格高得离谱，正可谓物以稀为贵。那可不，哪家能比得了我家的米多呀？萧清泽一边想着，一边焦急地四处张望，试图找寻徐雅涵的身影。这丫头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哎，你们许东家呢？怎么到处都看不到人影啊？我们许东家正在后院忙活呢。您是哪位啊？找我们东家有什么事儿吗？我姓黄，是他的朋友，找他有点急事。原来是这样啊，请您稍等片刻，我这就带您过去。伙计说着，便领着萧清泽朝向后院走去。一路上，萧清泽忍不住好奇地问道：“你们许东家到底在忙些啥呀？”嗨，许东家正在给客人化妆呢。我们许东家那双手可厉害了，简直就是出神入化。凡是经他手化妆后的女子，个个都变得美艳动人，跟换了个人似的。昨儿个有个胖胖的妇人来试过一次后，回家到处显摆，结果现在好多人都是冲着许东家的手艺专门跑过来的。毕竟天底下哪个女人不爱美呢？又有哪个女人不想变得更美，留住相公的心啊？伙计领着萧清泽穿过嘈杂的前厅，来到安静的后院。一进院子，萧清泽便看见徐雅涵戴着白色口罩，正全神贯注地给一位身材略微丰满的女子梳妆打扮。认真的女人果然最美啊。许东家，有位姓黄的公子找您。姓黄的公子？该死，他怎么会来这儿？难道说上次？想到此处，徐雅涵不禁皱起眉头。
可恶，这个家伙该不会是尝到甜头，想要继续纠缠不休吧？东家，客人已经带到了，那小的就先到前厅去招呼了。退下吧。徐雅涵头也不抬，此刻的他正全神贯注于眼前的工作，根本无暇顾及其他。好了，夫人，可以看看您现在的模样了。天啊，好美啊！我从来不知道自己竟然能如此美丽动人。其实你的五官挺好看的，就是不懂得化妆。只要你稍加修饰一下，就可以变得很漂亮了。呀，许东家这双手真是太巧了！好想让徐雅涵用那双巧手为我精心装扮一番呢。许东家，您能否也帮妾身化个妆呢？那女子面带期待，眼神中透露出一丝跃跃欲试之意。今日我一定要精心装扮一番，将相公迷得神魂颠倒，然后将他拉入我的闺房之中，最好能共度良宵后身怀六甲，如此一来便可巩固地位了。当然可以，不过需先支付银钱20两。好的，多谢许东家。不客气，我们只是各取所需，你花钱我办事。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其实你们可以自己学化妆技术的，自己学会了，每日花点时间在家中化，就不用每次都上我这儿来了。若是我这儿接待的人多，你们可能得等上一日。许东家，我想学，不知道这学费需要交多少？一个人500两。500两，我会不会太多了？你要这样想，花500两学会化妆了，每日漂漂亮亮的出现在你们夫君面前，留住的可是夫君的人和心。这样你们还觉得500两贵吗？那妇人听了这话后，心中不禁有些犹豫起来，毕竟500两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许东家，您的提议确实非常让人心动不已，只是这500两银子实非小数目，妾身一时实在难以拿出，可否容妾身考虑考虑，明日再给您答复？好，我也要等到明天才能给许东家您一个答复呢。今晚回到家里，在我家夫君耳边吹吹风，说不定他一高兴就会给我500两银子了。好的。这时那位妇人起身告辞道：许东家，妾身先行一步归家了。慢走，春桃，你去送一下2位夫人。是，许姑娘。2位夫人，请跟我来。有劳了。许东家，事情都处理妥当了吗？已经处理完毕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吗？眼前这位名叫徐雅涵的女子，如今尚不清楚我的真实身份，但倘若她知道真相后，想必也会迫不及待地入宫争当皇妃吧。那么你是否有意愿入宫呢？我为何要进宫？难道世间女子不是都费尽心机，争先恐后的想要进入宫廷，成为皇帝的嫔妃吗？休得胡言乱语，那不过是其他女子的选择罢了，绝非代表我个人意愿。实话告诉你，我根本毫无入宫之念。究竟是何缘故，致使你如此反感入宫之事呢？一入宫门深似海，从此高墙绝红尘。这皇宫之中虽然看似金碧辉煌，繁华热闹，但其中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又岂是常人所能承受得了的？所以呀，皇宫可绝对称不上是个好地方。哦，听姑娘此言，似乎对这宫廷之事颇有见解，不知这话从何说起呢？
你为何如此好奇？你究竟是何人？哈，我不过是一名普通的禁卫军罢了。哼，你是不是和皇帝有仇？许东家何出此言？我都跟你那个了，你还问我要不要进宫当妃子？你是想绿了皇帝吧？难道皇帝抢你心上人了，所以你想报复他，给他戴绿帽子？这个女人可真是什么都敢说啊！怎么会有如此奇特的脑回路？此刻的萧清泽真想撬开他的脑袋瓜子，看看里面到底装的都是些什么东西。我说对了，这皇帝真的抢了你心上人，进宫当妃子。你要这么想，就这么想吧。你既然是禁卫军，那么一定见过皇上吧？他到底长什么样呢？是不是一个已经年过50旬的老头子？你竟然不知道皇帝的年龄？你不是吴起国的子民吗？不是啊，我并非来自吴起国。既然如此，那你究竟是何方人士呢？我乃贼国人士。啊，原来如此。萧清泽喃喃自语，似乎在努力理解这个陌生的国度。紧接着他又好奇地发问，那么你又是如何来到此地的呢？若我告诉你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会相信吗？我信。哈，你竟然相信？这么离谱的事情你居然也相信了？我相信你所说的一切。如果不是事先听国师提起过将会有天外来客降世，恐怕连他自己都无法相信这样离奇的事情。徐东家，这是昨日的账目，做好了，请您过目。好，拿过来吧。他毫不犹豫地伸出手去接过账册。好，东家，您看。哈，这位黄公子怎么如此不识趣呢？难道看不出来我此刻需要专心对账吗？居然还厚颜无耻地待在此处不肯离开。既然对方装傻充愣，那只好由他开口驱赶了。那黄公子若是无事可忙，可否应当先行回避一下呢？毕竟我得与账房先生仔细核对账目，实在无暇分心招待客人呢。还望公子海涵勿怪。许姑娘，我有个想法。好，什么想法？许姑娘，我有个想法。好，什么想法？许姑娘如此年轻便拥有这般家业，实在令人钦佩。然而树大招风，恐怕会引来一些居心叵测之人的觊觎啊。有话直说便是，不必拐弯抹角。我这个人性子最直爽，最讨厌婆婆妈妈的做派。许姑娘爽快。我想入股怡红院，从今往后，怡红院的安全就交由我的人手负责。我可以向你保证，整个吴起国境内绝对不会有人敢在此闹事。不知许姑娘意下如何呀？难道说你将来打算自己拿着这些钱起兵谋反，自己登上皇位不成？我并无造反之意。哼，这本来就是皇帝。那就好。那么许姑娘，对于我们之间的这次合作，你有什么看法吗？我觉得还行吧。只要你能够确保我这家怡红院从今往后生意兴隆，一帆风顺，我倒是可以考虑让你入股。不过嘛，既然是要入股，自然是需要拿出一些真金白银来的啦。这样好了，100万两银子分给你5成股份，如何？100万两。萧清泽心中暗自叫苦不迭，因为他根本没有那么多钱。事实上，他这位皇帝当得十分穷困潦倒，如果不是走投无路，他也不会想到与徐雅涵合作这条路。你没钱？你没钱？难道你打算空手套白狼不成？我这次出门身上确实没多带现银，但我绝无欺诈之意。这样吧，我这里有5万两，
可以先当做押金放在这儿，可否通融通融？徐雅涵犹豫片刻后，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也罢，那3日后你必须将剩余的95万两全数补上给我，到时候赚到的银子便可以开始按照比例分给你。好，一言为定。春桃送完2位夫人回来后，徐雅涵轻声喊道：春桃，麻烦你先将账册拿着我房中放好。遵命，许姑娘。老刘，你也先行一步吧。遵命，许姑娘。老刘，你也先行一步吧。好，小人这就告退。徐东家，是否有意一同前往牌桌切磋麻将技艺？甚好。唉，皇帝真是可悲呀。徐东家为何发出此等感慨？你想啊，那皇帝到底愚蠢到何等地步，方能纵容如此众多的贪官污吏滋生蔓延？徐东家又是从何处得知此事？那位太守之子与尚书之子轻而易举便能掏出上万两巨资，无需深思便可知晓，必定是通过贪污受贿所得。无论何时何地，世界上总是不乏那些贪污受贿、徇私舞弊之人。许东家真是目光如炬啊！许东家真是目光如炬啊！许东家，你说这贪官如何才能全部一网打尽呢？一网打尽？哼，你太天真了。此话怎讲？只要人心有贪念，贪官污吏便是不可能不存在的。你今日杀掉一个贪官，明日便会有另一个人接替他的位置。谁又能保证新上任的官员不会受到贪欲侵蚀而堕落呢？难道就真的毫无办法可言吗？办法自然是有的，但若是说完全根除却是不易。不过通过一些手段倒是可以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哦，不知阁下有何高见？第一，实行监察制度，建立专门的监察机构，如御史台、督察院等，负责监督官员的行为。这些机构可以举报弹劾有贪腐嫌疑的官员。第二呢，审计财务，定期对官员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查看是否有异常的财富增长或者财务违规行为。第三嘛，要接受举报，鼓励民众举报贪官，对举报人进行保护和奖励。还有第四，调查和取证，皇帝可以派遣亲信或者专门的调查组对涉嫌贪腐的官员进行调查取证。妙妙妙，此地甚妙，实乃妙不可言。许姑娘若身为男子，必定前程似锦，无可限量了。女子又有何不妥呢？女子同样能够绽放光芒，甚至能比男子更为出色。许姑娘果真独具一格，与众不同啊！想必这便是国师所言之与众不同吧？扯远了。该如何治理国家、惩治贪官污吏这些问题，都应该是由皇帝老儿去操心，与我们无甚关系。不如继续打麻将吧。实际上，当今圣上非常年轻，正值而立之年，而且关爱子民，绝对称得上是一代明君呐。明君，那岂不是更为可悲？何出此言呢？他称帝多年以来，头一回听闻有人用可怜2字形容自己。他若真是个无道昏君，只需终日沉迷于声色犬马、纸醉金迷之中便可。如此一来，其一生必将过得逍遥自在，无忧无虑。然而你却称他为明君。既然如此，那么他此生注定要辛劳奔波，疲于奔命。因为他心系百姓，所以必须时刻为民操劳，以保国泰民安。又因肩扛江山社稷之重责大任，故而不得不舍弃自我，全心全意为国尽忠。正所谓居高者常忧惧呀。你说说看，这样的他难道不值得怜悯吗？许姑娘所言极是啊。诚然，
他一门心思全都放在国家和人民身上，能够得到这一般了解自己内心世界的奇女子，实在是他莫大的福气。徐雅涵呢？如果不是你说出这番话，并且表示不愿入宫侍奉，清雪镇还会斟酌一下是否要放你一马。清雪镇还会斟酌一下是否要放你一马。只可惜事到如今，无论如何，你都休想逃脱进宫的命运。好了，别说那么多国家大事了，搓麻将去。好。数日之后，阳光明媚，微风拂面，位于西北方向的庞大军营内一片宁静祥和。宽敞而整洁的营帐之中，廖云芳正尽情享受着沐浴带来的舒适与放松。红衣，这些天真是辛苦你了。军师言重了，这本是奴婢分内之事，能替军师排忧解难，更是奴婢的无上荣耀。我现在已全狱如初，你去将所有女子召集至空地处集合吧。今日起我们要开始训练其他项目了。那我们是不是不用再继续跑步了？不必了，大家已连续奔跑10日有余，足矣。接下来是时候为你们安排特别训练了。好，奴婢这就去召集他们。今日起，我将对你们展开特训，目标是将你们皆培养成特种兵。留给你们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满打满算也不过区20天而已。在这极为有限的20天里，你们必须拥有超越凡人的忍耐力，去完成那些看似不可能达成的任务。告诉我，你们究竟能否做到？能。女兵们齐声回答，声音清脆而坚定。大点声，没吃饭吗？能。很好，既然如此，那我便放心了。为了让你们更好地掌握近战技巧，我特意准备了一批木匕首和格斗战术教程。现在上前领取你们的兵器吧。是，军师。好，训练开始。刹那间，原本寂静无声的训练场变得热火朝天起来，一场紧张刺激的近身搏斗训练就此拉开帷幕。易水寒凝视着眼前意气风发、神采飞扬的廖云芳，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复杂的情感。将军，军师的训练方式确实别具一格，若能长久坚持下去，相信用不了多久，这群女兵必定能够突破自我，更上层楼。幼灵满心欢喜地看着正在训练中的女兵们，易水寒心中暗自纠结着，仿佛有2个声音正在激烈争吵不休。其中那个黑色的小人不断怂恿道：冲上去吧，没什么好顾忌的，将那军师也一同拖入这感情的漩涡之中，共同沉沦又何妨？然而与此同时，另一个白色的小人则义正言辞地反驳道：绝对不行，你身为吴起国的将军，肩负重任，乃众人之楷模。倘若你真的爱上一个男子，将来又如何能令众人信服呢？何必在意他人的眼光？这么多年来，他为吴起国立下赫赫战功，如今不过是有心仪之人罢了。难道连追求爱情的自由都无法拥有吗？即便如此，你们2人终究是男儿身，又怎能生育后代？易家本就与你一根独苗，莫非你忍心让易家从此断子绝孙，后继无人吗？到那时你还有何颜面去拜见易水寒的列祖列宗啊？面对内心如此激烈的挣扎和矛盾，易水寒感到头痛欲裂，痛苦不堪。宁坤，你在那里偷偷摸摸的干什么？幼灵突然喊住了正准备开溜的宁坤。这个舅舅也太不懂事了吧，自己跟将军卿卿我我也就算了，干嘛还要来管我呢？难道不知道将军和军师早就勾搭上了吗？要是再不抓紧时间把将军的心笼络住，以后可怎么办呢？将军，幽灵，你先回避一下，本将军有些事情想要问问宁坤。是将军。将军啊，
您该不会是又让末将来清洗那堆臭烘烘的袜子吧？要不咱们换个别的惩罚方式行不行啊？哼，本将军自然是另有所图，只要你如实回答我的问题，不仅可以免去责罚，甚至还会得到丰厚的奖赏。赏赐啥的还是免了吧，只求不要再受罚，便是谢天谢地喽。将军尽管发问，末将定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么对于那些喜好男人之风的，你作何看法呢？难道说将军已经不打算掩饰自己喜欢男人的事实了吗？他是比较忠于舅舅，还是军师？末将认为，看待龙阳之好，应该基于尊重、平等和理解，不应该歧视或偏见。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性取向，并且性取向并不影响一个人的人格、价值和能力。龙阳之好者与其他人一样，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若是有一个人有着特殊的癖好，而另一个人却无此喜好，那又当如何？听到这个问题，宁坤不禁在心里暗暗嘀咕起来。拥有那种特殊癖好的，难道不正是将军您吗？军师显然是对这种事情毫无兴趣啊。毕竟最近几天每晚都是红衣姑娘留宿在军师房中，此事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面对这样棘手的问题，宁坤一时之间真不知该如何作答才好。哎呀呀，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哎呀呀，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这次可真是把我给难住了，搞不好最后还要挨罚去洗臭袜子。怎么，本将军的问题很难回答吗？何止是很难回答，这根本就是一道送命题，好吧？既然回答不上来，那就给本将军滚去洗袜子。别，将军，末将真的不想再去洗袜子了。那就好好的回答本将军的问题。是，将军。没办法，谁让人家是将军呢？官大一级，压死人呢。要不将军您可以先问问对方，是否也喜欢男子。倘若他不喜欢呢，又该如何？那就想办法让他喜欢。什么办法？难不成要强取豪夺吗？难不成要强取豪夺吗？易水寒挑了挑眉，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宁坤顿时无言以对，他可没说过要用这种手段呢。不说话，也就是说，你也认同本将军的这个办法了？将军，末将没有。宁坤一脸苦涩，欲哭无泪。行了，不用说了，你出的主意，本将军很满意。不过嘛，本将军可要警告你，嘴巴给本将军闭紧点儿。要是敢到处乱说，惹出事端来，本将军就让你这辈子都待在那臭烘烘的袜子堆里度过余生。面对如此霸道无理的将军，宁坤心中虽有万般委屈和愤怒，但却又无可奈何，敢怒不敢言。宁坤心中虽有万般委屈和愤怒，但却又无可奈何，敢怒不敢言。将军实在是太腹黑了。好了，既然事情已经解决，那就没你什么事了。赶紧给本将军滚蛋！将军不耐烦地下达了逐客令。听到这话，宁坤如蒙大赦般连连点头称是，然后迅速转身离去。一路走来，他始终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地带，整个人浑浑噩噩的，结果一个不留神便狠狠地撞上了前方的胖虎。哎呦喂，胖虎，你难道是瞎了眼不成啊？怎么走路都不看路的呀？嘿，你说谁呢？分明就是你自己横冲直撞不看路，好端端的往我身上撞过来，现在居然还有脸倒打一耙，血口喷人。哎呀，胖虎老兄，您大人有大量，千万莫跟小弟一般计较嘛。我也是因为太过焦躁忧虑了，所以才会一时冲动说错了话，
你就原谅我这次吧。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军师可是我们的老大，你舅舅又是右先锋，你有啥好担心发愁的呢？唉，一言难尽呐。其实就是将军和军师。宁坤欲言又止，话到嘴边却又赶紧捂住嘴巴。哎，你也觉得将军最近不对劲儿是吧？我可什么都没说。喂，我跟你讲个秘密啊，千万别告诉别人。我前2天夜里瞧见将军大半夜还没睡，一个劲儿地盯着军师的营帐看，那副样子可真够吓人的。啥？你亲眼看见了？果然，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将军这么做实在太过显眼了些。当然了，我亲眼看见的。哎，你说将军不会是也想让那个红衣姑娘来伺候他吧？哎，你说将军不会是也想让那个红衣姑娘来伺候他吧？要不然干嘛深更半夜的盯着军师的营帐不放呢？这个笨蛋，怎么会这么想？将军分明是因为看到军师宠爱红衣而吃醋了。不过想想也是，换做任何人恐怕都不会联想到将军喜欢军师这种事上去。随你怎么想吧。唉，我都好久没有尝过肉味了，现在看到这些女人，感觉她们好像变得更加迷人诱人了呢。他色眯眯地盯着正在训练的女兵们，嘴角不自觉地流下了口水，眼睛里闪烁着贪婪的光芒。有吗？我怎么没看出有什么变化呢？不还是那一张张普通的脸蛋吗？没啥特别的呀。切，跟你这个榆木脑袋讲再多也是白费力气。切，跟你这个榆木脑袋讲再多也是白费力气，还不如安安静静的去欣赏美女来的实在。那群勇敢坚强的女兵们并没有被恶劣的天气所打败，她们依然在训练场上挥汗如雨，毫不松懈。红衣，今日就不必侍奉我了，你亦劳累许久，快回去休息吧。遵命，军师大人，奴家这便退下了。此时此刻，易水寒正静静地站在营帐之外，注视着一切。当他看见红衣走出来时，心中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营帐中弥漫着幽香，他的身体在水汽中若隐若现，水滴顺着他修长的脖颈滑落，轻柔地触碰着他的锁骨，仿佛弹奏出一首天籁之音。易水寒掀开帘帐走了进来，看到的就是如此活色生香的一幕。他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廖云芳整个人都不好了。淡定，他整个人都泡在水里呢，说不定易水寒根本就没有看到。将军，我正在沐浴呢，您这样一直盯着我看，是不是有些不太妥当？我并不知道你此刻正在沐浴。易水寒的目光依然紧紧地落在廖云芳身上，仿佛没有丝毫要移开的意思。那你现在已经知道了，可以稍微回避一下吗？不行。你能不能先离开一下？你待在这里让我觉得好奇怪啊。哼，本将军并非什么吞噬人类的妖邪鬼魅，何来吓人一说？你虽然不是什么妖魔鬼怪，但你的眼神却像是要将我生吞活剥了一般。有这么明显吗？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军师如此聪慧过人，理应明白本将军所言何意啊。易水寒的目光越发炽热，直勾勾地凝视着水中的廖云芳。不，我不知道。那我就告诉你，我中意你。易水寒每个字都说得很慢很清楚，仿佛要把这句话深深烙印在廖云芳心里一般。既然已经明白了自己对他的感情，他便不想再继续拖延下去。将军，您别开玩笑了，这可一点都不好笑。我们可是两个大男人。那又如何？本将军就是中意你这个人，无论性别、身份或者其他任何因素，都无法改变我对你的喜爱之情。天下间男子众多，您为何偏偏选中了我呢？喜欢我究竟有什么好处？
本将军并不在意其他人，唯独对你倾心不已。至于原因，或许只有上天知晓吧。至于原因，或许只有上天知晓吧。若说非要找个理由，那可能便是缘分天注定吧。易水寒缓缓迈步向前靠近廖云芳。你不要再过来了！将军，将军，请你冷静一下，有什么事咱们可以好好商量，千万不要冲动行事啊！宁坤，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我明明叮嘱过你要守在外面，不准任何人进来的，你竟然敢违背我的命令！廖云芳怒不可遏地朝着突然闯进的宁坤怒斥道。面对廖云芳的斥责，宁坤低着头，根本不敢正视他的眼睛。老大，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是我失职了。宁坤，哎呀妈呀，这下可完蛋了！宁坤心里暗自叫苦不迭，他心里清楚得很，看来将军这次又是把目标瞄准他了。他心里清楚得很，看来将军这次又是把目标瞄准他了。老天爷呀，为什么他总是这么倒霉呢？滚出去！谁允许你擅自闯入此地？将军，请随末将一同离开吧。横竖都是一死，大不了回去多洗几双臭袜子就是了。待到宁坤与易水寒相继离去之后，躲在浴桶中的廖云芳才敢缓缓起身。突然间，啊的一声惊叫响彻整个房间，紧接着扑通一声巨响传来。原来由于受到极度惊吓，廖云芳双腿发麻，无力支撑身体，致使其重重跌入水中。易水寒，你给我立刻马上滚出去！此时此刻，易水寒完全惊呆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全身赤裸、一丝不挂的廖云芳，整个人仿佛被定住一般，毫无反应。你竟然还敢看，赶紧给我滚开！你竟然还敢看，赶紧给我滚开！直到此刻，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一直以来与自己并肩作战、出谋划策的军师，竟然是一名女子。我暂时先出去一下，稍晚些的时候再回来。有多远滚多远，永远都不要在太监这里半步。那好吧，我明天再来拜访。易水寒心情愉悦至极，仿佛置身于温暖的春风之中，浑身洋溢着幸福和满足感。离开营帐之后，易水寒还特别叮嘱宁坤，从今往后，你们谁也不许踏入军师的营帐半步，一定要守好营帐，绝对不能放任何人进去，听清楚了吗？如果有人敢违反规定，我就让他一辈子都只能洗袜子，知道了吗？遵命，将军。宁坤望着兴高采烈、步伐轻快的将军，心中不禁感叹万分。完了，老大的晚节不保了。此刻，廖云芳身着整齐的衣物，静静地躺在床上，脑海中却如潮水般翻腾不息。易水寒竟然已经知道了他真实的性别身份，而从他的表现来看，似乎无论他是男是女，易水寒都对他怀有一份特殊的情感。将军又干嘛了？三更半夜不睡觉，竟然半夜三更跑到空地上舞刀弄枪。轮到值守的六子和毕金华远远地望着那个在夜色中独自挥舞着长枪的易水寒，满脸都是疑惑不解。我也不知道啊，将军的心思就像那深不可测的海底之针一样，让人捉摸不透啊。六子无奈地摊开双手，表示自己实在无法揣测易水寒此举背后的深意。是啊，眼看着离打赌之日只剩下区区20天了，你说说看，老大亲自训练出来的那群女兵，到底有没有可能赢得胜利呢？依我看，情况可不太乐观啊。且不论男女之间天生存在着力量差距有多大，单就说那些女兵吧，她们本来就有些娇生惯养，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千金大小姐，要想在短短1个月内战胜我们这些久经沙场、身经百战的将士们，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嘛！这不是明摆着羞辱人吗？话虽这么讲，
但我相信咱们老大肯定具备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确实如此，咱们老大可是出类拔萃、实力超群之人啊！由他所训练出来的士兵，必定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你觉得，如果女兵在一次次比试中获胜了，将军会如何惩处那些落败的男兵呢？让他们去洗袜子不成？哼，洗袜子那不是你空的专利吗？那不是你空的专利吗？远处传来夜晚特有的鸟儿鸣叫声，增添了一份神秘的气息。第二天黎明时分，天空仍被黑暗笼罩着，易水寒早已静静地守候在廖云芳门外。当廖云芳踏出房门时，一眼便望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易水寒正满脸笑意地站在那里。这是我特意给你煮的鸡蛋。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啊！啊，不是，这些鸡蛋可都是我深夜里跑到山里面寻来的，特别有营养，专门拿给你吃的。啊！你竟然大半夜不睡觉，特地跑进山里去找鸡蛋？就是想着能让你自不下身子。昨晚练完枪法后，还是毫无困意，索性呢就进山了一趟。那多谢了。既然有人送上门来，岂有拒绝之理？有东西吃总比饿着肚子强吧？笑什么笑？难道不知道自己长得有多英俊潇洒吗？如此肆无忌惮的发笑，究竟是想要勾引谁呢？怎么样，好吃吗？味道还挺不错的。廖云芳一边咀嚼着口中的食物，一边模糊不清地回答道：这鸡蛋的味道的确很好。他难道就不怕被别人看见吗？那个，我得去训练了。好，我去打野鸡，晚上给你煮鸡汤喝。此时的易水寒宛如一个向妻子汇报行踪的温柔丈夫，这种感觉让廖云芳心乱如麻。宁坤瞪大眼睛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哼，凭什么只有你们能享受美食？我也要吃。老大，一见到廖云芳回来，胖虎立刻迎上前去。守好门外，我要沐浴休息，不准任何人进来，哪怕是将军来了，也一样给我拦住。听明白了吗？是，老大，你放心吧，我绝不会让任何人打扰您的。清澈的水包裹着廖云芳那曼妙的身躯，她轻轻地拨动着水面，享受着这片刻的宁静与舒适。而此时此刻，易水寒正在屋外与胖虎交谈着。军师在哪儿呢？回将军，军师正在沐浴，他特地嘱咐过，任何人都不得入内，哪怕是将军您也不行。要不将军稍等片刻，待军师洗完再去拜访。也罢，那我就在这里等一会儿吧。屋内的廖云芳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心中不禁一紧。他加快了洗澡的速度，匆匆穿好衣服，然后对着门外喊道：我已经好了，可以进来了。易水寒手中提着一个精致的食盒，迈着轻盈的步伐走进房间。刚沐浴完的廖云芳如出水芙蓉般清丽脱俗。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看？因为你好看呀，让人移不开眼睛。易水寒嘴角微扬，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我特意炖了一锅鸡汤，快趁热尝尝吧。你竟然真的去抓山鸡了？当然，我向来是说到做到。这可是我第一次下厨煲鸡汤，快来尝一下味道如何。看着眼前色香味俱佳的鸡汤，廖云芳终于放下矜持，轻轻抿了一口。味道不错。你吃过了吗？未曾。那坐下来一块吃吧，这么多我一个人也吃不完。好啊。这么多我一个人也吃不完。好啊。军师这一定是心疼本将军饿肚子了，所以才叫俺一起吃的哩。这山鸡的味道确实鲜美至极，明日我再上山多猎几只回来，给你好好的补补身子。既然认定了廖云芳这个媳妇儿，自然要将她养得白白胖胖、健健康康的才好，看着也喜庆不是？
廖云芳要是知道了易水寒的想法，肯定会责怪他的。这世上的女人怎么会喜欢那种白白胖胖的身材呢？难道是把人当成猪来养了不成？你一个堂堂大将军，整天就知道去抓山鸡，真是悠闲啊。那是因为有军师你在呀，我才能有空闲的时间嘛。距离赌约的期限已经很近了，你手下的士兵实在是太懈怠了。难道他们真的以为我训练的女兵比不上他们吗？这几天左峰已经在加紧训练了。昨天我去视察了，大家并没有全心投入，态度很散漫。你必须要严格训导他们，不要太自负了。过度自信可不是什么好事。哼，既然如此，本将军定当亲自去好好的敲打一番，让他们知道何为军纪严明。那么关于昨日之事，你究竟考虑的怎么样了？什么事啊？本将军昨日分明已经对你表明心意，说很中意你啊。难道你这么快就忘记得一干二净不成？可是我听说你一直喜欢的都是男子呀。本将军并非单纯的喜欢男子，而是因为恰好对你动了心。不管你是男是女，本将军都会钟情于你。胖虎在帐外偶然间听闻将军所言，不禁惊得目瞪口呆，甚至被自己的口水猛地呛到。你且容我想想，等我想清楚了再答复你。好，那我等你。不过你可别让我等太久了。行，我会好好考虑的，比武过后给你答复。好。汤也喝完了，我先去训练了。好，我也去敲打一番那些部下。易水寒点了点头，回应道：“他也要离开这里，前去处理事务了。”随后，两人一同走出房间。然而此时此刻，门外的胖虎假装什么都没有听到一般，笔直地站立着，但其实他的内心早已震惊不已。天哪，军师竟然没有拒绝将军，这怎么可能？唉，这个世界真是太疯狂了。碌碌的马车声如雨水般划过晶莹的汉白玉，马车四面丝绸装裹，镶金嵌宝的窗牖被一帘淡色黛纱遮挡，使人无法觉察这般华丽。柳如媚和萧清然启程回京城，随行的有萧一、萧二、萧三、萧四、云山、云水，还有丫鬟小丫、小碧。小米因为放心不下生病的老母亲，所以留在了封地。阿丽娜因为腿受了伤，不便出行，也留在了王府。夫人，你一定要撑住啊！苗儿，我感觉好像快要生了。妇人强忍着剧痛，艰难地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她的眼神充满了无助和恐惧，双手紧紧捂着高耸的腹部，仿佛这样就能减轻一些疼痛。苗儿听后更是心急如焚。夫人，这可怎么办才好啊？我们现在还在半路上呢。老夫人和那个可恶的贱妾简直就是想要您的性命啊！老天爷啊，请您睁睁眼吧，保佑夫人平安无事啊！苗儿，我好疼有没有人？谁来救救我家夫人？萧三，停下。是，柳姑娘。萧三恭敬地回应一声，随即拉紧马的缰绳，让马车缓缓停下来。柳如媚轻盈地下了车，朝着生源处走去。当她走近时，只见一名大腹便便的妇人正躺在地上。我给你家夫人看看。姑娘，我家夫人恐怕就要生产了，您真的懂得接生吗？放心吧，我虽然年轻，但对医术略知一二。相信我，我会尽力帮助你们的。说完，他便开始仔细检查起产妇的状况。这胎只有7月啊，眼看着就要生了。
你家夫人今日吃了什么东西？夫人，一定是老夫人今天送来的那碗粥出了问题。老夫人是存心想害死夫人和肚子里的小少爷啊！听到这里，夫人的脸色变得异常难看，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悲愤与绝望。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为了徐家尽心尽力，甚至不惜与娘家断绝关系，最终竟然会落得如此下场。不必担心，有我在此为你接生，定然不会出什么问题的。求求您了，姑娘，请你一定要救救我家夫人。好啦，你快些松开我的手，莫要误了正经事。眼下最重要的是赶紧给你家夫人动手术。绝对不行，我家夫人可是女子，让这两个男人靠近，岂不是会损害我家夫人的名誉？都到这个节骨眼儿了，你竟然还在乎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到底是你家夫人和腹中胎儿的性命要紧，还是那所谓的名声更重要？苗儿，没关系的。面对如此恶劣有限的环境条件，柳如妹也只能拼尽全力加速手上的动作。老天爷，请你一定要保佑我家夫人，保佑我家夫人和肚子里的孩子平安无事。只要夫人和孩子平安无事，苗儿愿意死生都吃斋念佛。苗儿的这条小命可是宁欧给捡回来的，如果当初没有遇到宁欧，这世上便再无苗儿此人。所以对于宁欧，苗儿一直都是死心塌地，忠心耿耿。时间过去了大约半个时辰左右，忽然间，一阵响亮的婴儿啼哭声从马车内传了出来。听到这个声音，宁欧一直紧绷着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生了！你听见了吗？我家夫人生了！母子平安，你家夫人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呢。话音刚落，苗儿立刻双膝跪地，喜极而泣地叩头道谢。多谢柳姑娘，多谢柳姑娘！要不是今日碰巧碰见了您这位贵人，我家夫人和孩子恐怕都难逃一劫，真是感激不尽呢。起来吧，遇上我，是你家夫人，命不该绝。哼，还不是老夫人和那个贱妾搞的鬼！哼，还不是老夫人和那个贱妾搞的鬼！我家夫人那么好，姑爷居然在夫人怀孕之时纳妾，真是可恨。你家姑爷可不是什么好东西，连自己的下半身都管不住。柳如妹轻飘飘地瞥了一眼萧清然，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狠厉。听到这话，萧清然不禁感到一阵无语。他这算是躺着也中枪吗？苗姑娘，这话未免有些以偏概全了吧？虽说您姑爷品行不端，但这天下间的男子又岂能一概而论呢？咱们王爷对柳姑娘那可是百般呵护，千般顺从啊！不仅将整座王府交由柳姑娘打理，甚至连自己的身家性命也一并托付于她。王爷，您既然是王爷，小女子拜见王爷。您既然是王爷，小女子拜见王爷。苗儿惊恐万分，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小女子适才言语无忌，请王爷大人大量，饶恕小女子的罪过吧。萧姨说的没错，你不可因为你家姑爷就对天底下所有男子一概而论。是王爷，民女知错。起来吧。多谢王爷。娘儿，进去看看你家夫人和小少爷吧，别让他们吹到风。我去洗洗手，等会儿送你们回府。虽然做手术时戴了手套和无菌服，做完手术出来时脱下来了。你的母后是怎样一个人呢？母后为人和善，可我还是有点害怕跟你成亲了。为什么害怕？媚儿，你有何事便与本王讲罢，切莫愁于心中，将话语深埋心底，本王自是忧心忡忡。我忧心事后难以与王爷家眷和谐共处，不知他们是否会接纳妾身这般性情之人。媚儿且放宽心，本王所中意之女子，母后定然亦会喜爱有加，
皇兄与皇妹更会忠心祝愿吾等白头偕老，永结同心。然而我依旧颇为惧怕。自古以来，婆媳之间的关系最为棘手难办，而他生性耿直，不善圆滑处事，唯恐某日不慎触怒太后，惹得龙颜不悦。如果媚儿害怕和母后相处，待我们成亲之后便回封地，不待在京城。这样一来，无论你做什么都无需忧心，可好？柳如妹微微一怔，似乎有些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你认真的？真的不能再真了。本王对媚儿的心天地可见，只要媚儿不喜欢的，本王都不会去做。只要是媚儿想做的，无论是什么事情，本王都会支持你。这番深情告白如同春风拂面，让柳如妹心中泛起阵阵涟漪。她不禁红了眼眶，泪水在眼眶中打转，被萧清然如此真挚的情感所打动。哭什么？我真是被你的真情所感动。媚儿，本王向你发誓，今生今世都会一心一意对你好。若有违背此事，愿遭天谴，不得善终。不要乱说话，我始终信任你。大约1刻钟过后，马车稳稳地停在一座府邸前，正是徐府。苗儿，怎么是你？夫人在路上生了，是个小少爷呢。您快去禀报老夫人，请她提前准备好外袍，再派些人过来迎接夫人和小少爷入府吧。什么？竟然已经生了？什么？竟然已经生了？那还愣着做什么？赶紧去吧。好，我这就去。此刻，老夫人正端坐在佛堂之中虔诚礼佛。启禀老夫人，夫人在半途中诞下一子，眼下马车已经抵达府门之外了。小厮站在门外，恭恭敬敬地向屋内通传。知道了，就让他先在外头候着吧。宁氏竟然平安地生下了孩子，真是命大呀！不仅如此，他还能活着回到徐府，而我的元儿却不幸小产了。宁氏有什么资格生孩子呢？这徐府的一切本应都是属于元儿的，宁氏有什么资格生孩子呢？这徐府的一切本应都是属于元儿的。元儿可是我苦苦寻找多年的亲生女儿啊！想当年，为了稳固自己在徐家的地位，他不得不使出一招狸猫换太子之计，将元儿与现在的儿子调包。苗儿啊，老夫人吩咐让夫人先在外头等一等呢。让夫人等着？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咱们夫人历经千难万险，好不容易才为徐家诞下了这位小少爷，老夫人怎能如此对待我们夫人？这可是老夫人亲自下达的命令啊！我们这些当下人的，哪敢轻易违抗呢？媳妇儿辛辛苦苦生下孩子后，不仅不让其立刻进入府邸休息调养身体，反而让人家在外头辛辛苦苦等待着。这种事情简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媚儿说的没错，这位婆婆实在太过分，太可恶了。既然如此，那我们干脆下车去看看情况吧。好主意。柳如妹表示赞同。苗儿，快过来。听到柳如妹召唤自己，苗儿赶忙小跑着来到柳如妹身旁。柳姑娘，您叫苗儿过来有何事吩咐？柳如妹凑到苗儿耳边低语了几句。老夫人如此不仁不义，徐明桃也背信弃义，他们已经彻底辜负了我对徐家的信任和期望。既然如此，我又何必再念及什么徐府的颜面呢？就按照柳姑娘说的办吧。听到这里，苗儿心中暗自叫好，今天一定要替夫人好好出一口恶气。老夫人啊，你怎么能如此狠心呢？你怎么能如此狠心呢？夫人身怀6甲，本就行动不便，却还要徒步前往寺庙，为小妾肚里的孩子祈福，结果一路奔波劳累，动了胎气，
导致小少爷才满7个月就迫不及待的降生了。他那么小，那么脆弱，真是太可怜了。老夫人呢？夫人辛辛苦苦，拼死拼活才给徐家留下了这点血脉，可您居然不让夫人进府，难道你真想眼睁睁看着他们母子俩去死吗？您的心肠怎能这般狠毒啊！哎呦喂，这徐府的老夫人可真是作孽呀，竟然让身怀6甲的儿媳妇徒步前去给小妾祈福，难道她的脑子里灌满了粪便不成？嗨，可不是嘛！这还不算完呢，居然把人丢在门外不管不顾。那早产儿本来就处境凶险，理应赶紧接进府里悉心照料才对。像这般冷酷无情的婆婆，我还真是头一回见呢。假如我家媳妇儿给我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孙子，我肯定要去庙里烧香磕头，把他当菩萨一样供奉起来，怎会舍得这般冷落他？哎呀，这位徐府的老夫人如此对待自己的亲骨肉，这若非是脑子坏掉了，还能是因为什么呢？可不就是脑子坏了，自己的亲孙子都不要，反而对一个妾室疼爱有加，我看他就是有病。嗨，我若是这徐家娘子，有这样的婆婆，我宁愿去死。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把徐老夫人推向众矢之地。苗儿继续跪在地上，不停地抽泣着。徐老夫人听闻此事，怒气冲冲地赶了出来，看到此情此景，更是火冒三丈。你们这些人闲来无事就喜欢嚼舌根，难道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吗？苗儿，你先起来吧，有什么事儿等回去再说。苗儿抬起头，泪眼朦胧地看着徐老夫人，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不愿起身。徐老夫人无奈，只好叹了口气，转身离去。看着徐老夫人远去的背影，众人开始议论纷纷。哎呦，这徐老夫人也太过分了，明明是她不对，还不让人说了。就是啊，那宁欧也是真可怜，遇到这样一个婆婆。不过这苗儿倒是挺忠心的，一直护着宁欧。希望宁欧能早日振作起来，走出困境。老夫人这是要我们去死啊！各位乡亲们，你们评评理啊！我苗儿只是一个小小的丫鬟，卑微如草芥，死不足惜，但求老夫人不要为难我家夫人和少爷啊！难道老夫人真的要狠心逼死自己的亲孙子吗？听到这话，徐老夫人原本已经踏入院子的脚猛地停住了，她紧紧握住手中的佛珠，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小丫头片子，竟敢在这里信口胡言！我何时说过要逼死他们母子俩？简直是一派胡言！既然不是要逼死夫人和少爷，那就是要苗儿去死了。没关系，为了夫人和小少爷，苗儿甘愿一死。请老夫人高抬贵手，放夫人和少爷一条生路吧。其实这一切都是柳姑娘交给苗儿的计策，死缠烂打，胡搅蛮缠，让徐老夫人无路可逃。你们说说看，谁能保证她肚子里生出来的就是我们徐家的骨肉啊？这才7月份就迫不及待地把孩子生下来了，保不准是和其他男人怀上的野种呢。此刻坐在马车内的宁欧听到这话后，气得浑身发抖。哎，这不会是真的吧？要不然哪有做婆婆的会不要自己的亲孙子呢？这事可难说了，谁知道真相到底是怎么样呢？宁欧听着这些议论纷纷的声音，心中委屈至极。宁欧生得一副好皮囊，本就明艳动人，然而正所谓红颜祸水，如此美貌之人，
往往更容易轻浮放荡，朝三暮四。经徐老夫人这么一闹腾，朝三暮四。经徐老夫人这么一闹腾，众人的态度立马发生了180度大转变。人性就是如此，毫无主见，人云亦云。哼，宁欧，就凭你也妄想跟我斗，未免太天真了些。毕竟姜还是老的辣。他绝不容许宁欧再兴风作浪，徐府注定只能属于他的宝贝女儿。他的元儿在外历经磨难，吃尽苦头，作为母亲，他定要为元儿铲除所有绊脚石。娘，这里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围堵咱家？明涛啊，你可算是回来了。你知道吗？宁欧这个女人，她不守妇道。她肚子里的孩子明明才怀孕7个月，就迫不及待地把孩子生下来了。谁知道这孩子到底是她跟哪个男人私通怀上的野种？谁知道这孩子到底是她跟哪个男人私通怀上的野种？你说，正常情况下，7个月大的胎儿尚未足月，又怎能如此顺利的降生呢？他分明就是欺骗了你，想要让你莫名其妙的当上便宜父亲，好让我们徐家替他抚养这个不知来历的私生子。宁欧现在人在哪儿？就在那辆马车上呢。你看看那马车多么奢华讲究，不会是他的相好送给他的吧？宁欧，你个贱人，快给本大爷滚下来！竟敢背着老子偷人，看我不休了你！岂有此理！需要信口胡诌，污蔑宁欧乘坐他人赠送之车，乃是私通情夫所得。你们可知此车主人究竟何人？姑娘，在下徐明涛，不知姑娘芳名？哼，渣男！姑娘对徐某是否有所误解？在下徐明涛可是堂堂一介举人啊！举人很厉害吗？一旁的萧一满脸轻蔑之色，冷笑道：哼，区区一个举人罢了，不过是9品官阶的小小芝麻官而已，在咱们王爷跟前，简直如同蝼蚁一般微不足道。王爷，他竟然是王爷！下官拜见王爷，王爷千岁千岁千千岁！周围其他的平民百姓们哪里还敢怠慢，纷纷跟着跪地叩头，齐声高呼：王爷千岁千岁千岁！都起来吧。下官不知王爷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王爷恕罪。你可知你家夫人坐的马车是谁的？徐某人不知道啊。哎呀，刚才你娘说这马车呀是你娘子姘头送的。哎呀，我倒是忘了告诉你了。这辆马车可是王爷名下的产业哦。换句话说，你娘刚刚可是口出狂言，说王爷是你娘子的姘头呢。徐老夫人听到这话，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身体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她惊恐万分，连忙跪地磕头，语无伦次地解释着：王爷，民妇真的不知道这马车是您的呀，这些都是民妇胡言乱语、胡乱猜测的，请王爷大人有大量，千万不要和民妇一般见识啊！哦，没有证据便能肆意妄言、胡乱猜测，进而将他人定罪吗？倘若大理寺审讯犯人皆如你一般，那还要律法何用呢？再者说来，依你所言，王爷若与你斤斤计较，岂不成了小人？难不成你只是想要以道德之名绑架王爷不成？王爷明察呀，民妇绝无此意呀！哼，
我看你胆子倒是不小嘛，连律法都胆敢视若无睹，还有何事是你所畏惧的呢？姑娘啊，咱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您怎么就非得跟我这老婆子过不去呢？难道说是宁欧那贱人在你面前说了我什么坏话不成？哼，我就知道那女人不安分，整天到处乱嚼舌根，搬弄是非。住口！你这不知好歹的老太婆，事到如今居然还想着往别人身上泼脏水，也不想想自己做了些什么好事儿，宁欧嫁进你们徐家，简直就是上辈子造了孽，倒了8辈子血霉。柳如妹可是学过心理学的，像徐老夫人这样信口胡诌、满口谎言之人，根本逃不过她的法眼。老身岂会撒谎？宁欧那狐妹子的姘头必定另有其人。你整日信口胡诌，污蔑宁欧与他人私通产下足月婴孩，可有凭证？速速交出实证，休要再次信口雌黄，否则定让你好看。这……徐老夫人顿时语塞，她哪里有半分证据？哼，你无凭无据便肆意诋毁，分明虚心叵测。然而我手中却握有铁证，可以证明此子确系你儿亲骨肉无疑。大家都看见了吧？这2滴血完全相融，毫无疑问，这个孩子就是徐明涛的亲生儿子，而宁欧一直都是清白的。儿子呀，这真是我的儿子。苗儿，快把我的儿子抱过来，让我好好看看。苗儿，把小少爷抱进来。听到主人的命令，苗儿如释重负地抱着小少爷回到了马车之内。宁欧，你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我抱抱自己儿子都不行吗？现在倒是想起他是你的儿子了，刚刚你不是还口口声声说他是个野种吗？哎呀，刚才确实是我不对，都是我的错，你大人有大量，就别跟我计较了。好，宁欧，求求你就让我见见我的儿子吧，毕竟这可是我的嫡长子啊！求求你就让我见见我的儿子吧，毕竟这可是我的嫡长子啊！无论如何，血浓于水，这个孩子终究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啊！我要跟你和离，孩子我必须带走。宁欧，你竟然想和我和离，还妄想带着孩子走，你难道是个痴人在做白日梦吗？和离呀，这不就相当于现代社会中的离婚吗？宁欧，你真的已经考虑清楚了吗？一旦选择和离，便带着孩子离开，你将来的日子可能很艰难啊！人群之中传来一个声音，同样身为女性的旁观者发出的感慨。没错，和离之后，这个孩子也是徐明涛的一部分，所以他理应对宁欧以及他们的孩子支付赡养费。柳姑娘啊，你怕不是个傻瓜吧？宁欧主动要求跟我和离，竟然还要我给他赡养费，这简直就是前所未闻、匪夷所思的大笑话呀！徐明涛毫不留情地讥讽着柳如妹，似乎完全不把她放在眼里。众人暗自心想：此人竟敢如此嘲笑未来的王妃，难道就不怕惹来杀身之祸吗？看来真是活腻歪了。小叶，徐明涛胆敢辱骂未来王妃，把他的舌头给本王拔了。遵命，王爷。只见萧一毫不犹豫地走上前去，伸手便硬生生地将徐明涛的舌头拔下来。刹那间，鲜血四溅，场面异常血腥残忍。我的儿啊！天哪，这日子可怎么过下去呀？尽管徐明涛并非徐老夫人亲生，但多年来一直在她身边长大。两人之间早已建立起深厚的情感纽带。如今看到他遭受如此惨无人道的折磨，徐老夫人简直痛彻心扉。这王爷好凶残！嘘，小点声，
你们难道不想活了吗？我不怕，你不必这样做。有没有被本王吓到？没事，你忘了，我可是一名大夫，我连尸体都见过，这点小事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我的妹儿是天下最好的女子，本王绝不容许任何人诋毁你。若有人敢冒犯你，本王定会让他付出代价。萧一心想，王爷，你如此宠爱柳姑娘，就不怕将来柳姑娘爬到你的头上作威作福吗？萧二心想，哎呦，一旦妖妃出现，就是王爷也抵挡不住。合离，必须合离。不仅如此，还要让他交出一半的身家给宁欧，这样此事方能作罢。哼，别以为遭受了拔舌之刑就可以免去赡养费一事，想得美！哼，你这个心如蛇蝎的妖女呀，全都是因为你，才害得我的宝贝儿子变成如今这副模样。你们简直是欺人太甚！哦，看来本王所说的话在你眼中竟是这般毫无分量可言呢。苗儿，快些去将笔墨纸砚取来，让你家夫人速速写下和离书，交与这负心汉签署。自此之后，双方婚嫁再无任何瓜葛。遵命，柳姑娘，苗儿立刻照办。遵命，柳姑娘，苗儿立刻照办。苗儿心中暗自欢喜，实在是大快人心呐。只见宁欧已洋洋洒洒地写完和离书，并毫不犹豫地签下自己的姓名。然而徐明涛却心怀不满，迟迟不愿落笔签名。不想签字是吧？可以，既然不会签字，那这双手留着也没用了。小一，柳姑娘有何吩咐？和离书签好了，银钱呢？还不赶紧拿出来！面对柳如媚的质问，徐老夫人无可奈何，只得默默转身去取银子。她心中暗自叹息，这个女人实在是太难缠了，但又不敢得罪眼前这位厉害角色。没过多久，徐老夫人便将准备好的银子递到了柳如媚面前。柳如媚接过银子后，转手将其交给了坐在马车里的宁欧。柳如媚接过银子后，转手将其交给了坐在马车里的宁欧。宁欧，这份和离书及这张银票，你可要收好了。从今天起，你便是自由之身了。有了这些银钱，你完全可以买下一座属于自己的小宅子，从此以后，当家做主，再也不必受他人摆布。宁欧多谢柳姑娘大恩大德，也多谢王爷出手相助。若不是你们今日挺身而出，恐怕我们母子早已命丧黄泉。今日得以脱困，全赖王爷强势控制，才让我如此顺利的与许家断绝关系。因我能在此相遇，实乃缘分所致。如今事情既已得到圆满解决，我便不再多做停留，就此与姑娘别过。多谢柳姑娘和王爷相助，小女子感激不尽，在此拜别柳姑娘，愿王爷和柳姑娘一路顺风。于此期间，徐雅涵已被接入宫中，并获封为许婕妤。婕妤，时辰已然不早，是否需要休息？已经这么晚了吗？夜已深，万籁俱寂，但此刻的院子却热闹非凡。徐雅涵站在中央，手舞足蹈地敲打着铜锣，口中高歌：到底发生什么事？深更半夜竟敢如此吵闹，究竟是哪座宫殿这般无礼？回禀太后娘娘，是新入宫的许婕妤。真是毫无规矩可言，皇帝究竟是怎么想的？这样不知礼数的女子怎能接入宫中？给个常在之位已是天大的恩赐，居然还册封为婕妤。许婕妤这是在和朕抗议呢。回陛下，许婕妤和宫里其他的娘娘的确有所不同。确实如此，这宫中之人谁敢像她这般大胆，
深更半夜不睡觉，扰乱他人清梦也就罢了，自己心中不快，便要让众人都陪着他难受。想必他这是在用这种方式向朕表达不满吧。罢了，随他去吧，由着他闹便是。萧清泽无奈地摇了摇头，心中暗自叹息。对于徐雅涵，他一直有着特别的情感，与对待其他嫔妃截然不同。小李子，给朕点起烛火来，朕还要再看看这些奏章。遵命，陛下。小李子小心翼翼地点亮了桌上的油灯，并默默地站到一旁伺候着。这位许婕妤真是不简单呐，竟然能让圣上如此重视。看来这后宫之中啊，怕是要有一番风起云涌了。宫里的众人皆被徐雅涵搅扰得无法入眠，而他自己却毫不在意地敲锣打鼓，引吭高歌长达半个时辰之久，随后便毫无顾忌地酣然入睡。徐雅涵还真是心宽体胖啊，这一觉竟然直接睡到了日上三竿方才醒来。许婕妤今日是前去向太后娘娘请安问安呢。我才不去呢。此时太后的寝宫中不少的嫔妃都已经到场，纷纷投诉徐雅涵。太后娘娘啊，您可得为妾身做主啊！那个许婕妤实在太过分了，深更半夜的时候不睡觉也就罢了，居然还敲锣打鼓，吵得妾身们根本无法入睡。如今这太阳都已经升得老高了，但却始终未见她前来给太后娘娘请安问好。这许婕妤简直就是目无君上，不敬太后嘛！太后娘娘，像这样放肆无礼的人，必须要严加惩处不可。还望太后娘娘能替妾身们主持公道啊！还望太后娘娘替妾身们主持公道。嫔妃们一起给太后施压。许婕妤竟敢如此嚣张跋扈，目中无人！实在是应该受到严厉惩罚才行。要知道，昨晚不仅这些妃嫔们被搅得无法入眠，就连太后自己也没能睡个安稳觉。是谁敢惹母后生气呀？只见一顶华丽的冠冕下，皇帝那张威严庄重却又带着几分神秘莫测的面庞出现在众人眼前。众嫔妃见状纷纷跪地行礼，齐声高呼：参见皇上！你们都起来吧，儿臣听闻母后昨夜未曾歇息好，不知所谓何事啊？还不是那个许婕妤半夜歌声，扰人清梦。哦，竟有此事，这个许婕妤确实有些过分了。不过既然母后已经受惊，不妨先服用一些安神之物调养身体要紧。至于许婕妤那边，儿臣自会派人去调查清楚，定当给母后一个交代。你这孩子来了也不提前让人通报一声，倒叫哀家有些措手不及了。啊，哈哈，儿臣也是挂念母后心切，所以才没有让人通传，直接过来探望您老人家了。希望母后您不要怪罪才好啊。太后自然不会真的责怪皇帝。萧清泽默默地站在人群之中，眼神不停地四处搜寻着徐雅涵的身影。奇怪，怎么不见他人影啊？难道大半夜的又逃去贪玩，到现在还赖床不起吗？皇上，妾身近日新学了几首曲子，不知皇上今晚是否有空驾临妾身寝宫，听妾身弹奏一曲啊？皇上，妾身新近习得了一支新舞，还望皇上能抽空前去观赏。皇上，妾身新近习得了一支新舞，还望皇上能抽空前去观赏，并给予妾身一些指点。让朕给你指点一二，朕又不懂舞蹈，何来指点之说？皇上啊，你已经足足有1个月没有宠幸过后宫的妃嫔们了，
如此长久以往，哀家何时才能抱上皇孙呢？国事固然至关重要，但皇上也切不可因此而冷落了后宫诸位佳人呐。皇上应当尽早为我皇室开枝散叶，绵延子嗣才是啊。太后共有2子，一位当今圣上，另一位则贵为王爷。只可惜那王爷天生无法亲近女子，令太后断绝了从他那里获得孙辈的念想。于是太后便将所有的期望都倾注于皇上一身。母后所言极是，儿臣今日便去翻牌子吧。母后所言极是，儿臣今日便去翻牌子吧。以往他翻妃嫔的牌子都是做做样子，堵住众人的悠悠之口，并无实际上的宠幸过任何一个妃子。母后，儿臣今晚便前往许婕妤的宫殿，定会让她无法干扰您的美梦。罢了罢了，你去吧。罢了罢了，哀家还是不去理会这些烦心事了。反正有人愿意去操心，就让他们去管好了。这样一来，反倒落个清静自在。橘色的天空一点点地暗下来，被深蓝色取代，所见之处全被罩上了一层暗灰色的薄纱。我要出宫。娘娘要想出宫，必须得到皇上或太后的旨意才行。靠！进宫以后和被软禁有什么区别？连出门都要有那劳神的懿旨，懿旨算个屁呀！皇上驾到！随着李公公高亢而尖细的嗓音响起，一众宫女纷纷跪地，异口同声高呼：皇上万岁，万万岁！然而只有徐雅涵依然笔直地站立着，纹丝未动。这不就是禁军的黄公子吗？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难道说他造反了，而且还成功登上皇位了？怎么，看到朕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妾身确实有些惊讶，昔日的禁卫军黄公子居然是皇上。朕微服出巡，自然需要一个得体的身份。好啊，原来你就是个大骗子！我那想后宫3000面首可怎么办呢？难道就这样白白丢了不成？陛下，您是知道臣妾并不愿入宫的。既然如此，我们再商量一下，放臣妾出宫去吧，这样对大家都好。皇帝听了，脸色微微一变，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不行，朕希望你能留在宫中陪伴朕。那要不然您将臣妾打入冷宫如何？这样一来，徐雅涵不用守宫中的礼仪，说不定在冷宫待久了，大家就忘记有他这个人了。一旁的菊儿听到这话，手中端着的茶水猛地一晃，竟失手打碎了茶壶。他惊恐万分地跪下来，连连叩头求饶：皇上饶命，娘娘饶命，奴婢不是故意的，请皇上和娘娘恕罪。哼，真是愚蠢可笑，连倒杯茶这种小事都做不好，留你在此又有何用？来人呐，将此婢拖出去，砍断双手。哼，若不找人出气，难解我心头之恨。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菊儿惊恐万分，拼命叩头求饶：陛下息怒，请您高抬贵手放过这小丫头吧，她也只是不小心打翻了茶水而已，并无大错呀。哼，若非看在许婕妤的面子上，今日定叫你尝尝苦头。罢了，滚到殿外跪着去吧。谢皇上开恩，谢娘娘救命之恩。你们都退下吧。遵命，陛下。宫女们齐声应道，并迅速退出房间。朕绝对不会将你打入冷宫，朕会一直宠爱着你。皇帝信誓旦旦地说着。朕绝对不会将你打入冷宫，朕会一直宠爱着你。皇帝信誓旦旦地说着。然而徐雅涵心里清楚，
帝王的恩宠往往如同镜花水月般虚幻无常。皇上，咱们再商量个事儿呗。说吧，何事？这天底下，也就你敢和朕讨价还价了。哼，这天底下也就你敢把老娘拿住后宫了。妾身能不能不是妾？一想到皇帝后宫那么多女人，他就浑身不舒坦。哼，徐雅涵，莫非真当朕对你过于宠溺，以至于令你如此胆大妄为，竟敢口出狂言与朕顶撞？这后宫之中，还从未有人敢这般忤逆于我。哼，反正无论如何，我绝不愿意侍奉寝宫之事。哼，反正无论如何，我绝不愿意侍奉寝宫之事。你又能奈我如何呢？哼，此事由不得你做主。刹那间，屋内一片狼藉，物品纷纷散落满地。皇帝与徐雅涵竟不顾身份地位，扭打成一团。尽管徐雅涵身为黑带高手，拥有9段实力，但毕竟男女体力有所差异，渐渐处于下风。徐雅涵，你这女人，莫非真是属狗不成？竟敢咬朕！你才属狗的呢！你全家都属狗，谁叫你撕扯我的衣裳？我咬的就是你！站在门外的菊儿满脸惊恐，压低声音对身旁的李公公问道：“李公公，你说我家娘娘会不会？”咱家也说不好啊。哼，朕全家都是狗，那你便是那只母狗罢了。去他娘的母狗！你既然已入宫门，那就是朕的妃子，在这皇宫之中，就该安守本分，做好一名妃子应尽的责任。皇上明知道妾身不愿意入宫，可您仍要执意将妾身接入宫内，妾身心中自然会有些怨气。那朕赏赐……萧清泽原本想要赏赐一些稀世珍宝给眼前人，但话到嘴边却突然卡壳了。赏赐妾身可以自由出入宫廷，可好？这怎么行？哪有宫妃能够如此随意进出宫门的道理？4位贵妃每月尚且只有2次出宫的机会，而婕妤更是要2个月才能出去一趟。啊，太凄惨了吧！这样和蹲大牢有何区别？况且妾身的产业该如何处置？皇上，你可也是其中的一个东家呀！皇上，你可也是其中的一个东家呀！朕准许你每月出宫2次。2次太少了吧？皇上，妾身最近想到了不少绝妙的主意，正打算着手扩张怡红院呢。若是没有妾身亲自坐镇指挥，恐怕难以成事啊。哦，什么好主意？听到怡红院仨字儿，萧清泽顿时来了兴趣。妾身准备开设一家美容院，这家店将专注于女性业务，毕竟没有哪位女子不喜爱美丽、不惧衰老的。而妾身经营的美容院，则是能够助人变得更加美丽、更加年轻啊。那么依你之见，1个月出宫多少次比较合适呢？20天吧。次数太多了，10天足矣。15天如何？最多12天。也罢，成交吧。也罢，成交吧。谢陛下隆恩。真是个小财迷。萧清泽看着徐雅涵心满意足的样子，勾唇笑了。夜深了，歇息吧。皇上，妾身今日身体不适，恐不能侍奉陛下。朕不碰你便是。那皇上不回寝宫休息吗？朕今日便在此歇息。放心，朕说话算话。徐雅涵听后，虽然心有不甘，但也只能无奈地点点头。柳如妹和萧清然经过数日的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皇宫门前。妹儿，我们到了。站在巍峨壮观的宫墙之下，柳如妹不禁心生惬意。太后宫中，太后娘娘，太后娘娘，太后娘娘，何事如此慌张？启禀太后娘娘，是王爷
是王爷回来了。啊，你说谁回来了？回太后娘娘的话，是王爷回来了呀。莫不是哀家的然儿回来了不成？正是萧王爷。你可曾看仔细了？万不可报错呀。老奴看得真真切切的，王爷不仅带回了一名女子，且自始至终都紧紧握着那姑娘的手不放呢。什么？竟然有这等事？然而怎会突然带个姑娘回宫，还手牵手如此亲昵？回禀太后娘娘，据老奴观察，他们似乎正朝着永寿宫而来呢。好，好，好。儿臣参见母后，母后万福金安。萧清然双膝跪地，向太后行了一个标准的大礼。柳如妹见过太后，太后娘娘万福金安。好孩子，快起来，快起来。母后，这位是柳如梅，是儿臣深爱之人。儿臣今日特地带她前来拜见母后，希望母后能为我们主持婚事。太后看着儿子幸福的模样，心里感到十分欣慰。她知道萧清然一直孤独地生活着，如今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真爱。作为母亲，她怎能不高兴呢？好啊，然儿，母后答应为你们主持婚事。听到太后的话，萧清然和柳如妹对视一眼，脸上露出欣喜之色。我的然儿，从此以后便不再孤单一人了。如妹啊，来，到本宫身边来。如妹啊，来，到本宫身边来。柳如妹忐忑不安地走到太后身旁，感受到太后对她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真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既然是然儿看中的人，必定有其过人之处。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本宫说。多谢太后厚爱。来，如妹啊，哀家一见你便觉十分投缘，很是喜欢你呢。这只镯子乃是哀家多年前所得的心爱之物，今日就当作见面礼送给你吧。快些戴上，让哀家看看是否合适。谢太后。哎呀，真好看。然儿，你说是吧？然儿，你说是吧？好看，妹儿戴什么都好看。此时此刻，整个宫殿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就在这时，一阵突兀而刺耳的尖叫声骤然响起，打破了原本宁静的氛围。只见一名女子匆匆赶来，此人便是惠嫔。她泪流满面，双手紧紧捂住脸庞，悲泣地向太后哀求：太后娘娘，请您一定要为妾身做主啊！究竟发生何事？如此哭闹不休，成何体统？太后娘娘，许婕妤她打妾身。她一个小小的婕妤，竟然敢动手打你？你可是惠嫔，位分比她还高出一截呢。太后，您可要为妾身做主啊！这个许婕妤仗着皇上对她的宠爱，便目中无人，甚至口出狂言。她说妾身和她同样身为妾室，谁也不比谁更高贵些，根本就不把妾身的绯闻放在眼里啊。然而事实真相却是惠嫔自视位分高于徐雅涵，试图挑衅并殴打对方。只是徐雅涵并未按照常理出牌，反而给予了有力的回击。来人，立刻前往养心殿，请皇上与许婕妤一同前来永寿宫。侍卫们领命而去，一场风波似乎即将来临。皇上驾到！皇上啊，您可得为妾身做主啊！许婕妤她竟敢动手殴打妾身，妾身的位分可是您恩赐的呀！她如此胆大妄为，难道是丝毫不将皇上您放在眼中吗？哼，
许婕妤连朕都敢打，打你一个小小的静嫔，又有何不敢呢？抬起头来，让朕瞧瞧。实际上，皇上只不过是想要亲自查看一下许婕妤下手究竟有多重罢了。哎呦，这的确是许婕妤能干出来的事啊！臣弟见过皇兄。民女见过皇上。二皇帝回来了，何时抵达京城的？皇兄，小弟刚刚抵京，顾不上休息，便迫不及待地前来拜见母后了，请皇兄千万不要怪罪。哎，自家兄弟何必如此客气？快起来说话吧。那么这位姑娘，莫非就是你信中提及的心上人不成？正是，如梅便是臣弟今生今世最爱之人。许婕妤到！伴随着尖锐刺耳的通报声响起，一名身着华丽宫装的女子缓缓走入殿内。妾身参见皇上，参见太后娘娘。许婕妤。参见太后娘娘。许婕妤，惠嫔说你打她，此事可是属实？妾身确实打她了。你区区一个婕妤，竟敢殴打嫔妃，简直是以下犯上，胆大包天。雅涵，他猛地抬头看去，只见一个与自己年纪相仿、容貌姣好的女子正站在不远处。淑妹。两人对视良久，仿佛时间都在这一刻凝固了。雅涵，两人像是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快步走向彼此，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二皇帝，他们竟然相识吗？皇兄，微臣并不知晓此事，但观其情形，想必二人应该是旧日相识。清然，你与这位姑娘究竟是如何相识的呢？说起来此事颇为离奇，恐怕皇兄难以置信啊！但说无妨，朕自当洗耳恭听。那日黄昏，臣弟如同往日一样在泡温泉，突然间天空中传来一声巨响，紧接着一个身影从天而降，正好砸在了臣弟身上。待臣弟定睛一看，才发现这竟然是一名女子，便是如今的如梅。天外来客，如此看来，这位如媚姑娘定非凡人，或许正是上天派来助朕振兴吴起国之人。皇兄相信有天外来人一说？当然相信，国师曾经预言过，将会有3颗星辰降落在吴起国。如今看来，想必就是如媚姑娘、许婕妤以及军师阁下3人了。菊儿心中暗自思忖，原来娘娘背景如此深厚，竟是从天而降的仙女下凡，怪不得娘娘胆敢对陛下动手，而陛下却依然对娘娘百般宽容宠溺。原来皇上早已洞悉我的来历，那么从今往后，我也无需再掩饰自己的锋芒了。只是这所谓的军师究竟是何方神圣？难道是云芳不成？他又是如何成为军师的呢？没想到我的2个儿媳竟都如此不凡。皇上，此许婕妤身份不明，难保不是要挟作祟。臣妾以为应当将其捆绑起来，逼出原形，方能查明他到底是何妖孽。以本宫来看，应该将你现出原形才是。瞧来你定是尚未被本宫教训够，居然还敢挑衅本宫。且看看你这张面容，左右极不相称，一高一低，莫不是需要本宫再次赏你几个耳光，方能令其对称一些啊？陛下，请您一定要替妾身做主啊！许婕妤如此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丝毫未曾将妾身以及陛下您放在眼中啊！惠嫔，许婕妤乃是国师所言之福星，眼下吴起国正朝着繁荣昌盛之路前行，而你却在此胡言乱语，莫非是认为朕愚昧无知，无法分辨是非黑白不成？哼，朕倒觉得真正胆大妄为的人是你。惠嫔吓得脸色惨白，浑身颤抖不止，连忙跪地求饶。皇上
圣明，请陛下明察秋毫，妾身绝对不敢有此等不敬之心呐。惠嫔失德，罚你禁足1月。谢皇上开恩，谢皇上开恩。但只有他自己知道，此刻他的心中早已怒不可遏，恨不得立马冲上去质问皇上为何要如此对待他。看来皇上对这位惠嫔并无过多喜爱之情啊，竟然如此轻易地便将其软禁了起来。母后，您看媚儿与许婕妤想必已经好久未曾相见了，不如由儿臣再次陪伴您，让她们姐妹俩找个清静之处好好聊聊吧。柳如媚心中暗想，萧清然莫非是我腹中的蛔虫不成？为何他总能洞悉我内心的想法呢？好吧，正巧母后也有些话想跟你聊聊。谢太后。谢太后。随后他与徐雅涵一同走向御花园。淑妹，你为何会来到皇宫呢？淑妹，你为何会来到皇宫呢？其实我即将成婚，未婚夫乃是皇上的弟弟萧王爷。什么？你竟然要嫁人了，而且还是嫁给古代的王爷？这才不到1个月呀。没错，连我自己都未曾料到，竟能在这个时代与一位王爷结缘，并喜结连理。可他毕竟身为皇室成员呢，宫廷之中人情冷漠，3妻4妾更是家常便饭。你真的考虑好了吗？我想清楚了，他对我真的很好。不仅如此，他身边甚至连一个女人都没有。萧王府从上到下全部都是男人，要不是因为我搬进去了，恐怕那里连一只母蚊子都找不到。天哪，那你可得好好考虑下了。天哪，那你可得好好考虑下了。我觉得他的年龄跟皇上应该差不多，大概也就30来岁吧。像他这样一直没有女人陪伴左右，难道是在那方面有什么难言之隐吗？才不是呢，他那方面完全没问题了。啊？你们已经发展到那个阶段了吗？难道已经打过全雷了？哪有了，我们只是做了一些情侣之间会做的事，但还差最后一步而已。柳如媚的声音越来越小。我相信你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你认为萧王爷是个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那作为姐妹，我唯有祝福你了。那你呢？你又是怎么当上许婕妤的？哈，一提起这个我就来气，我哪里晓得那个狗皇帝会微服出巡跑到怡红院去啊？当时我不过是见他长得英俊潇洒，一时兴起和他发生了一夜情而已。当时我不过是见他长得英俊潇洒，一时兴起和他发生了一夜情而已。结果可好，他竟然把我直接接进了皇宫，让我成了这该死的许婕妤。要是他只是个平凡的老百姓，长得再帅些，我或许也就认命了。可问题在于，他的后宫还有那么多的莺莺燕燕，想想以后都要在这冷冰冰的皇宫中度过后半辈子，我就觉得特别烦闷，心里别提有多不爽了。要不我去找王爷，请他向皇上求情，让皇上准许你出宫吧。唉，哪有那么容易啊？昨晚我已经恳求过那个狗皇帝放我出宫，但他死活不答应，甚至我们2个还为此大打出手呢。柳如媚听闻此言，顿时瞪大了眼睛，满脸惊愕之色。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你竟然和皇上打了一架？菊儿和小丫跟在2位女主人的身后，听着2个女主人谈话，心想他们会不会知道的太多了，他们的小心脏有点承受不了了。我还狠狠地咬了他一口，然后大骂他家所有人都是狗东西，看他还敢不敢惹我生气。哼，我肯定要出了这口恶气才行。什么？你居然骂他全家都是狗？那岂不是连你自己和我也一起骂进去了吗？你到底有没有脑子啊？哎呀，我知道了，
下次我会换个别的法子来骂他的。放心吧，绝对不会再连累到我自己了。一旁的菊儿听着两人的对话，心里简直快要崩溃了。我的天啊，娘娘您竟然还要想其他的办法去骂皇上，奴婢真的好担心。而小米则不以为意，王妃的这位好姐妹可真是够厉害的，竟敢如此辱骂皇上，可皇上却没有将她打入冷宫。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有一种感觉，觉得将来这位许婕妤可能会变得越发嚣张跋扈，甚至骑在皇上的头上作威作福呢。小丫不禁感叹，或许这宠妃也是会遗传的吧。看皇上对待这位许婕妤确实与其他后宫嫔妃有所不同，就像今天许婕妤动手打了惠嫔，皇上不但没有责罚许婕妤，反倒惩罚了被打的惠嫔，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进了宫要出宫可就难喽。这有何难？我早就向那狗皇帝讨来了每月可以出宫12天的特许权。竟然还能如此操作？可不是嘛。也不想想姐是谁。告诉你吧，我可是入股了怡红院的人，现如今呢，我已经是那怡红院的大老板了，连皇上都是我们怡红院的股东之一呢，他还指望着我给他赚钱呢，怎么会不放我出宫呢？你可真是太厉害了。要不要我们一起去怡红院瞧瞧？如今那儿已经被我改造成集赌场、KTV 和酒吧于一体的娱乐场所了。你还真是走到哪儿都不忘挣钱啊。那是自然，俗话说得好，钱多不压身嘛，有钱能使鬼推磨，姐姐我最喜欢的就是银子啦。说的极是，无论何时何地，钱财都是个好东西。我一钟爱有加，我正打算在这古代开设一家医馆呢。